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只是一名辅助，但是他却有能力单挑灾厄级别的黑翼巨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逆天的存在，竟然被队友给解雇了，这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起先他还以为剑圣奥利弗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但是没成想对方竟然跟他玩真的，这让欧伦怎么也无法接受。要知道他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早就将你踢出队伍了。要是你还听不明白的话，我就说得更直白一些，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实力不足，我们不想再带着你这个累赘了。以你现在的能力来说，根本不配待在这个勇者的队伍里。要知道我们可是仅仅只用了数年的时间便升至了特级的队伍，并且还到达了人类未曾踏足的南之大迷宫的94层。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的实力也许的确有所不足，但是队伍里的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无法攻略94层以上的领域。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奥利弗便表示自从上个月与其他队伍合作讨伐完巨龙后，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使用支援魔法的赋予术士对于一支队伍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然而和其他特级队伍的赋予术士相比，你的支援魔法明显要差上许多。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原本的职业可是剑士，是你们非要让我去当赋予术士的，为此我还开发了好几个自创的魔法。然而话音刚落，守护者德里克便指着欧伦的鼻子骂道，你会被调去当赋予术士，还不是因为你的剑术比不上奥利弗吗？当初可是可怜你才让你去当赋予术士的，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还有脸发起了牢骚。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会去当赋予术士完全是因为队伍的需要，并且在他们几个人当中只有自己的适应性最好，况且关于缺点方面他也已用独立开发的魔法进行了弥补，就算是攻略迷宫的深层领域他也能保证全员生还。难道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吗？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要知道我们可是勇者的队伍，所以必须再向前更进一步，我们已经找到了代替你的赋予术士，所以抱歉，这件事是既定事项。听到这里，欧伦感到了失望透顶，他没想到自己与奥利弗经过了8年的努力，终于登顶了探索者的顶点，但是没成想自己竟然会迎来这种结局。既然后任者都已经决定了，那么这里应该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回道，明白了，我这就走，一直以来承蒙你们的照顾了。听到这里，安涅利便不禁地嘲讽道，你这个半吊子总算是走了，虽说你不仅会剑术还会魔法，但是充其量只有 A 级的程度，知道大家背地里都叫你什么吗？愤而不惊的欧伦听到昔日的同伴竟然会这样评价自己，欧伦的心是彻底的凉了。他没想到这些家伙原来一直这样看待自己，亏着他还觉得自己对这支队伍尽心尽力。想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再次反问道，为什么我会和这些家伙一起组成队伍？就这样，欧伦带着不甘离开了那里。欧伦虽然在勇者的队伍里兢兢业业地努力了8年，但是没成想队友们非但没有感激他，反而是对他一顿羞辱后，便将其赶出了勇者的队伍。虽然队友们的冷漠让他很是伤心，但是既然木已成舟，那么他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眼下还是先考虑一下今后的方针比较重要。虽说目前维持生计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也不能老这样坐吃山空。想到这，欧伦便开始思考起赚钱的方式。他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只有3种，第一种是和以前一样当探索者，第二种是找个地方老老实实的上班，而第3种则是直接开店做生意。想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没得选择，自己之所以会来到这座城市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来实现梦想的。虽说当初是跟奥利弗一块来的，但是自己并不是因为追逐他才成为探索者的，而是凭借自身的意志才选择了这一职业。既然现在已没有了队伍的束缚，那自己完全可以回归初心，重新成为一名剑士。想到这里，欧伦便想前往附近的迷宫找一下感觉，但是当他来到入口处后，一名工会职员突然拦下了他，并对其询问道，你要一个人进去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有什么问题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从规定上来说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我看你有点弱不禁风，所以感觉你还是组个队再来比较好。工会职员的忠告让欧伦有些无语，为了不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于是他便提醒对方好好看一下自己的工会卡片。此时接待员才注意到对方的卡片上竟赫然写着94层的到达者。看到这里，吓得工会职员那是连忙道起了歉来。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没有关系，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听到这里，接待员急忙表示那是自然的。就这样，欧伦带着一脸无奈的表情进入到了迷宫的第1层。在经过了一番搜索后，一只狡兔映入了他的眼帘。看到这里，欧伦便感觉这种程度的魔物正好可以用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剑术到底生疏了多少。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那凶猛的狡兔已杀到了他的跟前。对于这一点，欧伦丝毫不慌，只见他只是随意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长剑，便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这只凶猛的狡兔。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感慨道，看样我的剑术还没有生疏到需要担心的程度。不过话虽如此，但是狡兔毕竟是最低级的魔物，还是在下几层找找感觉比较好。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前往了迷宫的深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测试后，他已基本找回了剑士的感觉。正当他打算返回地面时，突然一支哥布林的小队映入了他的眼帘。看到这里，欧伦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对自己使用提升能力的支援魔法会有什么效果。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对自己使出了力量上升。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只是一名辅助，但是他却有一颗输出的心。在离开勇者的队伍后，他甚至放飞了自我，开始当起了剑士。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并不打算当一名普通的剑士。既然自己之前是一名辅助，那么何不将支援魔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想到这里，欧伦便随机开始了测试。只见他先是对自己使出了力量提升，随后便开始朝哥布林杀去。在辅助技能的加持下，欧伦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便将哥布林小队屠戮殆尽。不过虽说支援魔法非常的便利，但是它也有其相应的缺点，那便是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并且还会根据个人的魔法抗性进一步压缩持续的时间。欧伦所能持有的 buff 时间为3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一场战斗没办法在3分钟内解决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在状态结束的同时对自己再次施展支援魔法。这一点不容有错，因为如果是在更深层的迷宫的话，即使是毫秒之差也足以致命。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但是好在欧伦拥有着丰富的辅助经验，再加上那泛性的能力，仅只是经过了20次左右的反复练习，欧伦便差不多找到了剑士与赋予术士的平衡点，这让他逐渐掌握了一项全新的战斗风格。虽然他往日的队友嘲笑他泛而不精，但是如果他能将这些泛性的能力整合到一块的话，那么他将凌驾于任何人之上。想到这里，欧伦便在心中暗下决心，他再也不会让那些人嘲笑自己泛而不精。不仅如此，而且他还要有朝一日成为人们口中的万能者，给那些曾经嘲笑过自己的队友还以颜色。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欧伦已不知不觉地攻略到了迷宫的第7层，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于是欧伦便打算就此返回地面。正当他要使用眼前的转移水晶时，突然他的身后传来了几名冒险者的吵闹声。只见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只是在做正确的选择。”听到这里，对方更生气了，他表示：“你怎么可以把一名女孩子当作诱饵自己跑掉呢？”对于这一点，那名冒险者表示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魔物。再说了，比起今天才进入队伍的他来说，肯定是优先保护你们这些老队员了。听到这里，欧伦便在心中不禁的喃喃自语道：“这不是我该干涉的事情，只不过是那名女孩子运气不好，跟这些家伙组成了一队。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毕竟自己最清楚被队友抛弃的滋味，况且他还是被这群人渣当成了诱饵。”想到这里，欧伦便不禁的开口说道：“你们的对话还真是让人作呕。”再听见对方竟然将一名女孩子当作诱饵，独自丢弃在了迷宫的深处，欧伦便一脸唾弃的说道：“你们的对话还真是让人作呕，竟在那里说些废话也不去救人，像你们这种家伙是最让人不爽的。”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你这个混蛋说完了没有？那种情况就算我们留下也根本于事无补。”面对冒险者的攻击，欧伦丝毫不慌，只见他非常从容地便化解了对方的攻击，并随即对其说道：“那你就闭上嘴巴给我躺好了。”在说完这句话后，欧伦便开始质问他的队友：“你们把那名女孩子抛弃在哪里了？”在见识过欧伦的实力后，其他冒险者根本不敢耍什么花招，随即便将具体的位置说了出来。在得到指定坐标后，欧伦便立即开始朝迷宫冲去。与此同时，一群魔物在经过了短暂的追逐后，终于将一名少女堵到了墙角。看到这里，少女便不禁的在心中喃喃自语道：“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这么多的魔物啊，可是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很快便会杀死我的。”想到这里，少女便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张开了一面坚固的魔力屏障。虽然这一魔法能暂时保住她的性命，但是以她的魔力来说，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便会耗尽。这绝望的一幕让她不禁地想起了自己的姐姐。少女是多么希望此时她能来到这里并救下自己，但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当少女还在为此而绝望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她的耳中：“风击！”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她的前方也开始刮起了魔法的狂风。待硝烟散去，一个陌生的身影也映入了她的眼帘。还没等少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欧伦便率先开口说道：“你专心维持魔力屏障即可，眼前这些兽人就交给我吧。”听到这里，少女虽然立即答应了下来，但是看着眼前这名不认识的剑士，她还是不免的为其担心了起来。然而仅只是片刻之后，她便已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见欧伦一边朝兽人杀去，一边不停地给自己加 buff。眼前的一幕让少女惊讶不已，她没想到欧伦不仅会剑术，而且还会支援魔法。然而还没等她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另外一边的欧伦则已杀到了兽人的跟前。在对其一番观察后，欧伦便发现兽人的数量有13个之多，怪不得那支低端的队伍会逃跑，因为以他们的实力来说，根本无法战胜这群魔物。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那么只需一人便可以将这群魔物屠戮殆尽。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仅只是眨眼的功夫，双方的战斗便已结束。在消灭完眼前的兽人后，欧伦便开始询问少女有没有受伤，如果有的话，他可以使用治愈魔法帮其恢复。他的一番话语让少女的内心感到了阵阵的温暖，并且让她那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了下来。此时少女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这也让她随即瘫倒在地并开始了哭泣。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的在心中喃喃自语道：“
这种时候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看着眼前这名少女哭泣的是如此的伤心，他的脑中也不禁的回忆起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抚摸起了少女的头发，并对其安慰道：被伙伴抛弃一定很害怕吧？那种感受我非常明白。看着眼前这名少女是如此的伤心，欧伦便不禁的想起了自己的遭遇，这也让他不由自主的安慰起了对方。虽然他的一番话语成功让少女停止了哭泣，但是在与对方互相对视后，欧伦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好像有点不妥，这也让他随即道起了歉。对于这一点，少女不仅没有在意，反而还对欧伦能帮助自己一事而表示了感谢。看着眼前这名天真无邪的少女已恢复了精神，欧伦也安心了不少。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此地显然不能久留。想到这里，欧伦便提议前往安全的区域。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两人也顺利的来到了转移水晶的位置。随即他们便使用水晶的传送功能回到了迷宫的入口，看已脱离了危险。于是欧伦便打算就此告辞。然而此时一旁的少女却突然叫住了他，并再次对其表示了感谢。随后他又做了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在听见对方的名字竟然叫索菲亚·克劳德尔后，欧伦便不禁的在心中喃喃自语道：不会这么巧吧？随后欧伦也做了一下简短的介绍。在一顿寒暄过后，索菲亚突然向欧伦说道：作为答谢，可不可以让我今晚招待你一顿晚餐？听到这里，欧伦本想拒绝，但是奈何对方实在是太可爱了，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不行两字。想到这里，欧伦也只能答应了下来，并随即询问索菲亚要去哪家饭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暂时保密。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两人也成功抵达了此次的目的地。看着饭店上方的招牌，欧伦便不禁的在心中喃喃自语道：果然是兔子的旗下。虽说从披风上的文章他已大致猜出，索菲亚是大型工会夜空的银兔旗下的探索者。所谓的工会正是管理探索者的组织，他们会将旗下的探索者们从迷宫中获得的素材进行加工贩卖，然后再将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更好的装备，从而一步步的获得更优质的素材。其中夜空的银兔尤为大型，按理说索菲亚应该没有必要组野队才对。正当欧伦还在为此而不解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与此同时，索菲亚也惊讶地说道：姐姐，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对于这一点，对方表示自己刚才在这附近参加了一个会议，所以才会来这里解决晚餐。说到这里，索菲亚的姐姐突然打趣道：没想到我可爱的妹妹竟然已经交男朋友了。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姐姐，我感觉再怎么说也有点太早了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的样貌也映入了他的眼帘，这让索菲亚的姐姐立即警戒了起来，并随即一脸严肃地说道：好久不见了，欧伦·杜拉。对于这点，欧伦表示的确如此。沙曼克劳德尔，眼前这名女性名为沙曼克劳德尔，乃是夜空的银兔旗下的顶级探索者，其名声甚至不输勇者队伍的队长奥利弗本人。她不仅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而且还拥有最强赋予术士的称号。欧伦之所以会成为赋予术士，以及后来他被赶出勇者队伍的原因，可以说跟沙曼脱不了干系，因为他不仅将赋予术士这一职业普及了开来，而且还提出了队伍职能这一概念。其铁三角的配置瞬间得到了广大探索者的认同，就连勇者队伍也不例外，所以欧伦才会被调任为赋予术士，并且上个月与勇者队伍合作讨伐巨龙的人正是沙曼克劳德尔。在见识过他那堪称完美的辅助能力后，这才有了后来欧伦被扫地出门一事。虽说当时索菲亚在报上姓名的时候，欧伦便已注意到了他的姓氏，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会是姐妹。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俩平时也没有什么恩怨，为什么沙曼在见到自己后会露出那种表情？正当欧伦还在为此而不解时，那一旁的沙曼突然开口说道：居然敢对我那只有14岁的妹妹出手，你胆子还真是大呀。听到这里，欧伦总算明白了过来，随即他便解释了起来。然而对于他的说辞，沙曼根本不信。看到这里，索菲亚急忙说道：姐姐，你不可以对我的救命恩人那么失礼。在听见救命恩人这个词后，沙曼便立即询问索菲亚是不是自己一人去了迷宫。看他有些支支吾吾后，沙曼便已猜出了答案，这也让他不禁地说道：明明跟你说了后天开始会带着你连月探索，让你暂时忍耐一下。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道起了歉来。就这样，在一顿说教过后，沙曼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感谢欧伦。对于这一点，欧伦并不介意，此时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时候能坐下来，因为饭店里的人都在看他们呢。就这样，在一顿尴尬过后，三人也终于成功就坐。此时沙曼表示这好像是他第一次与欧伦这样聊天。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的确如此。合作的时候，他们光顾着讨论战斗的事情了。当时沙曼是负责全体的指挥，而欧伦则是在一旁辅助他。听到这里，索菲亚一脸疑惑地问道：难道说你俩之前就认识吗？对于这一点，沙曼有点惊讶，他没想到自己的妹妹竟然不知道欧伦的事情。要知道他可是勇者队伍里的一员。这句话让索菲亚震惊不已，并让他立即紧张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便表示不必拘谨，还有就是自己已经不是勇者了。这一次换沙曼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随后他便询问其中的缘由。在得知欧伦已离开了勇者的队伍后，
沙曼便不禁地表示，真不知道奥利弗到底在想些什么，竟然肯放走你这样的人才。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会退队？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这是他们的私事，无可奉告。听到这里，沙曼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换了个话题，开始询问欧伦现在是不是自由身。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么问该不会是想邀请我加入夜空的营兔吧？正当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沙曼突然表示，如果你没有其他计划的话。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欧伦便将其打断，并随即说道，我暂时还不想加入工会或者队伍。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个委托非常适合你，所以想邀请你一块参加，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工会的委托？迷宫的教导探索。沙曼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感到了一脸问号，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教导探索这个词。看到这里，沙曼便随即为其讲解道，这是夜空的银兔新尝试的计划，由数名上级以上的探索者带领新人，用3天的时间下到南之大迷宫的第51层。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这也太乱来了吧，无论是多么优秀的新人，也至少需要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迷宫的中层领域。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的确如此，但是如果走最短的路线，并且有特级冒险者的辅助，那么这一计划并非不可能做到。况且这次的任务还是工会的赞助方提出的委托。对于这一点，欧伦感觉即便是这样，可是如此乱来的计划也应该当面拒绝，然而你们却选择了接受，难道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吗？在思考了片刻后，欧伦便已猜出了其中的缘由，那便是通过让新人直接探索中层以下的领域，从而使得工会的综合战力得到强化。欧伦的一番话语让沙曼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敏锐许多。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将新人探索者带到迷宫的51层，那么以后他们便不需要在攻略楼层的手里，便可以通过传送水晶直接到中层领域升级。想到这里，沙曼便再次对欧伦发出了邀请。对于这一点，欧伦多少还是有些顾虑，他不解沙曼为什么会将如此重要的计划告诉他这个外人，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那当然是因为我对你有很高的评价。这句话让欧伦有些意外，并让他不禁的感觉，对方口中的评价有可能指的是他赋予术士的能力。虽说这一点让他感到了高兴，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之所以会被赶出勇者的队伍，那完全是因为他的支援魔法明显逊色于沙曼，并且他现在已经不想当赋予术士了。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回绝了这一委托。看自己的美人计竟然没有奏效，沙曼也随即陷入了失落。正当他还在为此而沮丧时，突然一旁的索菲亚开口说道，其实我也会参加这一次的教导探索，所以如果欧伦也可以参加的话，那么我会很高兴的，我很希望你能答应下来。看欧伦依然没有回应，索菲亚只能两眼泪汪汪地说道，果然还是不行吗？在他这一套组合攻击下，欧伦很快便沦陷了。随即他便表示，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只能答应下来了。但是我有一个先决条件，那便是沙曼似乎是从赋予术士的角度对我进行的评价，但不巧的是我今天已经转为了剑士，所以我只能以一名输出的身份参加这次的教导探索。这句话让沙曼感到了吃惊，因为他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赋予术士能转为剑士的，这让他不禁地陷入了沉思。但是片刻之后，沙曼便接受了欧伦的条件，他感觉如果到了紧要的关头，欧伦肯定会使用赋予术士的能力。想到这里，沙曼便邀约欧伦明晚来一趟夜空银兔的总部，详谈一下相关的事宜。在与欧伦共进完晚餐后，沙曼便与索菲亚一起返回了工会。虽然这一路上沙曼一直在跟自己的妹妹有说有笑，但实则在他那平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怒火中烧的心。在听完索菲亚白天的遭遇后，沙曼便已决定要好好回敬一下那几名冒险者。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想到这里，沙曼便让索菲亚先行回到房间，而他则是在与自己的妹妹分别后，径直来到了会长所在的办公室。虽然对于沙曼的深夜到访文斯感到了不解，但是他知道对方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的确有2件事需要汇报。首先，第一件事是关于勇者队伍的。听到这里，文斯会长立即露出了一脸郁闷的表情。他原本以为沙曼要汇报的是对方的攻略进度，但是没成想真正的汇报内容竟是欧伦已离开了勇者的队伍。在确认完这条消息准确无误后，文斯会长便一脸喜悦地说道，那对于勇者队伍来说还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如果没有欧伦的话，那么他们也无法再发挥出那种实力了。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了肯定。虽然欧伦所使用的支援魔法旗效果要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他那逆天的施法速度，就连他这个最强的赋予术士也只能望而生叹，初步估略至少要比他快4倍以上。不仅如此，而且欧伦还能使用多种闻所未闻的自创魔法。虽然上个月他俩才第一次碰面，但是欧伦那出类拔萃的能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失去了他的辅助，那么想必勇者队伍的弱化已不可避免。说到这里，沙曼便感觉夜空的银兔重回首位的可能性提高了不少。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还是有些存疑，毕竟欧伦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赋予术士的才能很难得到准确的评价。虽说自己现在被人们称呼为最强的赋予术士，但是欧伦的才能绝不在自己之下。
这一点他非常确定。看到这里，会长也没再说什么了。接下来沙曼便汇报了第二件事，那便是欧伦已同意参加这次的教导探索。这一消息让文斯会长既感到了吃惊又感到了高兴。如果有欧伦的加入，那么想必这次教导探索的成功率会提升许多。想到这里，文斯会长便询问沙曼对方想要多少报酬，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明晚他会来一趟工会总部详谈。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也随即表示，为了保险起见，明晚他也会一同参加。说到这里，文斯会长突然询问沙曼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欧伦，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比如说将他纳入到你所率领的精英部队。虽说如果真能招揽到这样的人才的确不错，但是问题在于欧伦是否真的能成为精英部队里缺少的那块拼图，真的能替代曾经那张绝对的王牌吗？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目前还犹未可知，但是自己的确是考虑将其作为一个选项。听到这里，会长便提示他现在队伍里缺的是前线输出，所以考虑到队伍的平衡，他很难许可这件事，这让沙曼有些失落。不过即便是会长同意招揽欧伦加入精英部队，可是他现在已改行当起了剑士，那么想必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拿出相应的战力。想到这里，沙曼便感觉前方的道路依然非常的艰难险阻。就这样一夜过后，第二天的晚上，欧伦也准时来到了工会，随后他便与沙曼走进了夜空银兔的总部。按照之前的约定，欧伦也如约来到了夜空银兔的总部。在与沙曼会合后，他俩便前往了工会的议事大厅。此时文斯会长已在这里恭候多时，在为欧伦做了简短的介绍后，沙曼便开始讲解起了这次的委托内容。教导探索的时间为3天，地点是从南之大迷宫的第1层到第51层。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所以他们当天只要到达指定的楼层便会返回地面。新人的队伍总共分为10组，由沙曼以及欧伦在内的5个人负责领队，他们的主要职责则是指导新人战斗以及处理特殊情况。在介绍完这次的委托内容后，沙曼便询问欧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为什么领队只有5个人，既然要施行如此乱来的计划，那么为什么不多带点上级的队伍？这样的话，对于新人的风险也会减少许多。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虽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将新人带到51层，但是他们要想得到成长那么多少，还是需要吃点苦头，所以这次才会安排5个人进行辅导。对于他的说辞，欧伦根本不信，他感觉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的理由。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想必对方也不会轻易告诉他这一个外人。想到这里，欧伦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了，看他已没有了其他的问题，于是沙曼便开始介绍起了本次的报酬。听完以后，欧伦吃惊地说道：“真的有这么多吗？毕竟12枚金币够他吃喝1整年的了。”而得到的答复却是童叟无欺，我们夜空的银兔认为你值这个价钱。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正式接下了这次的委托。就这样一夜过后，第二天的清晨，欧伦在经过了短暂的赶路后，终于来到了南之大迷宫的入口处。在看见附近已聚集了不少人后，欧伦便不禁地说道：“看样就是那边了。”正当他还在为此而若有所思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早上好啊，欧伦。”在看见是沙曼与索菲亚后，欧伦便随即与2人寒暄了起来。然而没讲2句，欧伦便发现索菲亚今天的着装有点不同，这也让他不禁地对其说道：“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高兴得面红耳赤了起来。看这气氛有点不对，于是沙曼便急忙质问欧伦，为什么他撩妹子的手段这么熟练？是不是因为有女朋友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否定，可能是因为之前与队友住在了一块，所以不知不觉间养成的习惯。听到这里，索菲亚便不解地问道：“那么欧伦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了吗？”这句话直接给沙曼整石化了，并让他不禁地问道：“索菲亚，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说你要主动送上门去吗？”听到这里，索菲亚急忙解释了起来。就这样，在一顿嬉闹过后，沙曼便打算正式开始今天的探索。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想到这里，沙曼便随即对欧伦说道：“接下来有一件事需要借助你的一臂之力。”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一脸问号，他不知道沙曼想要让自己做什么。想到这里，欧伦便感觉这次的教导探索果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虽然欧伦知道这次的委托肯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等进入迷宫，沙曼便要给他出一道难题。正当欧伦还在思考对方想要自己做什么时，沙曼突然将他带到了其他领队的面前，并随即为他们介绍了起来。看沙曼口中的说辞越来越离谱，欧伦只能打断了他的讲话，并亲自介绍了起来。听完后，其他人也开始做起了自我介绍。首先是安森与伯纳，他俩是负责队伍里的守卫职责，而凯西则是一名回复术士。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样的配置有点奇怪呀，如果自己没来的话，那么他们打算让谁来当前线输出？”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沙曼突然一脸坏笑地说道：“接下来该跟新人打招呼了。”随后他便召集了众人，并随即开始了攻略前的讲解。沙曼表示，虽然一上来就挑战大迷宫的中层领域确实有点危险，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工会已经请到了一位强力的外援，那便是站在他身边的欧伦。
对于他的实力，大家可以不用质疑，因为欧伦可是到达过大迷宫第94层的突破者。想必说到这里，你们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没错，欧伦正是勇者队伍里的一员，因此他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对大迷宫了如指掌。听到这里，新人探索者们立即沸腾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这是不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与他的表情不同，另外一边的沙曼则在看见队伍的士气是如此的高涨后，便随即一脸满意地宣布进军大迷宫。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便让各自领队回到队伍里做最终的确认。看到这里，欧伦便立即上去对他吐槽了起来。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欧伦的功绩是货真价实的，自己并没有夸大其词，况且将他身份说出来有助于稳定新人的军心。说到这里，沙曼便开始为他介绍起了第9班与第10班，这是欧伦所要带的队伍，其中第10班是备受期待的新人，只要能好好磨练一下团队配合，那么想必这次的前往中层应该也不算什么难事。就这样，在与沙曼分开后，欧伦便来到了第9班与第10班所在的位置。在清点人数期间，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欧伦的眼帘，此人正是索菲亚。他所在的队伍是第10班。在看见他们只有3个人后，欧伦便一脸不解地问道：“第10班的人还没有到齐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已经齐了，全队只有我们3人。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惊讶，因为3人的队伍非常少见，更何况还是由新人组成的队伍。对于这一点，其中一名队员表示，那是因为没有人能跟得上他们的步伐。这句话让欧伦有些无语，不过他也不想吐槽了。随后他便表示，既然都到齐了，那么先做下自我介绍吧。首先介绍的是洛根，他表示自己是第10班的班长，担任的位置是赋予术士，还有就是他总有一天会成为超越沙曼的男人。下一个介绍的是卡罗琳，他所担任的位置是守护者。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穿铠甲？”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是那种不用盾牌铠甲的守卫。”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崩溃，因为从他们的介绍来看，这一组除了索菲亚以外，剩下2个人完全就是问题儿童。想到这里，欧伦瞬间后悔接下了这一委托，因为他感觉这次任务的难度有那么一点点高啊。在看见自己队伍里竟是一群问题儿童后，欧伦显然已后悔接下了这次的委托。不过既然木已成舟，那么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了。在下到地下城不久之后，原本非常吵闹的新人也开始纷纷的安静了下来。不过总有那么几个问题儿童跟别人不一样，喜欢带着大家扯东扯西。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能看出卡罗琳之所以不停地找人说话，那完全是为了缓解大家的紧张气氛。这一点让欧伦感到了意外。虽然迷宫里的环境异常的危险，但是好在欧伦早已未雨绸缪，在经过的地方设置好了陷阱，这才没有让队伍受到前后夹击。就这样，在经过了半天的攻略后，新人队伍已抵达了南之大迷宫的第20层。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他们应该在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便会抵达首领的房间。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看样今天能提早结束。”虽说一开始他还在为第10班的3个人而感到了担心，但是在看完他们的战斗后，欧伦便感觉完成这次的委托应该不成问题。首先是洛根那边，他原本以为对方只不过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狂妄新人，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欧伦发现洛根作为赋予术士的确有模有样，如果再谦虚一点的话，那么假以时日他必定会有一番作为。接下来是卡罗琳，他虽然没有身穿任何的铠甲，但是他以极其灵敏的身法穿梭于怪物之中，速度之快让人感到了瞠目结舌。不过他那回避型的打法实在是太危险了。最后是索菲亚，虽然他与其他2人相比略显逊色，但是其实力早已超越了新人的范畴，如果行动上更积极一点的话，那么他作为新人而言就没有什么显著的缺点了。至于第9班嘛，只能说是未来堪忧。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夜空银兔的其他领队则已讨伐完了该层的首领，这让欧伦感到了惊讶。他没想到攻略的进展竟然会如此的顺利，看样之前他们太小看夜空的银兔了。就这样，在各自做好登记后，沙曼便宣布今天的攻略已经结束。随后众人便利用传送水晶回到了地面。在临走之前，沙曼曾叫住欧伦并询问他新人的状况。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第10班的新人可以说是未来可期。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现在的团队合作有点惨不忍睹。听到这里，沙曼只能一脸苦笑地说道：“他们现在可比以前好多了。”在说完这句话后，沙曼便与欧伦道了别。他们本以为这次的委托会像今天一样轻松的解决，但是次日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众人的幻想。在阅读完手中的报纸后，欧伦便一脸伤心地说道：“果然还是来了。”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无比的伤心。他没想到曾经的队友竟然会一点都不留情面，将他逐出队伍以及更换赋予术士的消息刊登到了报纸之上。不仅如此，而且剑圣奥利弗还在采访时表示，换人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前任的实力不足。之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欧伦的实力远低于赋予术士的平均水平。不过即便是这样，
勇者的队伍也依然到达了前人未曾踏足过的第94层，而昨天才加入的新成员名为菲利卡·彭特。据传闻，他的实力跟大陆最强的腹语术士沙曼克·劳德尔十分的相近。在得到如此强力的同伴后，相信勇者的队伍将会在大迷宫的攻略上更进一步。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的喃喃自语道：“真希望这条消息能等到教导探索结束后再报道出来。不知道那些新人在看完报纸后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自己，尤其是第10班的洛根，以他的性格来说，是否还会听从自己的指示还犹未可知。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既然已经报道出来了，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前去与大部队会合。然而此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这让欧伦吃了一惊。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勇者队伍所属的回复术士露娜便一脸焦虑地说道：“好久不见了，欧伦。”对于这点，欧伦表示的确如此。虽说离最后一次见面才只过去了4天而已，但是却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一样。之前他在勇者队伍里的时候，只有露娜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而他被赶出勇者队伍的那天，露娜正好家中有事，如果那时候他在的话。想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自嘲道：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看样他对勇者队伍还存有一丝的留恋。在稍微缓和了一下情绪后，欧伦便询问露娜找自己有什么事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欧伦，你愿意回到我们的队伍里吗？你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于他的讲话，欧伦已经隐约猜到了，毕竟露娜一直很看重自己。想到这里，欧伦便询问露娜：这是队里全员的意思吗？从今早的报道来看，我可不这么认为。对于报道一事，露娜虽然感到了不解，但是她还是坚定地表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只要欧伦愿意回来，那么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说服大家。虽然欧伦知道露娜是认真的，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既然出现了那种报道，那么他就绝无可能再回去了，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自己还没有读过今早的报纸，所以不知道写了什么内容。可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3人不是已经约定好了要一起攻略大迷宫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既然奥利弗已经把他逐出了队伍，那么就意味着那个约定已经无效了。听到这里，露娜虽然仍在极力劝解，但是欧伦已经下定了决心。再回了一句抱歉后，欧伦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虽然他也想实现3人的约定，但是现在那里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了，他们3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在来到集合点后，欧伦发现果然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新人们已看到了今早的报纸，并且相互讨论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脸尴尬地朝众人打起了招呼。虽然新人们立即回应了他，但是欧伦能看出来他们的表情与昨天明显不同，会困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当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那一旁的沙曼突然手忙脚乱地跑到了他的跟前，并随即道起了歉来。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该道歉的是我，一直没有将事实说出来。在寒暄了几句后，沙曼便随即表示，虽然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是他对欧伦的评价并没有改变，因此教导探索的任务如期举行。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自己定不辱使命，随后他便前往了队伍集合点。虽然索菲亚与卡罗琳对自己的态度跟往常一样，但是其他人明显与他们不同。看到这里，欧伦只能随即向众人说道：相信大家已看过今天的报道，内容基本属实，自己是因为实力不足从而被逐出了勇者的队伍，所以我并不是大家期待的那种勇者，抱歉瞒着你们。然而话音刚落，索菲亚便一脸激动地喊道：即便如此，欧伦还是很了不起的，毕竟那时候你仅用了眨眼的功夫便消灭了数十只兽人，所以说欧伦才不是什么实力不足。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了感谢。正如索菲亚所说的一样，他自认为还是有能力能将众人平安地带到51层，所以希望大家能跟之前一样，给自己足够的信任。就这样，在与小队充分的沟通后，他们便开始了今天的探索。虽然随着迷宫的深入，魔物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好在新人们还肯听从欧伦的指挥，这也让攻略的进度顺利了许多。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感慨道：多亏了索菲亚的一番话语，要不现在恐怕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处境。在探索期间，欧伦突然发现前方藏有魔物的气息，随后他便让第10班做好准备。然而话音刚落，魔物们便纷纷冲出了洞穴。看到这里，欧伦立即做出了指示，并让3人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在此期间，欧伦惊讶地发现，洛根虽然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但是他却能同时施展3种支援魔法，而卡罗莉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是目前来说基本也都能迎刃而解。3人里最让欧伦担心的是索菲亚，毕竟他前几天才刚遭受到兽人的袭击，那件事肯定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想到这里，欧伦一边对兽人使出敏捷下降，一边对索菲亚说道：冷静一点，现在你可不是一人在战斗，在你的身边不仅有卡罗琳与洛根，更有我陪着你，即便出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现在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所以尽管放手去做吧。欧伦的一番话语给了索菲亚极大的鼓舞，并让她感觉自己一定可以超越阴影。伴随着她那吟唱的开始，一股强大的魔力也开始汇聚于法杖之上。待她的魔法蓄力完成，索菲亚也随即使出了岩枪法术，其恐怖的威力让3人惊讶不已。
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我虽然让你超越阴影，可是没说让你超出常识啊！要知道刚才的一击可是已达到了上级的水准。”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惊讶无比，他没想到索菲亚的魔法已达到了上级的水准，不只是他，就连其余两人也没有想到索菲亚竟然会如此的厉害，仅仅只用一击便消灭了剩余的魔物。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表扬起了索菲亚，这让索菲亚高兴不已。趁着这股劲，众人一口气攻略到了迷宫的第36层。在达到既定目标后，沙曼便带着众人返回了地面。在叮嘱了一番后，他便随即解散了队伍。正当欧伦打算返回家中时，伯纳德与安森突然叫住了他，这让欧伦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他本以为对方想要质问自己被逐出勇者队伍的事，但是没成想两人只不过是来邀请他去一起吃晚饭的，这让欧伦有点惊讶。看样对方并不在意今早的那篇报道。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答应了下来。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洛根在临走之前特意找到了索菲亚，并询问他之前是否与欧伦认识。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的确如此，不过也没有认识多久。3天前他跟野队一块下迷宫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那时候正是欧伦救下了自己。听到这里，洛根立即表示，那麻烦你告诉我吧，欧伦那时候的样子，说得越详细越好。对于他的讲话，索菲亚有点没搞明白。看到这里，洛根只能为其解释道，比如说欧伦使用的魔法以及他那时候的作战方式。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当时欧伦释放了一种具有强烈风压的冲击波，随后他又在冲向兽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武器施展出了多种支援魔法，并用那把剑斩杀了所有的兽人。索菲亚的一番话语让洛根感到了惊讶，他没想到欧伦不仅会魔法，而且还会剑术。正当他还在为此而若有所思时，索菲亚突然表示，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欧伦在离开勇者队伍后似乎转型成为了前线输出。这句话瞬间让洛根怀疑起了人生，并让他不禁的喃喃自语道，这怎么可能？欧伦今天明明就是以一名赋予术士的身份，展现了堪称完美的运筹帷幄的能力。虽说今早的报道让我对他产生了误解，并且一开始他的战斗都是一些按部就班的指令，即千篇一律又枯燥无味，自己只是出于义务才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在经过了兽人的战役后，他对欧伦的看法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伦竟然能如此轻松地便对兽人施展出敏捷下降。要知道负面状态可是一种难度系数很高的支援魔法，使用时不仅要正确地把握对方的魔法抗性，而且在此之上还要进行缜密的调整方可发挥出极致的效果。即便是被称为最强赋予术士的沙曼克劳德尔也很少使用这类魔法，而如此难的支援魔法在欧伦的手中却如同低阶的火球术一般，轻轻松松地便施展了出来。在那之后，他们又在欧伦的指挥下进行了好几场战斗，这也让洛根随即明白了过来。一开始按部就班的只是为了测试他们的实力，在掌握完自己所需的情报后，接下来欧伦的指挥总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也让他们的战斗变得异常的轻松。没想到仅仅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战法，他们的实力便得到了成倍的提升，自己的指挥与欧伦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虽然从前他便被无数人称呼为天才，想尽赞美之词，但是如今看来简直是肤浅至极。如果说真的存在天才的话，那么一定是指欧伦那样的人。想到这里，洛根也随即确定了一点，那就是欧伦是凌驾于自己期待之上的西式赋予术士。在看见桌子上那极尽奢华的美食后，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没想到你们居然是这里的常客，想必夜空银兔的上级探索者收入一定非常可观吧？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哪里，跟勇者队伍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欧伦，你们不是也每天过着纵享奢华的生活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否定，因为他平时还需要处理队伍里的各项事宜，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的时间。听到这里，伯纳德便不禁地问道，勇者队伍里的成员关系好吗？世间经常流传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和，如果换作是平时的话，欧伦一定会回复无可奉告。但是因为今早的报道让他多少有些生气，所以欧伦感觉除了应当保密的事情之外，说其他的倒也无妨。想到这里，欧伦便表示虽然谈不上关系不和，但是其实他们私底下都是单独行动，毕竟大家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像是共进晚餐之类的事情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做过。听到这里，两人便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于是安森便转移了话题，开始询问欧伦在勇者队伍里的职位明明是赋予术士，为什么在跟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自称是前线输出，还有就是在下地下城的时候为什么又改用魔法进行战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在离队的时候便转型为了剑士，之所以会使用魔法，那完全是为了更方便的支援新人。听到这里，伯纳德便一脸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转为剑士？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这是自己从小的夙愿，况且他在勇者队伍里原本也是一名剑士，只是后来他们在攻略深层领域时碰到了瓶颈，并且因为某人的出现让他们不得不加快攻略的步伐，因此他们才会将目光投向赋予术士。而此时正巧自己对各领域都有所涉及，所以队伍便对他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听到这里，安森便不禁地说道，虽说为了队伍妥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不过你们最后还不是成功的攻略到了大迷宫的第94层，从结果来说你的转型是正确的吧？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正好相反。即便自己转为了赋予术士，他们也不该急于攻略迷宫的深层领域，而是应该进一步的厚积薄发。听到这里，两人便立即询问欧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此时欧伦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多了，这也让他随即回道：没什么，可能是我对原本的队伍有点太苛刻了。虽然欧伦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心里明白，今后勇者队伍攻略94层以后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完全为零。看欧伦并不想接着说下去了，于是伯纳德便换了个话题，开始询问欧伦理想中的剑士是什么。在思考了片刻后，欧伦便随即表示大概就是穷尽范而不精吧。这句话让两人感到了一脸问号。看到这里，欧伦便为其解释道，自己希望成为不依靠任何人，以一己之力便能独自攻破迷宫深层领域的剑士，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眼前的一幕让露娜感到了无比的伤心，她没想到欧伦居然会拒绝返回勇者的队伍，看样这次他是真的失望了。想到这里，露娜的思绪也随即回到了昨天的晚上。在将菲利接到勇者的据点后，大家便随即为其举办起了欢迎会。看到这里，奥利弗不禁地在心中感慨道，自己的队伍里终于有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赋予术士，这下子他们攻略的进度一定会提升许多。正当奥利弗还在为此而思考时，菲利突然表示自己太感动了，没想到大家居然会为他准备如此奢侈的晚餐。对于这一点，德里克表示这些都是小意思，毕竟那个烦人的守财奴已经不在了。之前欧伦那个家伙管理着一本叫做账簿的东西，刚才他们翻看了一下，发现上面的存储金额大得惊人，也不知道那个家伙为什么要那么小气。听到这里，奥利弗才想起来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之前都是欧伦在管理着队伍的财政以及周转的资金，所以就连他这个队长也不知道他们居然这么有钱。对于这一点，德里克表示肯定是欧伦想要独吞这笔资金，所以平时才会表现得那么抠门，幸亏及时将他逐出了队伍，要不大家的钱都被他一人挥霍了。听到这里，菲利便一脸疑惑地问道，你们说的那个该不会是队伍的活动资金吧？对于这一点，德里克表示活动资金是什么？他们平时都是用自己的钱买东西。听到这里，菲利只能一脸无奈地为其解释道，除了探索迷宫以外，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对吧？比如说这个房子的租金之类的。对于这点，德里克表示的确如此，但是比起租房子，还不如直接将它买下来。听到这里，安涅利立即表示了认同，这样的话，剩下的钱他们不就可以随便用了吗？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这件事以后再说，眼下还是先为菲利接风比较重要。然而正当众人准备举杯庆祝时，突然露娜一脸着急地冲了进来，并随即对众人说道，不好意思，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马上跟大家确认一下。然而在看见有陌生人在场后，他又欲言又止了起来。看到这里，奥利弗已经猜出露娜想要说什么了，毕竟之前他就一直反对将欧伦逐出队伍，所以他们才会挑露娜不在的期间动手。想到这里，奥利弗便随即表示菲利不是外人，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对于这一点，露娜只是回了句原来是这样啊，随后便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听说欧伦正在与夜空的银兔合作探索大迷宫，敢问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这句话让奥利弗吃了一惊，欧伦那个家伙怎么可能有那个胆量与实力？仅仅只过了3天的时间，便转会到了仅次于他们的大型工会。对于这点，安涅利表示明明已经警告过他要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么快就跑到别的工会去丢人现眼了？那个家伙不会以为就凭他那点实力能在特级队伍里混下去吧？对于他的讲话，露娜并没有理睬，而是继续质问奥利弗在他不在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听到这里，奥利弗本想在局面恶化之前将事实说出来以求谅解，但是没成想安涅利却先他一步，表示他们3天前就已经让那个犯而不精的欧伦卷铺盖滚蛋了。安涅利的一番话语让露娜感到了绝望，她没想到欧伦居然会离开勇者的队伍，这也让她随即喃喃自语道，欧伦终于还是对我们失望了吗？听到这里，德里克立即表示你脑子没问题吧？怎么说的像是我们被他抛弃了一样，反过来才对吧？是我们主动把那个犯而不精的家伙给炒鱿鱼了。这句话让露娜感到了震惊，并让她随即质问起了奥利弗，事实真是如此吗？在看见露娜竟然露出了这样的表情后，奥利弗便知道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想到这里，他便立即解释道，虽然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也因此请到了一位更有能力的赋予术士。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自己之前就已经反对过了吧，为何要趁着他不在的期间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听到这里，德里克便一脸愤怒地说道，你当着新人的面说出这种话也太失礼了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露娜的不屑一顾，这让德里克更愤怒了，随即他便要教训一下眼前之人。看到这里，奥利弗立即上前阻止了他，并告诫众人不要起内讧。随后他便向露娜表示，你自己也很清楚吧，欧伦的实力走到这里已经到头了。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这还真是闻所未闻。欧伦毫无疑问是这个队伍的核心，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并被人们称呼为勇者。在实力方面，欧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后没有了他的辅助，我们将会停滞于此，止步不前。听到这里，奥利弗便感觉对方是因为对欧伦存在着特别的感情，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荒唐的发言。
而安涅利则更为直接地对其说道：“虽然在你的眼里那个废物有可能是个神，但是在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累赘，而且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想要叫他回来也不可能了，就算不服也得给我接受。”听到这里，露娜也只能一脸伤心地表示，确实现在说这些可能已经太迟了。为缓解一下这紧张的气氛，于是奥利弗便表示要宣布一下今后的计划，他打算明天自由活动一天，后天则直接前往迷宫的第92层进行队伍的磨合。虽然他很想马上攻略第94层，但是那未免也有点太操之过急了。然而话音刚落，露娜便表示了反对。听到这里，德里克立即一脸愤怒地骂道：“你能不能别在这里破坏队伍的氛围？”而奥利弗则询问露娜为什么要反对，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很简单：“我只是不想自杀而已。”这句话让奥利弗感到了吃惊，听露娜的语气就像是去92层等于自寻死路一样。想到这里，奥利弗便随即回道：“现在92层威胁不了我们的生命。”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你为何能如此断言？”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之前带着欧伦那个累赘都能到达94层，而现在这支队伍里有比那个家伙强上数十倍的富裕术士，相信这一次他们将会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我们应该还不清楚他的真实实力吧？况且无论他的实力如何，我们首次的队伍磨合也应该选择危险系数更低的楼层才对。”听到这里，奥利弗也忍不下去了，他感觉对方一定是因为欧伦的关系，所以才会在这里唱反调。为了让他看清现实，于是奥利弗便随即表示这是队长的命令，不容拒绝。听到这里，露娜先是叹了口气，随后表示：“我知道了，看来已经结束了。”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晚宴。看到这里，菲利便一脸担心地说道：“我真的能和他友好相处吗？”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让他不用担心，过段时间露娜的情绪应该就稳定了。听到这里，菲利立即露出了意义不明的笑容，并随即小声地喃喃自语道：“那我就放心了。不过他的力量始终是个麻烦，明明那个碍事的家伙好不容易被赶走了。”在看他有些异常后，奥利弗便询问菲利刚才有说什么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我只是希望能够早日与他和睦共处。在前往集合点的路上，欧伦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十分在意的消息，那就是新生勇者队伍今天似乎要进入迷宫的深层领域。虽然他们想尽快攻略到第95层，但是因为有新人的加入，所以他们打算先去92层磨合一下。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的喃喃自语道：“还以为他们会再悠闲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所行动了。不过话说回来，新人刚进入队伍就去92层磨合，这是要闹哪样？果然那帮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行事冒进不顾后果。不过也罢，毕竟他们是死是活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与此同时，南之大迷宫第92层的某处，勇者队伍正在与该层的魔物进行着激战。面对眼前这只狂暴的猛蟒，奥利弗在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后，终于斩断了对方的吐息。不过他并没有将其完全干掉，这一点让他感到了烦躁。为什么自己身上的支援魔法总是这么快就断了？在增幅状态结束的瞬间，他的身体会恢复到原始的状态，这也让他感到了全身上下像套满了沉重的枷锁一般。这种反反复复的感觉让奥利弗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了极大的负担。之前与欧伦明明只磨合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可今天进入大迷宫都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还是这么不顺利？想到这里，奥利弗便提醒菲利再给自己加一次状态。对于这一点，菲利表示了抱歉，自己马上就会找到感觉的。听到这里，奥利弗便感觉菲利之前一直活跃在西之大迷宫，所以在来到这个新的环境后，可能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总感觉菲利在来到92层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想到这里，奥利弗便向菲利表示自己和德里克在前线输出时有很多死角无法顾及到，所以需要他实时的告知周围魔物的动向。毕竟赋予术士的位置可以洞察全局，这种小事应该能办到吧。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怎么可能？我现在光是维持支援魔法就已经很吃力了。对于这一点，奥利弗感觉欧伦毕竟跟他们组了将近10年的队伍，所以一上来就要求新人跟他一样确实有点苛刻。正当他还在为此而若有所思时，突然那魔法的轰鸣声传入了他的耳中。看到这里，奥利弗便立即向安涅利喊道：“为什么你一直在那里划水？要知道这里可是迷宫的深层领域，所以请你认真一点行不行？”对于这一点，安涅利表示自己一直很认真，就跟平时一样，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的攻击魔法总是如此的刮痧。这句话让奥利弗感到了不解。听到这里，德里克也让他不要再迁怒别人了，毕竟他们两人今天也不在状态。对于这一点，奥利弗感觉的确如此，自己的攻击力也明显下滑了许多。如果是平时的话，那么无论对上何种敌人，他都能100%的挥出称心如意的一击，但是今天却完全做不到。明明身体能力凭借支援魔法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为什么还会这样？德里克也跟平时不同，面对魔物的强攻，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好几次都几乎无法招架住对方的攻势。想到这里，奥利弗便不禁地喊出了可恶2字。为什么我们会菜成这样？勇者队伍里的众人本以为在更换完辅助后，他们的实力将会得到质的飞升，但是没成想他们今天的表现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这也让奥利弗气愤地喊道：“我们为什么会菜成这样？”此时一直沉默的露娜终于开口了，她表示就连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想不明白吗？听到这里，奥利弗才想起来，今天好像只有露娜的表现跟往常一样，这也让他随即询问起他们不顺的原因，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想到你们居然会愚蠢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无语。听到这里，安涅莉立即对其质问道：“看着我们陷入困境而置之不管，你就是这样对待同伴的吗？”在听见同伴两字后，露娜立即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她表示，既然现在的确还是这种关系，那么没办法，自己就尽一点同伴之意吧，告诉你们问题出在了哪里。然而话音刚落，一股强大的威压便席卷了全场，这也让众人瞬间毛骨悚然了起来。与此同时，一只庞然巨物也正在朝他们飞来。这只魔物的全身不仅覆盖了能几乎无视一切攻击的不祥黑灵，而且其咆哮声甚至能够令身经百战的特级探索者陷入连灵魂都被冻结的恐惧，使得他们一步都动弹不得。其名曰黑翼，乃是南之大迷宫第92层的层主。眼前的一幕让奥利弗陷入了混乱，他不解为什么黑翼会主动找上门来。虽说91层以后每一层都会有一个层主，并且他们每一位都拥有着强大的全能，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活动。至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层主踏出领域范围的先例。当初欧伦尚在的时候，勇者的队伍也是在黑翼的活动范围内跟他进行了一番苦战后，才好不容易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此时奥利弗他们可是在领域的外面，为什么层主会突然来袭？正当奥利弗还在为此而纳闷时，黑翼已降临到了他们的面前，其落地时产生的风压甚至将勇者队伍里的众人吹出了数米，这也让奥利弗不禁地感觉眼前这只魔物似乎比之前强上了许多。明明以前黑翼并没有如此恐怖如斯的威力。想到这里，奥利弗便立即对菲利说道：“你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还没上好 buff？” 然而让奥利弗没想到的是，此时菲利早已被吓得完全僵住了，这也让他不禁地吐槽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种情况，就连欧伦那个家伙都能及时施加增幅状态，为什么实力在他之上的菲利却做不到？”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露娜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奥利弗队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胜算，所以还请你为大家争取一下撤退的时间。”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了认同。如果在这里被黑翼追上了，那么他们就完蛋了，看样只能使用那招了。眼前的一幕让勇者队伍里的众人感到了绝望，他们没想到楼层的首领居然会离开自己的领域，突然对他们发起攻击，与之交战的话他们必死无疑。所以为了争取撤退的时间，于是奥利弗便强行叫醒了菲利，并让他对自己施展出最强的增幅魔法。他打算使出全力的一击，以求能暂时击退黑翼巨龙。听到这里，菲利便立即施展出了全能力上升，其产生的增幅效果让奥利弗不禁的感觉自己只需要一击便可以化险为夷。想到这里，奥利弗也随即使出了自己的异能魔力收缩。伴随着这一技能的成功施展，奥利弗手中的武器也开始闪耀起了耀眼的金光。此情此景让菲利惊讶不已。看到这里，露娜便为其解释道：“那是奥利弗所持有的独立于魔法之外的异能，其能力便是将周围的魔力汇聚于一点。虽然它的原理极其单纯，但是当那份庞大的魔力被凝聚到极点后，便能释放出魔法所不能匹敌的究极破坏力。虽说此时奥利弗手中的金光看似美丽无比，但是它却能给万物带来毁灭的命运。此时奥利弗已蓄力完成，只见他对着黑翼的方向，便随即展出了自己的最强奥秘天闪，其恐怖如斯的威力瞬间便将黑翼淹没其中。看到这里，奥利弗便一脸自信地说道：“想必此时黑翼已丧失了飞行的能力，毕竟上次他就是用这招轰掉了对方的翅膀。这次有了菲利的辅助，他的攻击应该给黑翼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所以趁着对方无法动弹，赶紧撤离此地吧。”然而话音刚落，他的身后便传来了黑翼的咆哮声。眼前的一幕让奥利弗震惊不已，他的天闪居然没有伤到对方一根毫毛。还没等奥利弗从这混乱的思绪中恢复过来，那黑翼的攻击便已袭来，躲闪不及的奥利弗随即便被其重重的击飞了出去。这绝望的一幕瞬间让众人感到了大事不妙。不过虽说黑翼的攻击让奥利弗受了不小的伤害，但是好在他还能动弹。不过话虽如此，但是眼下就连他们最强的攻击手段也无法伤到黑翼分毫，那么接下来他们岂不是只能单方面的被动挨打吗？在看见他的状态有些不正常后，露娜便一脸担心地说道：“奥利弗，你还好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露娜，求你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才好？”这句话让露娜感到了愤怒，她表示队伍的抉择可是队长的责任，所以请你振作一点吧。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她知道奥利弗已经指望不上了。想到这里，露娜只能随即表示：“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使用出入无常之门了。”面对眼前这只恐怖如斯的怪物，勇者队伍里的众人可以说是毫无办法，这也让他们随即陷入了绝望。为了能够脱离险境，于是露娜便建议使用出入无常之门。这是一种能强行与其他空间进行连接的魔导具，虽然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但是这一道具却存在着2个致命的缺点。
其一便是移动的地点是随机的且无法选择，其二则是它会100%的传送到除深层以外的其他层主面前。不过虽说移动后立即要跟其他首领进行战斗，但是总比与黑翼战斗强。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了赞同。随即他便召集起了同伴，准备使用出入无常之门。虽然这让他很不甘心，但是奥利弗知道除此之外已没有其他办法了。然而就在他打开传送门的瞬间，那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黑衣巨龙好似猜到了他们心思，突然开始狂暴了起来。伴随着他那翅膀的扇动，周围也开始刮起了狂风，这也使得勇者队伍里的众人根本无法接近传送门。然而还没等他们想出对策，黑翼竟直接朝他们冲了过来。看到这里，奥利弗只能让全员进行避让。眼前的一幕让露娜感到了蹊跷，她感觉黑翼的目标有可能不是他们。果不其然，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黑翼竟冲进了他们开启的传送门。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始料未及。虽然露娜与奥利弗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其余几人显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此时他们竟在那庆幸自己得救。听到这里，露娜立即一脸气愤地说道：“亏你们还能说出这种话来！要知道现在这种可是最糟糕的情况。”此时黑翼已不知道被传送到了哪一层，他很有可能会立即对周围的探索者发起攻击。听到这里，德里克便询问露娜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只能去找总工会了，拜托他们使用工会卡片上的功能，将迷宫里的所有探索者强制送还到地面。对于这一点，菲利也表示了认同。虽然总工会肯定会对他们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奥利弗感觉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到这里，众人便随即开始了回城之旅。在此期间，露娜曾向奥利弗表示，在将迷宫清场之后，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黑翼并将其消灭。但是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做到这点。因此他建议首先让菲利与欧伦进行调换，然后再进入迷宫讨伐恶龙。这句话让众人吃了一惊，德里克甚至质问露娜是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是认真的。虽然让欧伦帮我们收拾烂摊子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们现在已没有其他办法。对于这一点，德里克有不同的见解。他表示现在他们本来就处于低谷期，要是再带上那个能力不足的家伙，那么跟送死有什么两样。然而话音刚落，露娜便对其大声呵斥道：“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醒悟吗？虽然现在说这些可能已经晚了，但是还是有必要让你们明白一下自己乏力的原因。其实你们今天的状态是完全正常的，跟以前相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露娜的一番话语让勇者队伍里的众人震惊不已，她竟然表示大家的状态跟平时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今天的表现会如此的菜？就连奥利弗最强的招式也无法伤到黑翼分毫。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队伍里没有欧伦，还有就是刚才你的天闪其实已释放出了原本的威力。这句话让奥利弗感到了不解。看到这里，露娜便为其讲解道：以前欧伦会在你们进行攻击以及防御时，使用自创魔法对你们进行支援。说到这里，露娜便询问奥利弗是否知道支援魔法的共同法则。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了肯定。支援魔法的提升效果是根据施法者的能力而定，而持续时间则是根据受术者的魔法抗性，其平均持续时间为3分钟，因此赋予术士需要每3分钟重新对其施展一次支援魔法。对于这一点，菲利表示大体上是这样没错，但是因为大家的魔法抗性远超平均水平，所以支援魔法在各位的身上所能持续的时间不足2分钟，其中奥利弗队长的抗性最为异常，支援魔法在你的身上只能维持1分钟左右。这句话让奥利弗感到了吃惊，这种事他以前可从未听说过。不过即便如此，菲利的能力也要比欧伦强上许多，所以奥利弗感觉根本没有必要换回来。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欧伦真的只是一名平庸的赋予术士的话，那么自然没有这个必要。但是问题在于，欧伦拥有别的赋予术士所没有的能力。当初他在转职的时候便已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为了弥补自身的缺点，于是他便独自开发出了数个自创魔法。对于这一点，奥利弗感觉就算是这样，结果不也还是未及他人分毫吗？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要知道，在欧伦所创造的独创魔法中，可是有着能够使能力提升50倍以上的支援魔法。这句话让奥利弗惊讶不已，不只是他，就连菲利都大呼离谱。他表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连最强的赋予术士沙曼克劳德尔所能提升的数值也只有10倍左右。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虽然其效果不足1秒，但是欧伦确实能施展出这种支援魔法。一直以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候发挥出最大的力量，那都要归功于欧伦的支援。听到这里，奥利弗便表示，也就是说，我的天闪只有在欧伦的辅助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的确如此，不只是你，就连安涅利的魔法都是受到了欧伦的恩赐才会有那种惊人的威力。还有就是奥利弗以前一直都是借助欧伦的支援来缩短收搜的时间，如果刚才能好好花时间收搜的话，那么想必应该还是能击毁黑翼的翅膀。然后安涅利也是一样，你一直以来都错把基于支援魔法的攻击误认为是自己的实力，最近还禁用些简单的终极魔法，搞不好你现在已经用不出那些需要时间和集中力的特级魔法。
听到这里，安涅利立即表示，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别给我施加增益魔法不就行了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你当初在加入队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达了迷宫的86层，那里根本不是能够保留实力的地方，所以欧伦之前才会屡次邀请你去中层练习，但是你却一直充耳不闻。听到这里，德里克便询问露娜，她的防御难道也是靠欧伦的支援吗？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了肯定，虽然效果只有一瞬之间，但是却能让你获得莫大的加成。欧伦的自创魔法所发动的对象既可以是装备，也可以是魔法本身，所以在增益结束的时候不会产生身体突然变成的不适感。现在想想，那个家伙还真是恐怖如斯，竟然连支援魔法的固有缺陷都能克服。同样的话，我之前应该也说过很多次了，自己之所以会那么坚持反对逐出欧伦的理由，你们现在能够理解了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虽然总算是理解了，但是也已经太晚了。眼前的一幕让迷宫入口的探索者感到了惊讶，他们没想到勇者的队伍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磨合好了，跟新成员的配合也没有问题了，看样他们不日便可以攻略南之大迷宫的第94层，真不愧是勇者大人，就连深层领域的魔物都能一击必杀，果然勇者队伍就是他们探索者的希望之星。如果是换作平时，众人肯定会因为他们的一番话语而感到高兴，但是此时此刻这些赞美之词在他们的耳中却是如此的刺耳。要知道现在他们可是将整个迷宫里的探索者都置于危险之中，被曾经打倒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毫无还手之力，这样的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被人们称呼为勇者。不过话虽如此，但是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得尽快解决此次的事件，以此来向众人证明他们绝不是只会依赖欧伦的队伍。然而让奥利弗没想到的是，就在不久之后将会发生一件轰动大陆的事件。这件事还得从几个小时前说起。当时欧伦在进入迷宫之前便察觉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毕竟只要完成今天的教导探索，那么夜空银兔的委托便算是完成了。况且在经过了这几天的磨合后，他感觉这支队伍抵达迷宫的51层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不知道为何今天的大迷宫总是散发出一种不祥的气息，难道说是因为有个家伙总是盯着自己的缘故吗？为了转移注意力，于是欧伦便找到了卡罗琳，并随即跟他闲聊了起来。在此期间，他曾建议卡罗琳以后战斗的时候多考虑一下身为守卫者的职责，这样的话既可以将魔物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也可以跟队友进行配合。对于这一点，卡罗琳表示这样的话会给同伴造成负担，所以他还是希望独自一人在前线战斗。听到这里，欧伦便随即表示个人能做的事始终有限，就连夜空的银兔以前那位头号王牌阿尔伯特也是如此。听说他生前可是非常重视与队友的配合，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去年他在与92层的层主黑翼的战斗中不幸殒命了，这也导致了夜空银兔的战力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大迷宫攻略方面，不得不将领头羊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勇者的队伍。时至今日，夜空的银兔也没有恢复元气，深层领域的层主就是这么恐怖的存在，搞不好勇者的队伍今天也会跟他们一样，在与黑翼的战斗中失去宝贵的战力。听到这里，卡罗琳便表示阿尔伯特是为了保护同伴而死的，而且他保护的对象竟还是应该守护大家的守卫者。为了不让相同的悲剧发生，所以只要我一人在最前线战斗就行了，这样的话其他人就不会遇到危险了。在发现说完夜空的银兔头号王牌阿尔伯特后，卡罗琳的表情突然凝重了起来，这也让欧伦不禁的感觉这个话题不是他一个外人该涉及的，于是他便在闲聊了2句后就草草的结束了2人的对话。与此同时，索菲亚在看见欧伦竟单独指导卡罗琳后，竟也凑了上去并询问对方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欧伦首先了解了一下他对魔法的理解程度，然而让欧伦没想到的是，索菲亚虽是一名新人，但是却能将魔法的基础理论对答如流，这也让欧伦觉得即使告诉他更高阶的方法也应该没有问题。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将并列构筑的理论说了出来，这是一种能同时构建2个以上的术士，对于上级魔法师而言可以说是一门必修课。听到这里，索菲亚便一脸不解地问道，同时构建2个法术这种事真的能做到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不久之前，洛根就曾同时施展过3种支援魔法，况且有些佼佼者别说是同时构造2种术士，就算是几十种也不在话下。这句话吓了索菲亚一跳，她感觉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么他跟怪物应该也没什么两样。想到这里，索菲亚便问欧伦并列构筑为什么那么重要。他感觉只要掌握特级魔法便已经是个够格的上级魔法师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迷宫里有很多魔物是无法仅靠一次特级魔法打败的，如果再次吟唱的话不免会陷入真空期，而此时并列构筑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在一个魔法构筑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再同时构筑另外一个魔法，如此一来的话便可以高效的发动魔法。听到这里，索菲亚恍然大悟，并列构筑正是能解决魔法师短板的利器。看到他已理解了其中的重要性，于是欧伦便表示其实你已具备了在中层作战的实力，所以完全可以找个前辈来指导，相信沙曼会非常乐意教你的。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比起让姐姐来的话，其实我更希望是欧伦来教我。这句话让欧伦有点吃惊，
然而正当他想要拒绝时，突然索菲亚两眼泪汪汪地说道：“是不是不行啊？”看到这里，欧伦瞬间 hold 不住了，他表示只要你姐姐不介意的话，那么让我来教你也不是不可以的。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一脸高兴地说道：“关于这一点不成问题。”就在两人还在闲聊的时候，大部队已抵达了第40层的首领房间。看到这里，沙曼便随即将领队召集了起来，并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在此期间，欧伦曾表示时间有限，所以他会以前线输出的身份支援好两人，并将这场战斗控制在几分钟之内解决。这句话让安森与伯纳德吓了一跳，他俩感觉在几分钟解决首领这是有点不太现实。就这样，在将新人安顿好后，领队们便开始了与层主的交战。这还是他们3天里来的第一次配合，其散发出来的超强魄力让新人们看的那是一个目瞪口呆。2名守卫者在正面一边吸引着巨人的注意，一边保护队友，并同时持续进行攻击，而欧伦则是犹如幽灵一般神出鬼没，不经意间便在死角处对首领发起偷袭。在3人集中攻击巨人下半身的期间，剩余2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则是使用远程魔法对巨人的上半身进行火力压制。明明是初次合作，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多余动作，每个人都完美的执行了自己的职能。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这场 BOSS 战转眼间便已结束。众人的英姿让新人们感到了神往，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欧伦他们一样站在同样的高度。与新人们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安森与伯纳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场战斗竟真的只用了几分钟便结束了，这也让2人不禁的异口同声道：“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眼前的一幕让2人感到了惊讶，他们没想到真如欧伦所说的一样，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消灭了层主。让他们如此之快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这次那个巨人没有展开像样的攻击。这一点让安森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次楼层的首领会这么老实。听出他话里有话后，伯纳德便不禁地说道：“难道说是欧伦封住了巨人的行动吗？虽说他的剑术差不多勉强可以到达上级的水准，但是再怎么说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后首次以剑士的身份参战，所以有点不大可能吧。”对于这一点，安森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巨人这次之所以会这么老实，那完全是因为在他即将做出攻击的前一刻，欧伦预判了他的行动，并将其扼杀在了摇篮里。毕竟无论什么生物，攻击前都会有所谓的前摇动作。安森的一番话语让伯纳德不敢相信。要知道，欧伦不仅有着数年的空白期，而且要做出以上行为需要精神相当的集中，在支援队友的同时，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对于这一点，安森表示欧伦完全有可能做到，毕竟他的志向可是要成为凭一己之力踏破迷宫深层领域的剑士。不过不管怎么说，一会在讨伐50层的首领时，他们便会知道答案了。就这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攻略后，众人也成功抵达了50层的层主领域。只要打败眼前这个家伙，那么他们这次的任务便算是完成了。想到这里，沙曼便随即下达了攻击的命令。为了减少攻略的难度，于是欧伦便打算先斩下首领的左前。他的这一动作吓了众人一身冷汗，安森与伯纳德都感觉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欧伦竟然开启了挂来，使出了他那独门的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技能，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那硕大的钳子竟真被他斩了下来。这也让众人不禁的惊呼道：“这也太逆天了吧！”刚才欧伦所使用的支援魔法，正是那个可以将自身威力强行提升几十倍乃至100倍的独创技能。在看见对方已失去了最大的武器后，于是欧伦便随即表示，只要击破首领的护甲，那么他们便能赢得胜利。看到这里，沙曼也立即回了句干得漂亮。随后他便下令发起总攻，因为对方已没有了威胁，所以这场战斗仅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便已结束，50层的攻略也顺利完成了。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感叹道：“这样一来的话，他的任务算是告一段落了。只要一会去51层登记完水晶后，他们便能平安无事地回到地面了。”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高兴时，那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周围的魔力浓度突然开始了急剧攀升，与此同时，索菲亚的身后也出现了空间的扭曲，伴随着一声怪物的咆哮，一只庞然巨物竟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绝望，他不明白为什么深层领域的首领会出现在中层。伴随着非裔巨龙的出现，也意味着欧伦最坏的一天开始了。在成功攻略完50层的首领后，原本众人还沉浸在一片喜悦中，但是让欧伦没想到的是，他虽然已被逐出了勇者的队伍，但是那群人竟然还在这给他挖坑呢。眼前这只漆黑的巨龙虽然突然出现在了50层，但是欧伦还是一眼认出，对方正是君临92层的暴君，其名曰黑翼，乃是死亡与毁灭的化身。即使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众人，其产生的威压也足以使得在场的所有人感到窒息。伴随着内龙之吐息的蓄力，沙曼才终于回过了神来。然而正当他要下达指挥的命令时，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脚竟然不听使唤了。不只是他，就连其他人也因恐惧而动弹不得，这让沙曼感到了大事不妙。正当他还在为此而绝望时，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入了众人的耳中：“全体领队拿出必死的决心，拼死也要保护好新人。”欧伦的表现虽然让沙曼感到了惊讶，
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这是在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战斗后才能锻炼出来的勇气。得益于欧伦的吼叫，众人也终于振作了起来。随即沙曼便做出了相应的指挥，他一边让伯纳德与安森构筑好防御的态势，一边让凯西在守卫者的前面架起一道魔法屏障，以求能守住黑翼的攻击。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不过虽说借助魔法效果理论上可以让守卫者的防御态势坚如磐石，但是面对黑翼所释放出来的吐息，刹那间所有人还是感到了死亡的逼近。不过有一个人除外，只见欧伦对着魔法屏障的方向施展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伴随着他那技能的成功施展，众人的前方也亮起了一道希望之光，这也使得凯西的魔力屏障瞬间坚硬了数十倍。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心中祈祷，希望能够出现奇迹。然而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那龙之吐息也在领域的中间炸裂了开来。不过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最终他们还是成功的抵挡下了黑翼的攻击。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安森与伯纳德显然已到达了极限，以他们现在的状态绝无可能抵挡住下一波的攻击。不过好在中层领域的大小并不适合大型魔物的行动，这样的话离他下一波的攻击还有一段时间。然而话音刚落，欧伦便惊讶地发现层主领域竟然开始不断地扩大了起来。难道说迷宫正在适应黑翼的到来吗？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喃喃自语道，明明深层领域的首领出现在中层就已经够异常了，现在还取消了对方的身体限制，这不是明摆着要置他们于死地吗？想到这里，欧伦突然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通往51层的道路已经打开了，只要所有人抓紧跑到转移水晶那里，那么他们便能脱离险境。然而在看了一眼众人后，欧伦便已知道现在还能正常行动的看样只有他一人了，也就是说只要他把夜空银兔的众人当成诱饵的话，那么他便可以独自一人逃出升天。虽然通往51层的道路近在咫尺，但是因为太过恐惧的关系，所以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已陷入了无法动弹的窘境。魔物有着往人多的地方移动的习性，所以一会黑翼恐怕会直接朝人群冲去，如果将他们作为诱饵的话，那么自己便可以独自生还。然而这一想法仅在欧伦的脑中停留了片刻，便被他直接否决了。这种背信弃义抛弃同伴的事他可做不来，况且教导探索的委托还没有结束，他现在依然还是这些新人的领队，所以只要他的命与剑还在，那么他就绝不允许这些出生的萌芽被黑翼扼杀在摇篮里。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在这么多人无法动弹的情况下，仅仅只是争取时间撑到全员撤离，这一想法显然不太现实，所以若想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就唯有与黑翼一战，且赢下最终的胜利。想到这里，欧伦便趁着迷宫与黑翼还没有完全适应时，突然对其发起了突袭。眼前的一幕让沙曼始料未及，不只是他，就连黑翼也没有想到区区蝼蚁竟也敢反抗自己。趁着对方还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时，欧伦随即对巨龙的眼睛发起了偷袭。不过就在即将击中时，黑翼竟突然闭上了眼睛，其坚硬的鳞片立即将2把短剑弹飞了出去，这让安森与伯纳德大呼可惜。不过很快他们便察觉出了不对，欧伦真正的目的是想在黑翼闭眼的瞬间趁虚而入，在空中对其发起斩击。伴随着欧伦那独创技能的成功发动，一声巨大的轰鸣也开始响彻全场，黑翼那庞大的身躯也被欧伦硬生生地击飞了出去。看到这里，沙曼便不禁地问道，得手了吗？然而话音刚落，烟雾中便再次传出了那恐怖的龙鸣。与此同时，欧伦也开口说道，有没有搞错？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无法伤到他吗？听到这里，沙曼立即询问欧伦有没有事，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没事。沙曼，你们就像现在这样全力保护新人就行，黑翼那边就交给我来对付吧，不必担心，我有胜算，新人们也是一样。此情此景有可能让你们无法冷静，但是请你们务必相信我，并老实地待在原地。我向你们发誓，定会将所有人安全地带离此地。在说完这句话后，欧伦便再次冲向了黑翼。为了不波及到众人，于是他便使用魔法攻击，将黑翼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另外一侧。面对蝼蚁的挑衅，黑翼根本不屑一顾，随即他便要让其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魔法。然而让黑翼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来势汹汹的火球，欧伦竟丝毫不慌，因为他早已有了对策。对付这种单纯的攻击，有一个魔法可谓是相当的奏效，那便是反射屏障。伴随着这一技能的成功施展，那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黑翼的火球竟然被反弹了回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始料未及，就这样在一声轰然的巨响下，黑翼竟然被自己的火球给击中了。眼前的一幕让黑翼巨龙始料未及，他没想到欧伦竟然还能将他的攻击反弹回来。不只是他，就连其他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魔法。反射屏障乃是欧伦独创的魔法之一，只要与其接触，那么无论是物质还是能量，最终都会以垂直的方向直接反射回去。不过虽说欧伦使用这一招让黑翼自食了恶果，但是即便被自己的火球击中，黑翼也依然毫发无伤，这让沙曼震惊不已。与他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欧伦那边，在看见这一招也不管用后，欧伦只能一脸严肃地说道，看来是时候要下定决心了，以此来贯彻自己的誓言。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的周身也开始亮起了数道法阵，不多时他们便化为了璀璨的星光，
开始冲击欧伦的全身。这一支援魔法名为全能力上升，乃是通过将6种基础法术并列构筑，从而达到各项数值全部上升的效果。因为其施展难度异常之高，所以也只有少数的高阶赋予术士才能在实战中运用自如。虽然欧伦使出了这一强力的招式，但是沙曼还是为他感到了担心，因为这一支援魔法最多只能提升2倍左右的数值。然而话音刚落，欧伦便随即使出了多重赋予全能力上升。伴随着这一技能的成功施展，欧伦的魔力浓度也开始了急剧攀升，这让沙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还不算完，紧接着欧伦又使出了3重赋予、4重赋予以及最后的5重赋予。眼前的一幕让沙曼震惊不已，甚至都让他开始怀疑起了人生。将全能力上升进行重复叠加这种事，他可是闻所未闻，更别提还是叠加了5次。在如此之多的增幅效果加持下，他这个最强的赋予术士甚至都无法估算出欧伦现在的能力究竟达到了何种境界。不仅如此，而且此时欧伦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份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场，甚至都让沙曼不禁的感觉他们的面前站着的是2位深层领域的层主。与此同时，黑翼也注意到了欧伦的异变，这也让他立即认真了起来。随后他便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快速地朝欧伦攻去，这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担心了起来。与众人的表情不同，身为特级探索者的沙曼则勉强捕捉到了欧伦的动向，这也让他随即喃喃自语道：竟然一瞬间就跳到了那种地方，这速度也有点太快了吧，这可不是单凭提高了身体的能力就能做到的事情。刚才欧伦所施展的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说支援魔法根本无法进行叠加，即使连续赋予同一个法术也只能重置持续时间而已。不过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而欧伦独创的多重赋予则是利用了魔法的漏洞，通过作弊得以成立的技术。所谓的5重赋予则是连续5次发动多重赋予，欧伦的支援魔法提升幅度约为2倍，而在使用完5重赋予后，这一效果则会提升到32倍之多。不过虽说这一魔法非常的逆天，但是它也同时存在着2个缺点，其一便是这个魔法对欧伦以外的人不起作用，其二则是只能用在短时间的决战。因为由于并列构筑了多达30多个法术，所以这一魔法会对术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想到这里，欧伦便想趁着多重赋予生效的期间，尽快将黑翼解决。为什么这种悲剧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明明早上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为什么当他们修行回来后，村子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虽然欧伦与奥利弗很想知道其中的答案，但是显然已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了。这撕心裂肺的痛处让奥利弗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为了不再被夺走任何东西，他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欧伦也是一样，他发誓要变强到足以改变命运的程度，这样的话无论遭遇到何种境地，他都能够保护好自己所珍惜的一切。没有错，为了不再输给这个蛮横无理的世界，欧伦成为了一名探索者，并不断地追求知识与力量。如今正是兑现誓言的时候了，所以此时此刻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将眼前这个不合理的存在彻底的击溃。想到这里，欧伦便再次朝黑翼攻去。然而这次还没等他跑到对方的跟前，黑翼竟利用身体的优势，率先对其发起了攻击。没有办法的欧伦只能再次朝上方跳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其实黑翼刚才的攻击只不过是幌子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逼着欧伦进入无法招架的状态。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原来如此，这一手还不赖，不过非常遗憾，对我不起作用。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竟在空中制作出了一个漂浮的平台。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倍感震惊，在空中制作立足点这种事，他们可是闻所未闻。不仅如此，而且看它的构筑过程也不像是某种魔法，正如沙曼所想的一样，刚才的招式其实是欧伦的异能魔力收缩，世上仅有奥利弗与欧伦才能使用的一种之力。虽然奥利弗只是将其作为攻击的手段，但实际上它的泛用性极高，比如说将收束到的魔力朝一定方向释放出去，便可以化为推进力，从而用于空中移动。此时欧伦正利用这点快速朝黑翼攻去，在即将接近对方身体时，他随即对自己的武器使出了锋利度以及耐久度上升，还有瞬间能力超上升。在如此之多的增益加持下，那坚如磐石的漆黑龙鳞竟被欧伦硬生生地划开了一道口子，这也让黑翼不禁地惨叫了起来。看到这里，新人们无不为其拍手称快。然而只有沙曼看出了不对，欧伦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余裕，而与之相比的话，对方那边显然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伴随着黑翼魔力浓度的再次升高，欧伦也察觉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欧伦所在的位置竟凭空炸裂了开来。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以至于就连沙曼都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不过好在欧伦并没有中招，此时众人才注意到两人的中间竟出现了一把紫色的长枪。难道说黑翼可以随意改变龙霭的形状，使其变换为武器吗？在仔细观察后，欧伦发现黑翼刚才所使用的招式跟他的魔力收缩极其的相似。黑翼之前的攻击手段一般是龙之吐息以及龙尾的高速打击，虽然强力，但是威胁度其实并不高。真正让人忌惮的是这些紫色的龙霭，
他不仅可化万物，而且还拥有全方位攻击的手段。之前勇者队伍讨伐黑翼的时候，他所释放出的龙霭其数量可不止这么一点。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黑翼也依然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虽然黑翼巨龙已使出了紫色的龙霭，但是其数量也仅仅只有一只而已。看到这里，欧伦便已知道黑翼还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打到你认真为止。想到这里，欧伦便再次冲向了黑翼，并对着他的身体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技能。然而让欧伦没想到的是，这次他的攻击竟没有伤到黑翼分毫。正当他还在为此而惊讶时，那一旁的黑翼竟再次使出了龙霭。不仅如此，而且这次的速度也要比之前快上许多，这也导致了欧伦无法及时做出闪避的动作，看已避无可避。于是欧伦只能随即使出土壁魔法，以求能阻挡住龙霭的攻击。为了保险起见，于是他又主动与对方拉开了距离。然而让欧伦没想到的是，他那坚如磐石的土壁魔法在龙霭的面前竟脆如薄纸，丝毫没有阻挡住对方的脚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欧伦的反射屏障终于构建完成了，这也让他捡回了一条命。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感慨道，还好刚才为了保险起见事先构筑了术士，要不还真就危险了。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了众人的想象，这也让他们不禁地担心起了欧伦。虽然他能够应对黑翼的攻击，但是却缺少决胜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欧伦自己也很清楚。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要知道以前勇者队伍在攻略黑翼的时候，可是有2个人负责处理龙霭，另外2个人则负责火力输出，而此时此地并没有人能帮他做这些事情。难道命运想让他自己一人背负起所有的职责吗？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随即大声喊道，正合我意，即使不依靠那些家伙，我也依然能独自斩杀黑翼。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开始了再次的冲锋。看到这里，黑翼也立即使出了龙霭。不过这次欧伦显然已有了对策，他感觉既然正面无法防御住对方的攻击，那么就另辟蹊径。眼前的一幕让卡罗琳大吃一惊，因为欧伦正在一边引导着黑翼，一边将他的所有攻击系数回避。要知道这可是回避型守护者的打法，面对深层领域的层主，他居然能躲闪得如此滴水不漏。对于这一点，欧伦感觉现如今既然没有德里克帮助自己承担攻击，那么就由自己全部躲避掉不就行了吗？只要不吃到伤害，那么自然也用不到露娜所担任的回复术士，剩下的就是像奥利弗那样的物理输出，以及安涅利那样的魔法攻击。虽然自己范儿不精，但是与他们的差距其实并没有多少。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杀到了黑翼的跟前，随即他便朝着眼前这只触手挥出了数道斩击。然而这次也跟上次一样，依然没有伤到黑翼分毫。对于这一点，欧伦并不在意，因为他刚才的攻击只不过是佯攻而已，他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将黑翼引导到指定的位置。毕竟他已在周围布置下了天罗地网的术士，看黑翼已成功上钩，于是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不知这中至苍穹诸星闪耀的魔法数量，如可曾见识过？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那层主的领域内也开始不停地闪烁起了魔法的余光，不知汝等可曾见过这中至苍穹诸星闪耀的魔法数量？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那众多的法阵也开始运作了起来。在这压倒性的数量面前，即使是黑翼也不得不使出风之屏障，以便阻挡这凶猛的攻势。对于他的应对方式，欧伦并不感到意外，他很清楚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黑翼来说不痛不痒。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招，你是否还能从容应对？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随即使出了增幅连锁。眼前的一幕已让沙曼惊呆了下巴，他没想到魔法竟然还可以这样使用。欧伦的增幅连锁是通过将魔力收缩融合到魔法的术式里面，这样的话他的魔法攻击便可以做到一边吸收周围的魔力，一边释放出更为强大的威力。在增幅连锁的加持下，他的魔法威力可是要比安涅利的还要强上许多。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想必这招也无法对黑翼造成太大的伤害。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一招怎么样？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的剑身也开始收束起了周围的魔力。不同于奥利弗的璀璨金光，他所收束到的乃是摧残一切的漆黑之刃。话音刚落，欧伦便对着黑翼的方向释放出了漆黑的天闪，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黑翼的身影也随即淹没在了火焰之中。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惊讶不已，他们没想到欧伦竟然真的仅凭一己之力成就了一对之业。与他们的表情不同，此时欧伦还在思考该如何应对黑翼。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应该会比之前轻松许多。毕竟刚才在天闪即将击中黑翼的瞬间，他将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技能加了进去，这样的话那个家伙的双翼估计已经被轰飞了。如此一来的话，应该能极大的削减黑翼的激动。然而话音刚落，那烟雾中便再次传出了恐怖的龙鸣。不仅如此，而且他的双翼竟然还健在。眼前的一幕让欧伦不敢相信，他的天闪明明已经击中了黑翼，怎么可能会毫发无伤？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纳闷时，黑翼的尾巴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也让他随即明白了过来，对方是牺牲了尾巴挡下了他的攻击。这就奇怪了，
按理说这个黑翼应该还没见过天闪才对，为什么他会知道自己的攻击意图？不过既然破译未成，那也只能考虑下一个方案了。正当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那一旁的黑翼巨龙竟突然发生了异变。与此同时，那周围的魔力也开始不停地朝黑翼汇聚，不多时便已化为了漫天的龙霭，其数量犹如繁星一般，高挂于穹顶之上。看到这里，欧伦便已知道黑翼终于要认真了，看样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欧伦本以为自己的天闪可以轰掉黑翼的翅膀，但是没成想不仅没有做到这点，反而还激怒了黑翼。看着那多如繁星的紫色龙霭，欧伦知道如果坐以待毙，那将死路一条，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方能还有一线生机。想到这里，欧伦便再次冲向了黑翼。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那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欧伦的增益时间已到了极限，他的支援魔法马上就要解除了。与此同时，沙曼也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能让他专心战斗，于是沙曼便想为欧伦重新赋予全能力上升。虽然他是一片好意，但是却吓了欧伦一跳。随即他便使出了自己的异能，扰乱了沙曼的魔力。为了让他不再做出相同的动作，于是欧伦便对其说道：我不需要别的支援魔法，因为会影响身体的感觉，你们现在只要把自保放在第一位就行，那才是对我的最好支援。听到这里，沙曼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无法使出魔法是因为欧伦的能力，以及刚才他的行为是多么的危险。看样这场战斗根本没有他插手的余地。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他能做的也只有不停的祈祷，希望欧伦五运昌隆。与此同时，那天空之上的欧伦则趁着增益的时间还没有结束，一边快速的朝黑翼冲去，一边重新施展五重赋予。在接近黑翼的本体时，他不仅已重新刷新了增益的时间，而且手中的武器也已收束完成。然而还没等他挥出那致命的天闪，黑翼则早已躲闪了出去，这让欧伦很是头疼。显然空战对他非常不利，如果不设法转为地面战的话，那么胜利恐怕会跟他失之交臂。不过好在他已有了应对之策，为此他早在跳跃的时候就已在周围布置好了无数的术士。虽然这种有迹可循的攻击想要命中空中的黑翼可谓是难于登天，但是前提是只用这一种攻击方式的话。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使出了反射屏障，强制改变了增幅连锁的攻击方向。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的魔法也在黑翼的背上炸开了花。看到这里，欧伦便打算趁他病要他命，随即他便朝着黑翼的方向释放出了雷击。虽然这一招对黑翼十分的奏效，但是欧伦也因过度的使用魔法而开始剧烈头痛了起来。虽说这一点让他痛苦万分，但是欧伦知道一旦错过这次的时机，那么黑翼将不会再给他下一次的机会。想到这里，欧伦只能强忍着疼痛，用增幅连锁进一步的提升雷击的威力。伴随着他那技能的成功施展，那穹顶之上也亮起了万道雷光，在他那美丽的外表之下是高达万丈的福特，其产生的电流甚至让黑翼动弹不得，看已成功封住了他的行动。于是欧伦便抓准时机，朝着黑翼的方向挥出了漆黑的天闪。与此同时，他也再次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技能，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的天闪也完美的命中了对方，这也导致了黑翼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随后他便重重的摔向了地面。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倍感兴奋，看样刚才的攻击非常奏效。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也消失在了战场之上。正当沙曼还在为此而寻找时，突然一名漆黑的剑士映入了众人的眼帘，看样这场战斗即将分出胜负。在经过了一番殊死的搏斗后，欧伦也终于击落了黑翼。虽然这一点让沙曼感到了难以置信，但是索菲亚却对欧伦的壮举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可是宣誓与他们同在的真正勇者。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黑翼也缓缓地站起了身来。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显然他已受到了不小的伤害。看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吐槽道：这只树圣要是就此倒下该有多好。然而话音刚落，黑翼便再次使出了紫色的龙霭。眼前的一幕让沙曼担心不已，他没想到黑翼竟然还存有这等余力。与他的表情不同，欧伦那边则早已知道单凭天闪是无法打败黑翼的，所以为此他将会使出那招。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随即施展出了魔剑创造。只见一块黑色的物质突然拔地而起，这让众人惊讶不已。然而还没有等他们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欧伦便已有了新的动作。只见他在触碰到这块黑色物质的瞬间，那周围的魔力也开始疯狂地收束了起来，其产生的风压甚至让沙曼这个特级探索者都无法站稳脚跟。这也让他不禁地好奇道：欧伦到底想要做什么？然而在一顿仔细观察后，沙曼惊讶地发现那块黑色物质竟逐渐转换为了一把漆黑之刃。不仅如此，而且这把漆黑的长剑给人的感觉就好似是直接由魔力凝聚而成的一样。也正如沙曼所想的一样，此魔法名为魔剑创造，是欧伦通过将土块武器与魔力收缩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来的独创魔法。因为其剑身乃是用收束至极限的魔力铸造而成的，所以即使没有支援魔法的辅助，它本身的威力也远远超出了寻常的特级魔法。
就好似感知到了危险一般，黑翼竟率先开始了疯狂的进攻。虽然眼前的一幕让索菲亚担心不已，但是身为当事人的欧伦却淡定无比，因为他已看出对方的攻势虽然看似凌厉，但实则已被逼到了绝路，只不过是在做垂死的挣扎而已。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再次使出了反射屏障，并以此为踏板，躲过了黑翼的所有攻击。然而这还不算完，随后他又对着黑翼的方向连续施展出了多个反射屏障，并利用该技能的特性进行了快速的空中移动。不仅如此，而且他的每一次反射，其速度都要比之前快上许多。在经过了最后一块反射屏障后，欧伦的速度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即使是这样，欧伦也依然没有满足，随即他便对着漆黑之刃使出了自重增加，这也使得他的速度再次得到了质的飞升，看已避无可避。于是黑翼只能将所有的魔力汇聚于前方，以求能阻挡下对方的攻击。然而让黑翼没想到的是，在他俩即将碰撞的瞬间，欧伦竟再次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技能，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两人的身影也随即消失在了光芒之中。其碰撞所产生的余波，甚至让整座楼层都开始了剧烈的晃动。因为此时领域内充斥着大量的烟雾，所以众人并不清楚战场那边到底怎么样了，这也让他们不禁地担心起了欧伦。然而当周围的硝烟趋于平静后，映入众人眼帘的却是那震惊无比的画面。只见黑翼竟然已身首异处，而不远处的烟雾里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随着周围的浮尘逐渐的消散，欧伦的身影也越发的清晰了起来。在看见他平安无事后，新人们再也难掩心中的喜悦，随即他们便冲向了这名真正的勇者。此时在那探索者公会的总部里，突然有一行人着急地喊道：迷宫里已发生了紧急的事态，所以我们申请立即会见总会长，申请方为勇者的队伍。然而话音刚落，露娜便察觉出了不妥，于是他又改口为黄金的曙光。其实这才是他们的正式队名，也是9年前他与欧伦以及奥利弗一起决定的名字。听到这里，一旁的接待员急忙上前询问露娜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发现对方正是负责他们的工会职员后，露娜也随即表示事态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地步，所以还请立即安排他们与总会长见面。对于这一点，接待员表示了没有问题，已有其他的职员去通知了。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总会长以及诸位干部也来到了会议室中，看人已到齐，于是露娜便单刀直入地说道：我们黄金的曙光在此有事相求，那就是希望总工会能立即使用强制送还的功能，将大迷宫里的探索者全部送回到地面。这句话立即让诸位干事不淡定，就连一旁的总会长也露出了一脸严肃的表情。看到这里，露娜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按理说这里原本应该是由队长奥利弗负责进行交涉，但是从刚才开始他就一言不发，看样是指望不上了。不过想想也是，以前碰到这样的场合都是欧伦出面处理的。正当露娜还在为此而吐槽时，那一旁的会长突然开口说道：强制送还牵扯的方面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如果想要工会发动的话，那么就需要相应的理由。听到这里，露娜也随即回道：这次的申请理由乃是因为92层的层主黑翼可能已移动到了上中下的任意一层，所以就在我们谈话的期间，也极有可能会出现有人遭遇到黑翼的情况。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会当场丧命。我们保证在强制送还后会全力讨伐黑翼，所以在此之前，出于人命优先的原则，我再次恳请各位准许进行强制送还。听到这里，总会长也随即表示，倘若所言非虚的话，那么这件事确实非常紧急，详细的经过他会等处理完这件事再询问众人。在说完这句话后，总会长便与各位干部讨论了起来。对于没有立即同意这一点，露娜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这种真假不明的可疑情报，他们有所怀疑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此，即使是会起一些争执，他也已经做好了觉悟。然而让露娜没想到的是，在场竟无一人反对他的请求，因此总工会也正式接受了黄金曙光所提出的申请，这让露娜随即松了一口气。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言权，想必都是欧伦长久以来的努力结果。想到这里，露娜也随即向总会长提交了另外一个申请，那就是将45层至50层的探索者单独转移到大迷宫附近的广场上。他们的原队员欧伦杜拉目前似乎正在那几层进行的探索，他们希望能与其会合。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了没有问题，随即他便发动了大型魔法强制送还。与此同时，各位干部也开始了输送魔力。看到这里，露娜便感觉这边的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欧伦是否还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如果把这件事说清楚并让大家赔礼道歉的话，那么是否还有机会能回到以前那样？在露娜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总工会也同意了黄金曙光的请求，随即他们便使出了强制送还。伴随着这一技能的成功施展，大迷宫内的所有探索者也被强制的送回了地面。看数室已经完成，于是总会长便将讨伐黑翼的任务交给了黄金的曙光，而他们也会前往现场处理善后的工作。随后工会的众人便离开了房间。看到这里，露娜也提醒同伴赶紧出发去寻找欧伦，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等下，我们真的有必要找那个犯而不精的家伙吗？
你之前说的那些事也不知道掺了多少水分，在我看来你是想让他回来，所以特意夸大了事实。对于这一点，安涅利表示了认同。他感觉之前是因为黑翼偷袭了他们，所以才会输。要是一开始就知道他会来并做好准备，那么他们肯定不会输给那个手下败将。看眼前之人是如此的傲慢，露娜也不禁地吐槽道：到现在还在这放马后炮，到底是看不清事实到何种地步才会让他们如此的大言不惭。想到这里，露娜也随即直言道：现在的我们毫无疑问是特级队伍里最弱的存在，这样的队伍要想战胜黑翼，在我看来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众人，其中当属德里克反应最为激烈。他质问露娜凭什么这么说，要知道他们可是勇者的队伍啊，怎么可能会输给其他货色？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要我说几遍都行。我们之所以会被人们称呼为勇者的队伍，那完全是因为欧伦把这支队伍抬到了他本不该有的高度，特别是德里克与安涅利，你俩没有欧伦的支援，顶多也就只有区上级的实力，所以请你们好自为之，不要有僭越之想。对于这一点，德里克表示僭越应该是你才对。区一名回复术士居然也敢说比老子强，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只是在阐述事实而已，况且就算是1对1的决斗，你也不可能赢我。听到这里，德里克再也忍不住了，随即他便要教训一下眼前之人。对于这一点，露娜很是无语，她没想到对方居然会愚蠢到这种程度。为了让他见识一下力量的差距，露娜甚至站在原地一动没动，仅只是使出了精灵魔法，便已封住了德里克的所有行动。与此同时，露娜也已经吟唱完了攻击的魔法，随后他便询问德里克是否还要继续。看到这里，奥利弗终于开口了，他先是叫停了两人的决斗，随后又表示现在解决黑翼才是最为优先的事情，所以还是先把欧伦找回来吧，至于后面的事以后再做定夺。听到这里，露娜也不禁地吐槽道，虽然总算是开口了，但是也已经太迟了。就这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赶路后，众人也成功抵达了大迷宫附近的广场上。然而正当他们要去寻找欧伦时，突然一只漆黑的怪物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奥利弗一眼便认出前方的魔物正是黑翼，这也让他随即进入了战斗的状态。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先等一下，黑翼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对，况且周围聚集了太多的人，他们还是先一边保持警戒，一边慢慢的靠近为好。此时探索者们也发现了勇者队伍里的众人，随即他们便为其让开了道路。然而在走到黑翼的跟前后，眼前的一幕却让众人直接震惊到说不出话来。眼前的一幕让勇者队伍里的众人不敢相信，他们没想到那只恐怖如斯的黑翼竟然已经被干掉了。正当众人还在为此而纳闷时，突然不远处的一个身影映入了露娜的眼帘。在仔细观察后，露娜惊讶地发现此人正是欧伦。与此同时，露娜的声音也引起了欧伦的注意，这也让他随即对其说道，你来得正好。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便径直地走向了对方。看到这里，露娜便已猜出黑翼肯定是欧伦与夜空的银兔一起解决的。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为什么只有欧伦遍体鳞伤精疲力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然而正当露娜还在为此而思考时，欧伦已走到了他的跟前，在轻拍了一下露娜的肩膀后，欧伦便随即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后面就拜托你了。这句话让露娜感到了一脸问号。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第10班的3个人便已追来。他们询问欧伦不休息一下再走真的没有问题吗？还有就是他好不容易战胜了黑翼，就这样放着不太好吧？索菲亚他们的一番话语让露娜感到了震惊无比，眼前这只让他们束手无策的恐怖黑翼，竟然是欧伦单枪匹马仅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打倒的。就在露娜还在为此而惊讶时，准备离开此地的欧伦正巧路过了奥利弗他们的跟前。此时勇者队伍里的众人再也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狰狞。对于这一点，欧伦根本不屑一顾，毕竟勇者的队伍已经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就这样，在众人的敌视下，欧伦离开了此地。一夜过后，第二天的早上，路边的旅馆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惨叫。只见欧伦一边对自己施加痛绝钝化的增益，一边吐槽道，这还真是最糟糕的醒来方式，看来昨天战斗时太乱来了，以至于到现在他的全身肌肉都痛得不行。虽然大肆使用了那么多的超规格魔法，不过好在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恐怕这也是因为魔法漏洞的关系。想到这里，欧伦突然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昨天他都没有跟其他人好好打招呼就擅自回来了。虽说他当时的状态也不容许继续待在那里受人瞩目，但是那样做总觉得还是有点太对不起夜空银兔的各位。不知道在那之后变得怎么样了。总之找个时间还是去当面道歉比较好。不过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那便是前往探索者总部。关于昨天黑翼突然出现的缘由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有必要去询问一下总工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欧伦也成功的来到了探索者工会的总部。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会议室里除了各位干部以及总会长外，竟然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这也让他不禁的吐槽道，还真是冤家路窄。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没有想到，他原本只是来总工会打听一下黑翼的事情，但是没成想竟然会被总会长邀请到了会议室。不仅如此，而且勇者队伍里的众人也在这里。让他参加会议的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因为总工会想听取一下关于昨天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欧伦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他早已经习惯了。不过既然这些家伙也在这里，那么就表明这次黑翼的事件跟他们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表示，在此之前，他希望先了解一下这次事件的概要。毕竟他昨天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与突然出现的黑翼战斗而已，况且事后他也没有参与处理的事情，所以能说的也只有战斗的情报。对于这一点，总会长感觉的确如此。随即他便让一旁的露娜重新阐述了一遍事情的始末。这件事离谱的程度让欧伦感到了瞠目结舌，与此同时一股不悦的感情也油然而生。虽然地面上出现了黑翼的尸首，多少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是在总工会的协助下，事情也很快得到了平复。这便是此次事件的全部过程。说到这里，总会长突然表示，据夜空银托的沙曼所述，黑翼通过出入无常之门转移到50层后，正巧碰到了你们一行人。为了保护大家，于是欧伦你便独自一人与黑翼交战，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的确如此。基于迷宫探索的报告义务，他会将自己所知道的情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报告内容分为2部分，其一是关于在这次战斗中新知的攻击模式，其二则是与上一次的战斗相比发现的共同点。然而还没等欧伦把话说完，德里克便阴阳怪气地说道，还真是大言不惭，居然说是他一个人干掉的，明明是奥利弗与安涅利将黑翼打成了残血，而你只不过是侥幸补了个刀而已，你还真是走狗屎运啊，托我们的福让你捡回了一条狗命。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闲杂人等闭嘴好吗？妨碍到报告了。对于这一点，德里克表示，你敢这么跟老子说话，我可是勇者呀。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欧伦便随即表示，难道你听不懂人话吗？让你闭嘴就别给我废了。听到这里，气的德里克那是立即就开始了破口大骂，而一旁的安涅利也开始狐假虎威了起来，这让欧伦再也忍不下去了。随即他便向总会长表示，可以容我跑个题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欧伦便随即开口说道，真没想到你们这帮家伙居然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真是让我从心底里感到了无语。真没想到你们这帮家伙居然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真是让我从心底里感到了无语。特别是奥利弗，虽然这次的事件的确非比寻常，按理说你们没有预料到黑翼会出现在层主领域外这一点，确实情有可原，但是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们带着刚刚入队的富裕术士操之过急的进入深层领域导致的。明明露娜已经反对过了，你为什么还要置之不顾，独断专行？难道你认为以前去过很多次，那一层对于你们来说就已经没有危险了吗？我以前应该跟你反复强调过了吧，我们之所以能攻略下92以及93层，那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而已。凭目前的实力，能继续往前推进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实际上，自从我们进入到深层领域后，就曾不止一次的遭遇到走错一步便会出现牺牲的两难境地。欧伦的一番话语让奥利弗很是难堪，这也让他随即回道，这些事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换掉你。只要有了在你之上的赋予术士，那么我们的攻略想必便可以更加的顺利。为此我才会做出那样的决断，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了愤怒。毕竟这一决策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队员同意，况且在自己之上的赋予术士的确大有人在。被逐出队伍这事虽然令他感到了悲伤，但是既然勇者队伍的目标是攻略大迷宫，那么换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对这件事早已经释然了。而令他真正感到愤怒的是奥利弗对赋予术士的轻视罔顾，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根本没有此事。换你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位置至关重要。看他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欧伦也不打算继续惯着他了。随即他便表示，赋予术士在应对迷宫探索时，究竟需要多么的全神贯注以及多么的劳心费神，你真的对此有所了解吗？首次磨合就去深层领域，简直是可笑至极。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们肯定是急于求成，一上来就用跟我一样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新人，就连交接工作都没有做过就想一蹴而就，谈何容易？这种队伍根本就是一触即溃，就连中级队伍都懂这点道理。对于他的观点，奥利弗表示了嗤之以鼻。一个辅助能劳心费神到哪里？赋予术士这种玩意，只要到时候重新施加一遍增益状态，然后待在安全的地方给别人发号施令不就行了吗？这不是有手就行吗？那点事只要会点支援魔法，谁上谁都可以。对于他的讲话，欧伦只是冷冷地回道，奥利弗，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不是废话吗？事实就是这样。听到这里，欧伦再也忍不下去了，随即他便站起身来，并对其说道，奥利弗61秒，安涅利134秒，德里克186秒，露娜140秒。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这些数字是什么？不过想必问了也白问，毕竟你们早已经将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些数字就是你们的增益状态所能持续的最大时间。说到这里，顺便帮你们复习一下吧。基本上赋予术士在战斗中平均要为每个队友施加3个增益状态，而各类魔法的发动时机又各有不同，不仅要准确把握所有人的全部增益持续时间并实时更新，而且还要在这种状态下充当队伍指挥的司令塔职责。奥利弗，我很想知道，如果换作是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哪有那么夸张，只不过是并列构筑罢了。
只要勤加练习自能做到。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因为你是个天才，也许的确能做到这点，可初来乍到的新人又如何呢？以你们的德性，想必一进深层就急着测试配合的情况，在什么都没交代的前提下便急不可耐地直接开始战斗。要知道支援魔法的持续时间可是因人而异的，根本不可能一试便知，要是中途断掉了增益的状态，搞不好就会让你们当场丧命。恐怕他当时就是一边提心吊胆地警戒着，一边在战斗中拼命地反复尝试着。敢问奥利弗，这种事何以易之？我还真是想听一下你的高见。你们这次能够生还，那完全是因为侥幸，还有你们得好好感谢一下这位新的赋予术士。如果他没有扎实的基本功，那么恐怕早已出现伤亡的情况了。欧伦的一番话语让奥利弗他们哑口无言。看到这里，欧伦也没再搭理他们了，随即便开始重新报告了起来。欧伦的一番话语让奥利弗他们哑口无言。看到这里，欧伦也懒得再搭理他们了，随即他便继续开始了汇报。一段时间过后，总会长已听完了所有的简报，这也让他不禁地调侃道：欧伦，你的报告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简单明了。如果换作是其他探索者的话，那么多多少少都会透露出队伍是如何战斗的，而你还是老样子，在报告的同时不忘有所保留。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报告义务的范围仅限于在迷宫中得到的情报，而探索者的战斗方式以及使用的魔法并没有在义务的范围内。说到这里，欧伦便询问总会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他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还真有一件事需要询问一下，那便是你今后有何打算。听到这里，欧伦便询问总会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因为从现在起，有意招揽你的队伍以及工会想必会多如牛毛，考虑到围绕你的争夺有可能会产生混乱，所以站在总工会的立场，我们很想知道一下你的动向。在听见今后这几个字后，欧伦的脑中也不由得浮现出了索菲亚他们的身影，这也让他不禁地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不过片刻之后，他便表示自己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下他仍打算继续当个悠闲自在的探索者。听到这里，总会长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了，而是改为询问欧伦是否知道西之大迷宫已被攻破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毕竟西之大迷宫就位于罗西丹王国的北面沙乌贝尔帝国内，在3个月前，该迷宫的最深处被人完全攻略了。据说从那时起，迷宫里便不再出现魔物，原本作为大型迷宫的机能也已经几乎丧失殆尽，之前活跃于那里的探索者也已经纷纷前往了剩余的3座大迷宫，以此为契机，各大队伍的解散以及重组开始频繁了起来。说到这里，总会长突然话锋一转，他表示自己相信欧伦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可能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他还是希望欧伦能提前跟他们知会一声。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看已没有了其他的问题，于是欧伦便就此告辞。在即将离开房间时，欧伦还是不免地望了一下奥利弗他们，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那异常凝重的气氛，这也让他不禁地吐槽道，恐怕接下来要谈的是使用强制送还的代价，以及造成此次事件的连带责任。如果自己还在勇者队伍里的话，肯定会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也只能自求多福了。虽然欧伦也想听一下关于勇者队伍的处理结果，但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最终欧伦还是选择了早点返回家中。然而刚到家不久，便有一名熟人敲响了他的房门，来者正是沙曼克劳德尔。对于突然的来访，他首先表示了抱歉，随后又询问欧伦的身体怎么样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已无大碍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还真没想到那么忙的沙曼竟然会抽出时间来旅馆看望他，幸亏他当时没有在总工会逗留。看欧伦的表情有点怪，于是沙曼便询问他是不是在想教导探索的报酬呢。不过在说这件事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为昨天的事向你表示感谢，多亏欧伦打败了黑翼，才能让我们夜空的银兔在没有损失一人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教导探索的任务。看到这里，欧伦立即表示沙曼小姐在整个探索界可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对于你的鞠躬我可承受不起。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但尽管如此，可是你救下我以及夜空银兔的新人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与立场无关，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在心中感慨道，沙曼小姐这人还挺坦率的，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如果自己不接下来的话，岂不是很失礼吗？在一顿商业互吹后，沙曼便随即表示，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吧，不知道欧伦你是否介意跟我去其他地方谈论报酬的事。听到这里，欧伦便询问他要去的地方是夜空银兔的总部吧。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没错，我们会长也想见你。就这样，两人在喝完茶水后便动身前往了夜空银兔的总部。在看见欧伦后，魂斯会长便立即向他表示了感谢。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难道今天是鞠躬的好日子吗？对于他的感谢，欧伦表示既然自己接受了领队的任务，那么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你一人逃跑，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责怪你的。尽管如此，你还是选择了勇敢的面对，在经历了一番殊死的搏斗后，最终成功完成了独自一人屠龙的伟业，所以我希望你能更加挺起胸膛来，
在说完这句话后，文斯会长便将报酬拿了出来。然而让欧伦感到意外的是，会长给他的竟然是10枚白金币。要知道1枚白金币可是有10枚金币的价钱。想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问道：是不是给错了？我的报酬应该是10枚金币吧？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表示，因为你就像我们的团员，所以我感觉给你10枚金币太少了。听到这里，欧伦便不禁地感慨道：不愧是探索界首屈一指的大型工会，简直是豪气冲天。在收下报酬后，欧伦便打算就此离开。然而此时文斯会长突然表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谈一下，这也是将你叫来这里的主要原因。听到这里，欧伦便询问对方什么事。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表示自己就不绕弯子了。不知道欧伦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夜空的银兔？如果你能来的话，那么我们夜空银兔不仅会对你进行全力的支援，而且还会让你加入我们工会的第一队伍，那是由沙曼克劳德尔率领的不输勇者队伍的最强探索队。我们希望你能担任该队的前锋。文斯会长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对方不仅邀请自己加入夜空银兔的精英部队，而且还打算让他担任该队的前线输出，看样是讨伐黑翼一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看欧伦并没有立即答应，于是文斯会长便再次表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想推荐你成为我们工会的干部。这句话再次让欧伦露出了一脸惊讶的表情，他表示推荐自己不太合适吧，工会里的其他人员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不用担心，因为夜空银兔的干部都是由各部门选举产生的，而他们探索部需要的则是迷宫探索的实际，以及作为探索者的实力。这2方面对于欧伦来说完全不成问题，毕竟你在这次的教导探索中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现在探索部的干部只有我自己一人，所以如果欧伦能来帮助我一起支撑起夜空银兔的话，那么我会很高兴的。听到这里，欧伦便感觉先不说干部一事，就单说让他加入夜空银兔第一探索队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允许自己以剑士的身份成为该队的前锋。说实话，这种事自己不可能不高兴。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真的很害怕在跟他们成为朋友后，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看欧伦依然没有立即答应，于是文斯会长便以退为进地说道：抱歉突然对你说这些话，想必这么重要的事你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所以即使现在不说出答案也没有事。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感谢，他会好好考虑一下的。就这样，在离开夜空银兔的总部后，感到迷茫的欧伦也随即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杂货店，这是他在勇者队伍时养成的习惯。每当有烦恼的时候，他总会来到爷爷的店里。在听完欧伦的经历后，杂货店的爷爷便不禁地大笑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便让他严肃一点，自己现在还烦恼着呢。对于这一点，杂货店的爷爷表示，欧伦平时看起来很成熟，没想到还会被这种小问题给难住了。如果对方只是在利用自己，那么在达到目的后，自己很有可能会再次遭到抛弃。你是这么想的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在被勇者队伍赶出去的时候，即使他脑子里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太没用了，但是一想到这些年来自己为队里做出的贡献，他还是不免地感到了无比的沮丧。正是因为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所以他才想独自一人攻略迷宫。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自己在夜空银兔担任领队的这3天里，其实过得非常开心。对于他的讲话，杂货店的爷爷并没有正面回应，他只是表示自己相信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互惠关系的基础上，人不能独自生活，每个人都需要有别人的支持，有时也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支持到别人。咱俩的关系也是如此，欧伦利用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而我则利用欧伦赚到了钱，所以利用这词也并不完全都是不好的意思，有时它也可以成为互补彼此缺失的代名词。还有就是欧伦，你似乎认为只有你能提供一些东西给工会，而事实真是这样吗？难道工会就什么都给不了你吗？听到这里，欧伦那是茅塞顿开，自己如果加入夜空银兔这个首屈一指的大型工会，那么很多要依赖人脉关系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自己只需要为夜空银兔攻略大迷宫时出一份力，那么便会得到工会的各种支持。再说了，加入工会以后会不会被抛弃，还不是得看自己的表现。看到这里，杂货店的爷爷便随即说道：欧伦，你似乎已经注意到了什么，不过不管你最终的决定是加入还是不加入，未来都有可能会以某种形式而后悔，所以与其担心未来的自己，还不如在当下选择一个自己能接受的方案。听到这里，欧伦的心中也终于有了答案。在听完杂货店爷爷的一番话语后，欧伦的心中虽然已有了答案，但是他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感到有些烦闷的欧伦只能来到郊外独自散心，他真的很害怕未来会后悔现在的决定，所以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无法做出最终的选择。望着空中那一轮孤月，欧伦也不禁地再次陷入了迷茫。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欧伦先生。听到这里，欧伦才注意到索菲亚竟然也来到了这里，这也让他不禁地对其询问道：这个时间段一个人出门没有问题吗？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了肯定，毕竟她已跟姐姐打好了招呼，况且这里离工会总部也比较近。说到这里，索菲亚也不禁地询问欧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自己有些问题想不通，所以想找个地方好好冷静一下。索菲亚，你又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地方而已。每当自己的身边发生了某些事情，他总喜欢来到这里仰望星空。在说完这句话后，索菲亚才发现欧伦一直盯着自己看，这也让他立即慌张了起来。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于是索菲亚便立即对欧伦昨天能帮助他们一事表示了感谢。这也让欧伦不禁的在心中吐槽道：这是今天的第3次了吧？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领队应该做的事情而已。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即便如此，但是欧伦帮助他们一事也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是昨天的事件，之前他被兽人袭击的时候也是如此。对于欧伦的恩情，他实在是无以为报。所以如果以后欧伦先生有任何需要自己帮助的地方，请一定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他会竭尽全力帮其完成的。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感谢，到时候他一定会去找索菲亚的。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露出了一脸满意的笑容，这也让两人的气氛变得融洽了起来。看着他一直仰望星空，于是欧伦便询问索菲亚是不是很喜欢月亮。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了肯定，因为即使黑暗笼罩了大地，但是只要有月亮的存在，那么它便能为迷茫的人们带来光明。所以每当他看见月亮的时候，总会感觉从他那里获得了力量。说到这里，索菲亚突然询问欧伦是否知道夜空银兔这个名字的由来。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否定，看他知道的并不多，于是索菲亚便为其讲解道，月亮也被人们称呼为夜晚的路标，而夜空银兔创立的初衷也是希望成为探索者们的路标，为其指引方向，带来希望。这便是夜空银兔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听见路标这个词后，欧伦也不禁地回忆起了往事，曾经他和某人也有过相同的谈话。在听完索菲亚的一番话语后，欧伦也不禁地想起他曾经与某人的对话。正当他还在为此而怀念时，索菲亚突然开口说道，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自从加入夜空银兔后，他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一点，欧伦并没有感觉夸张，毕竟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影响很大。如果长期待在夜空银兔那种人多的地方，自然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与自己有不同想法与观点的人，积累了如此多的不同经验，自然会感觉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一脸兴奋地说道，欧伦先生太厉害了，听完你的一番话语后，自己总算是明白了，正因为遇见了大家，所以自己的世界才会发生改变。听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问道，夜空银兔对于索菲亚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思考了片刻后，索菲亚也随即表示，那里既是给了自己展示各种各样道路的地方，也是给了自己笑容以及容身之所的地方，同时也是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那里是自己要回去的地方。在说完这句话后，索菲亚便询问欧伦是否满意自己的回答。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他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碰到索菲亚。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表示了感谢，同时他也询问欧伦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那是因为我想知道关于自己未来可能所属氏族的事情。听到这里，索菲亚先是一愣，随后便要追问他话中的意思，然而还没等他开口，欧伦便表示时间已经不早了，我送你去夜空银兔的总部吧，正好我也要去那里办点事情。听到这里，索菲亚便已知道了答案。就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欧伦也再次来到了夜空银兔的总部。对于他的到来，文斯会长显然早有准备，他已在会长室里恭候多时了。在看见欧伦的同时，他便对其说道，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在将文斯的称呼改为会长后，欧伦便再次开口说道，我已决定接受氏族的邀请，所以还请务必让我加入夜空的银兔。看到这里，文斯会长也随即露出了一脸满意的笑容，并同时表示欢迎你的加入。然而话音刚落，沙曼便急不可耐地冲了进来，并随即对欧伦表示了祝贺。与此同时，他也拿出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工会制服，并立即让欧伦换了上去。他表示自己是尝试参考欧伦平时穿的外套制作的。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尺寸上好像有点问题，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这都是小事。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欧伦身上的制服也重新改变了尺寸，这让他感到了吃惊。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表示这是他们夜空银兔秘密技术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呢，不过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没有问题，从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就在欧伦加入夜空银兔的2天之后，掌管南部区域的总会长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某处，并对眼前之人毕恭毕敬地说道，很抱歉没有申请就突然来访，特级大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关系，想必一定是在你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了肯定。就在3天之前，他管辖的区域内出现了一名能单独打败深层首领的探索者。听到这里，特级大师也立即露出了一脸惊讶的表情，不过很快他便恢复了正常，并随即表示终于出现了。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没想到竟然有人会单独挑战深层领域的首领，还真是一个相当不要命的家伙。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那是因为92层的首领黑翼突然跑到了层主领域外活动，为了应对这一异常的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听到这里，特级大师也开口说道，黑翼的异常有可能是因为西之大迷宫消失所带来的影响，没想到勇者队伍里的奥利弗竟然能单独打败他。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讨伐黑翼的人并不是他，
这句话让特级大师感到了吃惊，如果不是他的话，还能有谁？难道说是欧伦杜拉吗？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了肯定。他没想到特级大师竟然会认识欧伦。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陷入了沉默。他感觉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如果真能驱使那么大力量的话，那么他根本不需要去讨伐深层领域的首领。想到这里，特级大师立即询问总会长欧伦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在得到否定答复后，他又询问欧伦对工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对于这一点，总会长表示跟往常一样，依然来汇报了关于讨伐黑翼的事情。听到这里，特级大师瞬间安心了不少。看样那个家伙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应该是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足以推翻深层领域首领的力量。想到这里，特级大师便让总会长多留意一下欧伦的动向，并实时跟他进行汇报。在答应下来后，总会长便离开了房间。看到这里，特级大师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展开的还不错呀，那就这样吧，欧伦，成为我的救世主吧。如此一来的话，那天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通通忘得一干二净，不要从名为探索者的美梦中苏醒过来。为了我的野心，就这样继续舞蹈下去吧。与此同时，东之大迷宫95层大森林区域的某处正发生着某件事情。看着眼前那堆积如山的尸骸，吉布亚也随即表示，还真是让我们费了不少功夫。对于这一点，艾格尼斯表示了认同，真不愧是顶级氏族，竟然能勾结5组队伍，还真是出乎意料。听到这里，吉布亚则表示，虽然如此，但是结果还是和往常一样。对于这一点，祖里尔则感觉不管怎么说，幸好没有对他们造成损失。关于这一点，西安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虽说暂时不会有强力的探索者出现在附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这一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认同，随后他们便要返回地面等待下一步指示的到来。然而就在此时，他们的前方突然冲出了一名探索者，并表示要为死去的同伴报仇。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始料未及，他们本以为已经清理完了所有的探索者，但是没成想竟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对于他的质问，西安只是平静地回道：我们所做的事跟你们对魔兽做的事是一样的，况且你的同伴会死也是因为他们太弱了，如果承受不了这点痛苦的话，我劝你还是最好不要再攻略大迷宫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将你们解决掉也没什么怨言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探索者也随即喝下了一瓶散发着刺激性气味的药水，这让吉比亚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下一秒探索者的身体便开始了膨胀，并且还一直不停地冒出不祥的魔力，不多时便已成为了覆盖全身的魔法屏障，其卓越的效果甚至让祖里尔都为之感叹。不过话虽如此，但是那瓶药水应该不是探索者自己开发出来的，而是由教团协助制作而成的。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变异后的探索者突然对众人发起了攻击。看到这里，西安也不禁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也开始施展起了魔法，仅仅只是眨眼的功夫，他便将所需的术式全部完成。与此同时，他也再次开口说道：对不起，对于不听话的人，我只能这么做了。话音刚落，周围便开始刮起了狂风暴雪。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让探索者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周围的天气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无法动弹了。然而还没等他想出答案，他便被刺骨的寒冰所覆盖。与他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西安那边，此时他只是一脸冷漠地说道：这样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听到这里，众人立即对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没想到西安竟然能一瞬间发动那么大规模的魔法。对方虽然使用黑色魔力提高了魔法的抗性，但是在西安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就这样，在一段寒暄过后，西安突然开口说道：差不多该出来了吧，我知道你在那里。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前方的一块空地也发出了声音。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西安大人给发现了。与此同时，一个身影也逐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看到这里，西安也随即问道：通达乌，你会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是吗？对于这一点，对方表示了肯定，他是来传达总部通知的。就在3天前，南之大迷宫出现了一名能够单独打败黑翼的探索者，绰号暂定为屠龙者。如果你们在接触到这个人后，认为是敌人的话，无需申请，可以直接解决。在解决完东之大迷宫95层里的所有探索者后，众人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那便是南之大迷宫出现了一名可以单独打败黑翼的探索者。虽然这一点让西安有点不敢相信，但是他还是询问通达乌有没有那个人的相关情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并没有。不过以总部的见解来看，对方很有可能已经加入了教团一方，还有就是那个人好像并不是奥利弗。听到这里，西安也随即回道：我会尽可能的将他拉入到我们这边，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加入教团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抹杀掉的。对于这一点，通达乌表示没有问题。随后他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里。看到这里，吉比亚也不禁地吐槽道：他的魔法也太便利了吧。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样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算是确定了。对于这一点，西安表示了肯定，在准备好后，他们便会立即出发。不过因为南方现在被教团所统治，所以到了那里后一定要格外小心，避免过早的跟对方撕破脸。
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为了保险起见，西安打算采取跟这次一样的战术，那便是将大迷宫作为他们的基地。艾格尼斯感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需要从南支大迷宫的第一层开始攻略。对于这一点，吉比亚表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避免遭到强制送还，所以他们进入迷宫的时候不能带工会卡。再说了，他们现在并不清楚那个探索者到底有多强，看样要想搞清楚这点，只能与其战斗一次了。想到这里，西安也不禁的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能够单独打败黑龙的实力者吗？难道是跟我一样的人吗？不过没想到他居然会出现在南方，虽然自己并不想跟那里扯上关系，但是如果置之不顾的话，那么南支大迷宫很有可能会像西方一样，很快便被攻略下来。唯有这件事是必须阻止的，毕竟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自己就已经发过誓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继承他的意志并将其完成。欧伦，我最爱的人啊，这种感觉至今未曾改变，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不会让其褪色，所以那天的事也是一样，我绝不会忘记，终有一天我会帮你报仇雪恨的。想到这里，西安也不免地露出了一丝忧伤，并不禁地喃喃自语道：很抱歉当时没有和你一起战斗，不过请你放心，我会继续战斗下去的，哪怕只剩下我一人。碍事的人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会将其打倒的。还有就是将你逼死的那个畜生，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他。所以屠龙者呀，虽然我们无冤无仇，但是如果你选择站在教团那边的话，那么我也只能选择将你干掉了。在得知南方出现了一名能够单独打败黑龙的探索者后，各方的势力也开始暗潮涌动了起来。不过作为当事人的欧伦却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此时他正沉浸在加入夜空银兔的喜悦中。在参观完宿舍以及食堂后，欧伦也不禁地感慨道：不愧是首屈一指的大型工会，总部的设施齐全的让人超乎想象。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表示：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不知道这里的饭菜是否合你胃口。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沙曼也一脸安心地说道：那就好。总部的食堂因为要考虑到营养的平衡，所以并没有设立菜单让大家自行选择。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原来如此，不过能在同一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吃饭，这种感觉真好，这可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不过话说回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自从进入食堂后，他便能明显感觉到周围的视线。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毕竟欧伦你现在可是这座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名人。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自嘲道：也罢，最起码他们的眼神比自己被赶出勇者队伍时好多了。真希望讨伐黑龙的话题能早点过去。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突然一名探索者走到了他的面前，并对其说道：好久不见了，欧伦。在发现是精英部队的人后，欧伦也随即回道：的确如此，这还是自上次勇者队伍与夜空银兔联合攻略以来的头一次见面。虽然当时他已见过精英部队的所有人，但是除了沙曼以外，他几乎没有跟其他人交流过，所以再次见面时难免有些紧张。然而就在此时，对方突然开口说道：欧伦你好厉害呀，这么年轻就获得了称号。听到这里，欧伦才想起来好像的确有这么回事，不过那种东西对于自己来说只会徒增烦恼，况且他现在已经是工会里的一员了，所以无关身份，从今以后他只想和大家一起共同进退。听到这里，威尔克斯也随即回道：彼此，屠龙者，我们可是很期待你的加入哦。就餐完毕后，欧伦本打算返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没成想却被沙曼带到了会议室，看人员已经到齐，于是文斯会长便随即宣布，工会的例行会议现在开始。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欧伦以外，皆是夜空银兔的干部。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时机未免也有点太巧了吧，自己刚加入工会就碰到了全体干部出席的例行会议。然而让欧伦没想到的是，这场会议将会成为他加入夜空银兔后的第一道难题。眼前的一幕让欧伦始料未及，他没想到自己刚加入工会就碰到了例行会议。就在他感觉这件事有点太巧时，文斯会长突然表示，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需要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昨天才加入我们工会的欧伦·杜拉，他原本是勇者队伍里的探索者，不过在退出后机缘巧合下与我们共同进行了教导探索的任务。在此期间突发了黑龙的事件，欧伦为了保护我们的同伴而选择挺身而出，最终独自一人战胜了深层领域的层主黑翼。他不仅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氏族所没有的知识。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勇者队伍的运营以及管理都是由欧伦一人完成的。综合以上情况，我推荐欧伦成为本工会的新的干部，以填补去年为了保护同伴而死于黑龙手下的阿尔伯特。因为这个决定需要取得现任干部2/3以上的同意，所以我想在这里采取决议。那么在场的各位干部，赞同的人请。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突然有一个人举起了手，并表示请等一下。在此之前，我想问一下本人的觉悟。欧伦是吧？首先欢迎你的加入，因为是会长的直接推荐，所以想必大家都很期待你今后的表现。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先确认一下，那就是你是否愿意为氏族献身。要知道成为干部以后，你的判断可是会左右很多团员的人生，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对于这一点，欧伦当然知道，但是他的想法却与眼前之人大相径庭，为此他必须要适应吗？
为了保护氏族而战斗，这一点让欧伦陷入了迷茫。不过很快他便回想起了初心，这也让他随即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那天他已经发过誓了。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我并没有献身氏族的打算。”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其他干部的讨论。与此同时，对方也立即质问欧伦：“既然不想为夜空银兔效劳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虽然自己已加入了氏族，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初心。况且在入会的时候，他便已做好了觉悟，那就是作为夜空银兔的一员，他会竭尽全力保护每一位同伴，无论遇到多么不合理的存在，都不会让他夺走任何东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皆是如此，这是他变强的理由，同时也是他成为探索者时所立下的誓言。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开口说道：“也就是说，你想要保护的那个东西并不是氏族，而是属于那里的团员，是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以保护团员为最优先的事情。这便是我的回答。听到这里，会长也随即开口说道：“那么让我们采取决议吧，赞成的人请举手。”然而话音刚落，所有的干部便纷纷举起了手来。就这样，在获得了全员的同意下，欧伦也顺利地成为了夜空银兔的新的干部。在听完欧伦的一番发言后，在场的所有干部也都不约而同地投出了赞成票，这也使得欧伦顺利地当选了新的干部。随后便是会议的正式开始。在此期间，不同部门的干部分别将工会所属的探索者近期的动向以及资金的流动，还有魔法以及魔道具的开发状况做了汇报。这让欧伦不禁的感觉自己能参加这个会议实在是太好了，这能使得他快速地掌握夜空银兔的现状。在听完所有的汇报以及安排好接下来的工作后，文斯会长也宣布了会议的结束。在散场之后，沙曼便打算带着欧伦去与精英部队碰头，毕竟大家都很期待见到屠龙者。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沙曼，并表示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时间，他有话要对新干部说。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没有问题。听到这里，探索管理部的艾斯黛拉便立即开始询问欧伦是不是很善于教导他人，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在自己所知道的范围内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还可以吧。听到这里，艾斯黛拉便立即表示真不愧是曙光，还真是多才多艺。这个词语欧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曙光其实是他们原本的队名黄金曙光的简称，而勇者队伍则是称号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攻略到了南至大迷宫的最深层领域，因此才会得到这一称号。想到这里，欧伦便询问对方是不是想让自己教导别人。对于这一点，艾斯黛拉表示了肯定，他想请欧伦帮自己教导一个新人队伍。就在他还在为此而为难时，一旁的沙曼此时也开始拜托起了欧伦。听到这里，于是他便对其询问道：“这对精英部队的探索活动没有影响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没有问题。跟勇者队伍相比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业余时间可是遥遥领先的，因为精英部队基本上不会连日攻略大迷宫。此时艾斯黛拉也补充道：“夜空银兔连续探索大迷宫的时间可是静止超过4天的。”听到这里，艾伦也不禁的感慨道：“这一制度还真是遥遥领先于同行。”想到这里，他便随即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可以接受教导一职。这句话让艾斯黛拉高兴不已，他表示那些孩子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虽然当初他们来请求自己帮忙时我还有点为难，但是好在你能接受教导一职。这句话让欧伦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然而还没等他询问学员是谁，艾斯黛拉便表示细节的事下次再说，我会在今天之内将他们的资料发给你的。在说完这句话后，他便一溜烟的消失在了欧伦的面前。看到这里，沙曼也开口说道：“那么我们也快点走吧，毕竟精英部队的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在前往据点期间，两人路过了一间宏伟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收录了南至大迷宫的相关书籍，而且就连其他大迷宫的书籍都有。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表示，不仅如此，这间书库还包含了一些氏族独立收集的信息，团员的话是可以自由参观的。这句话让欧伦瞬间来了兴趣。穿越书库之后，两人也终于抵达了精英部队所在的房间。在穿过了宏伟的书库后，沙曼他们也终于抵达了精英部队所在的房间。虽然这里的所有人在之前的联合讨伐中已经见过面了，不过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此时欧伦还是不免的紧张了起来。看到这里，沙曼便让他放松一下。对于这一点，其他两人表示了认同，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自我介绍还是有必要的。看着众人的气氛是如此的融洽，欧伦也不禁的在心中感慨道：上个月因为地面上突然出现了巨龙，所以工会紧急召集了3支特级队伍联合讨伐。当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夜空银兔的众人看起来关系都很好。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其中一名队员突然表示：那么就从最年长的我开始做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叫莱恩哈格威尔，今年24岁，所担任的职位是魔法师。这句话直接给欧伦整破防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娇小的女生竟然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就是她这件衣服的尺寸有点不太合适吧。不过不管外表如何，单论魔法师而言，她可是顶级的。在联合讨伐中，她就曾连续施展过多次大规模的特级魔法，比起数量，她是那种更重视质量的人。接下来介绍的是卢克蕾莎·阿尔蒂斯，
所担任的职位是回复术士，他表示叫自己卢克磊就行了，希望我们能友好相处。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彼此。虽然对方和第一印象一样是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但是在联合讨伐时他可是以魔法师的身份参加的，并且攻击手段还是以上位魔法为主。没想到他的本职竟然会是回复术士。在介绍完自己后，于是卢克磊便随即表示接下来该大言不惭的威尔了，这立即引起了对方的疯狂吐槽。他表示能不能不要在新成员的面前给自己起外号。随后威尔克斯瑟维利便介绍起了自己，他今年20岁，所担任的职位是后卫，不过最近一直在当前锋，以后直接叫我威尔就可以了。在食堂时他俩已经见过面了。欧伦知道威尔克斯先生不仅非常会照顾人，而且其实力也非常的厉害，毕竟他现在可是担任已故的王牌艾尔伯特先生的替补。不过从今以后队伍的先锋就由自己来接管了，看样自己必须努力才行。然而此时威尔突然表示接下来就剩莎曼姐姐你了。姐姐一词立即引起了欧伦的好奇，在叹了一口气后，莎曼也随即表示虽然我们已经很熟了，但像这样正式的介绍还是第一次。我是这支队伍的领队，所担任的职位是赋予术士，在探索时我会给出指示，所以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沙曼克劳德尔不仅是公认的最强赋予术士，而且同时也是魔法专家，无论是发动速度还是威力都是最高级别的，他可以算得上是这片大陆最顶级的探索者之一。这4个人便是我的新伙伴。看所有成员已做完了自我介绍后，于是沙曼便对一旁的欧伦说道，接下来该你了。听到这里，欧伦也开始慌张地做起了自我介绍。他表示自己今年18岁，所担任的位置是前锋，他会竭尽全力早日融入队伍的。看他还是有些拘谨，于是沙曼便表示大家都是自己人，所以以后讲话时不需要带着敬语。对于这一点，卢克雷表示了认同。同为18岁的他平时也不会用敬语，这样的话讲话更方便一些。听到这里，欧伦也接受了沙曼的建议。此时一旁的威尔突然询问欧伦是如何做到一个人打败黑龙的。对于这一问题，欧伦虽然有些不想说，但是他感觉同伴之间有必要共享信息，于是他便随即表示能够单独打败黑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2个原创魔法，其一便是瞬间能力超上升，这一魔法可以将装备以及法术的效果最多提升到100倍，不过所持续的时间只有1瞬之间。这句话立即让众人不淡定了，以至于莱恩都开始询问最强的赋予术士沙曼是否能做到这点，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不行，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施展出那样的魔法。与此同时，欧伦也开始说起了第2个魔法，他表示虽然没有特别命名，但是自己的这一魔法不仅比通常的支援法术更能提高能力，而且还可以阶段性的提升，不过与其说是魔法，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技术。听到这里，卢克雷立即询问欧伦这个魔法能提高多少能力，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与黑龙战斗时我用它提升了32倍左右。这句话立即引起了2人的疯狂吐槽，他们感觉这样的话岂不是跟开挂没什么两样。对于这一点，欧伦并没有否认。看到这里，于是卢克雷便询问他这么厉害的魔法难道没有缺点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有啊，你们听完他的2个缺点后可能会感到失望。首先，这个魔法只对我自己起作用，所以在与勇者队伍攻略大迷宫的时候，我只能用通用魔法对他们进行支援，而自己的支援魔法所能提升的效果约为2倍，所以被他们说成能力不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第2个便是施展这一魔法时需要用到大量的术士，因此在深层领域探索时很难做到持续使用。这次与黑龙的战斗远远超出了自己预想的时间，当时他的身体险些没有撑住。听到这里，威尔也随即表示就算没有这个魔法，单说瞬间能力超上升这一个就已经够厉害了。我总算知道沙曼姐姐为什么要称赞欧伦你了。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了认同，他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能够提升100倍的魔法。众人的夸赞让欧伦有些不好意思，他表示虽然瞬间能力超上升的最大效果是100倍，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增加这么多。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会尽可能的回答的。听到这里，于是莱恩便询问欧伦还能担任什么位置，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所有位置都可以，不过基本处于中级与上级左右的水平，其中最低的是后卫一职。这句话让莱恩感到了不解，明明可以使用那么厉害的魔法。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才缓缓说道，因为我无法使出高级以上的魔法，无论我如何的努力，所能施展的魔法最高也只能到达中级。对于这一点，沙曼不敢相信，明明已经精通到了可以自创魔法的地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中的原因我也想不明白，不过的确一个也发动不了。虽说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原创魔法，但是我也不会因此而放弃突破这一限制。听到这里，莱恩便知道欧伦平时一定非常努力，于是他便对其说道，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如果你需要练习对象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说。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谢谢你莱恩小姐，我也希望那一天可以早点到来。眼前的一幕让众人不敢相信，他们没想到如此厉害的欧伦竟然只能使用终极魔法，这也让莱恩不禁地说道，什么时候能用就好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也是这样希望的。看他已介绍完了独创魔法，于是卢克磊便询问欧伦是否拥有异能。
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他所持有的异能名为魔力收束，乃是将周围的魔力集中到一点的能力。看到这里，威尔便不禁地好奇道：这个异能可以用来做什么？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在空中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制作落脚点，而冲刺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制作推力，还有就是可以将它放入到魔法里一块使用。总体来说是一个泛用性很高的异能。听到这里，威尔也不禁地感慨道：这样的话，精英部队就有3个拥有异能的人了。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好奇，随即他便询问威尔是否也拥有异能，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并没有。拥有异能的是莎曼姐姐以及卢克雷。听到这里，卢克雷也随即为其讲解道：我的异能是魔力追踪，可以利用魔法或者法阵的残渣来追踪施术者，最终找到他的发射地以及术者的位置。听到这里，欧伦立即对他的异能表示了称赞，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莎曼的异能比我的还厉害。听到这里，莎曼也不禁地吐槽道：不要给我提高门槛好不好？他所持有的异能名为精神感应，乃是可以将他和任何人以不可视的方式连接到一块，即使不发出声音也能进行交流。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吃惊，要知道这个异能可是在他还在勇者的队伍时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能力。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个异能会不会窥探到对方的所有想法？对于这一点，莎曼表示不用担心，他的能力仅限于交换彼此想要传达的想法，而且范围的话也只有周围的几公里而已。这句话让欧伦再次感到了吃惊，要知道几公里已经相当的大了，怪不得在来这里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其他成员的状况了，还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异能。对于这一点，莎曼在表示了感谢后，便宣布了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他们会前往迷宫进行队伍的磨合，地点预定为下层领域。听到这里，威尔也随即表示在此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给欧伦开个欢迎会？随后他便询问欧伦接下来是否有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好意思，接下来我要去买点东西，之后再会合可以吗？对于这一点，莎曼表示如果是魔道具或者药水的话，那么大可不必担心。听到这里，欧伦也一脸尴尬地回道：因为在与黑龙的战斗中我丢失了2把武器，所以今天想去采购回来。这句话吓了威尔一跳，也就是说你现在1把武器也没有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还剩1把，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想多备点存货。听到这里，莱恩一脸不解地说道：现在开始订的话，交货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买的武器都是些地摊货，所以很快就能买到。听到这里，众人再次不淡定了，难道说他竟然拿着地摊货打败了黑翼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欧伦的一番发言让众人震惊不已，这也让莱恩随即对其询问道：你手里的武器难道不是定制的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毕竟他剑士的等级只有中级，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定制武器，而且剑的锋利度以及耐久度他也可以使用支援魔法进行修正。对于这一点，卢克雷表示握持的重心不会出现不适应感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种程度的话，只要摇几下就能修正过来。还有就是买的时候他不会挑选那些无法修正的武器。听到这里，莱恩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随即他便对其表示也许的确可以这样，但是你从今天起就是夜空银兔的王牌了，手里怎么可以拿着随处可见的便宜货呢？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莱恩也随即站了起来，并气冲冲地说道：你跟我来一下。眼前的一幕让欧伦始料未及，并让他不禁地害怕道：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不会要将我扫地出门吧？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胡思乱想时，他们已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工会的某处。在推开房门的同时，莱恩也开口说道：艾伦先生，请你为这个孩子锻造1把武器吧。这突然的到访让锻造师艾伦感到了一脸问号，并让他不禁地开口说道：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吗？怎么精英部队的全员都来了？在进行了一番交谈后，他才知道众人此行的目的是想为屠龙者锻造1把武器。不过对于这一点他表示了疑问，因为欧伦身上不是已经有著名的锻造师为他制作的专属武器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果然一般都会这么想对吧？但是其实他身上的武器全是一些随处可见的地摊货。这句话差点惊掉了锻造师的下巴，他急忙询问欧伦是否真的如莱恩所说的一样。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更是一脸无语地说道：虽然并不是说市面上贩卖的武器一定都不好，但是用那些武器对付深层领域的魔物未免也有点太危险了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其实自己对武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但是在看见莱恩小姐生气后，我便改变了主意。不过虽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觉得市面上卖的武器也可以用，但是既然自己已经属于精英部队的一员，那么就需要重新考虑选择1把与之相配的武器。所以艾伦先生，拜托你一定要为我锻造1把专属的武器。听到这里，锻造师也随即回道：能为屠龙者制造武器是我的荣幸。对于这一点，威尔对其表示了祝贺。要知道老头子可是夜空银兔最好的锻造师，就连自己手里的武器都是出自他手。听到这里，艾伦也不好意思地表示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了，不过眼下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便是如果想制作适合欧伦使用的武器，那么便需要用到大迷宫深层领域的素材，而眼下我们工会里已经没有这些材料了，所以你们得潜入大迷宫的深层采集一些回来。
这句话让众人有些发愁。然而就在此时，欧伦却突然表示，不知道这些深层领域的素材够不够用，如果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很多。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感到了目瞪口呆，因为欧伦拿出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价值千金的超稀有素材，如此土豪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卢克磊的惊呼，就连见多识广的沙曼都不禁的好奇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深层领域的素材？”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这些都是他在勇者队伍时没用完的存货。听到这里，莱恩也不禁的对其询问道：“莫非勇者队伍里的其他成员也有这么多的素材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想他们应该已经用完了，因为除了露娜外，其他人都是那种挥霍无度的类型。”想到这里，欧伦便开始询问锻造师这些材料是否够用。对于这一点，锻造师表示了肯定，不过一时间他竟不知道该从何种材料入手。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发愁时，一旁的卢克磊却突然发现桌子上竟然放了一块漆黑的东西，这也让他随即询问起了欧伦这个素材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是黑翼身上的龙鳞。此话一出，众人的表情立即严肃了起来，这让欧伦感到了不解。看到这里，于是沙曼便随即表示：“让你见笑了。”他们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因为精英部队去年在与黑翼的战斗中落败，并因此而失去了同伴。听到这里，欧伦便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没有顾及同伴的心情，便将黑龙的鳞片展示了出来。在看见欧伦有些自责后，于是莱恩便转移话题的说道：“如果用黑龙之鳞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出相当厉害的武器？”对于这一点，锻造师表示了肯定。莱恩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感到了阵阵的暖意，明明他自己的心情都没有平复，却还在想着他的事。然而就在此时，沙曼突然询问欧伦是用了什么方法将这么多的素材塞进魔导具里的，这明显已严重超出了收纳道具所能承受的范围。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的魔导具是特别定制的，在勇者队伍里都是由他来暂时保管在探索中得到的素材，但是一般的魔导具又无法收纳过多的东西，所以他找到了与自己相识的魔导师商量了一下，让他制作了一个可容纳数十倍的道具。这句话让沙曼感到了震惊，要知道这一发明可是能跟科弗戴尔·艾文斯相媲美的壮举啊！想到这里，沙曼立即询问欧伦可不可以将那个魔导师介绍给自己，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对不起，这个恐怕不行，因为当初在制作这件道具的时候，他便已答应了对方，不会跟任何人透露他的详细情况，以及不会让任何人看到魔导具中的术式。”听到这里，沙曼也只能一脸失望地说道：“那还真是遗憾。”为了缓解这一气氛，于是锻造师便询问欧伦是否已确定要用黑龙之鳞制作武器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听到这里，威尔也随即说道：“看样今晚的欢迎会要泡汤了，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次举办。”对于这一点，莱恩与卢克雷也表示了赞同。眼前最重要的事是先为欧伦制作出一把专属的武器，所以一定要将你的需求好好的传达给锻造师。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对大家表示了感谢，随后便开始与锻造师交流了起来。然而在听完他的需求后，锻造师瞬间感觉这次的委托自己答应早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诺了，那么硬着头皮也要做出这把离谱的剑，但是注入到剑身的术式需要欧伦自己解决。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完全没有问题。虽然欧伦提出的要求十分的离谱，但是好在最后锻造师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不过制作专属武器需要1个月的时间，所以为了感谢他能提供材料，于是锻造师便赠送了欧伦一把自制的武器。在这个工会里，探索者获得的素材首先会由探索管理部进行购买，所以一般不会像欧伦这样直接提供材料。看着剑身上那印有夜空银兔专属的标志，欧伦也不禁地感慨道：“这样的话，自己便算是夜空银兔的探索者了，而且有了这把剑，暂时也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回到房间早点休息。但是当他刚要打开房门时，却突然发现一旁的信箱里好像装了什么东西。在将其取出来后，欧伦才发现里面装的竟是艾斯黛拉所说的新人资料。此时一个熟悉的字眼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也让欧伦不禁地感慨道：“果然是他们几个吗？不过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去求艾斯黛拉，让我来担任他们的教导员。”虽然在教导探索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外人，但是那时候他便已隐约察觉出3人的身上好像有什么不对。不过因为立场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涉足其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必须要认真面对才行。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拆开了档案，并取出了内部的资料。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里面竟然还夹带着一张艾斯黛拉的留言。他表示这些资料都是工会收录的一些队员的经历，其中有些内容可能让你感到沮丧，所以他希望欧伦在认真看完以后，再决定是否要担当第10班的教导员。这句话让欧伦有些意外，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拿起了第一份个人资料。洛根海沃德于4胜历614年11月，出生于罗西丹王国南部伊利尔村，从小便拥有很高的魔法天赋，在村民们的支持下，12岁便成为了探索者，并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随后在工会招聘新人的时候加入了夜空银兔，不久之后便因其出色的才能被任命为第10班的领队。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感慨道：“他的履历还真是让人感到亲近。不过与我和奥利弗不同，
他还有能回去的故乡以及支持他的人。如果他能在与生俱来的才能上不懈的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便会成为著名的探索者。关于罗根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沮丧的地方。接下来是索菲亚吗？索菲亚·克劳德尔于4胜历614年12月出生于罗西丹王国东部城市达尔阿内，是克劳德尔伯爵与仆从的私生子。这句话让欧伦惊讶不已，然而接下来的内容更是让他感到了无比的震惊。眼前的一幕让欧伦不敢相信，他没想到索菲亚竟然会是克劳德尔伯爵与女仆的私生子。不仅如此，而且他的母亲在生索菲亚的时候就难产而死了。虽然他因此而被克劳德尔家所收养，但是却自小便饱受克劳德尔夫人的虐待，即使到了10岁也没有进入贵族学院，而是在克劳德尔家继续生活着。反观与他关系很好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莎曼，那时已从贵族学院毕业并成为了探索者。在他离开以后，克劳德尔夫人对索菲亚的虐待日益升级。返乡后的莎曼在得知此事后，几乎与克劳德尔家断绝了关系，并将索菲亚带到了本氏族。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索菲亚本人决定成为探索者，之后加入了第10班。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还真是一个伤感的故事，没想到他们俩竟然会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这一点他完全没有想到。关于索菲亚那边，因为有莎曼的陪伴，所以欧伦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后是卡罗琳。卡罗琳·英格洛特出生日假定为4胜历615年3月，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一头雾水。第二行则写着他天生便拥有未知的异能，其能力是自我治愈。他曾被囚禁在仙克莱教团基地里数年，这是一个信仰着邪神的组织，并且他们正在预谋复活某个未知的邪神。为此他们不仅用活人做实验，而且在人口贩卖的领域也有他们的身影。除此之外，他们还时不时的袭击街道以及村庄，因此仙克莱教团也被列为2大犯罪组织之一。4胜历627年9月，本氏族根据探索者工会的委托，与其他氏族组成了讨伐队，摧毁了仙克莱教团的根据地之一。而参加了此次作战的精英部队所属阿尔伯特则在据点内救出了一名少女，此人正是卡罗琳·英格洛特。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可以推测出卡罗琳在该基地内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虽然被救出后他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太稳定，但是通过持续的疗养达到了一定的恢复。之后在本人的希望下成为了探索者，并加入了第10班。看到这里，欧伦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让人痛心了。对拥有自我治愈异能的人不人道的待遇，光凭这一个信息就能推测出卡罗琳当时遭遇了什么，其内心的创伤根本无法估量。在教导探索时，他就发现卡罗琳总是将自己陷于危险之中，这应该是因为除了在教团受到的苦难外，将他拯救出来的阿尔伯特的死讯也有一定的影响。在那不屈不挠的笑容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不幸的过去。想到这里，欧伦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暂时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他们的过去了，看样在今后的教导过程中，不仅要教会他们探索者的各项本领，更要照顾一下他们各自的心灵。在看完索菲亚他们的资料后，欧伦也随即决定正式接下第10班的教导员一职。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样的话，除了作为干部的工作外，还有大迷宫的探索以及教导新人。虽然有可能会再次被人们称呼为范儿不精，但是既然工会将这些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了他，那么说明他们对自己拥有足够的信任。为了回应这一期待，他会尽快为工会做出贡献的。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明天在前往大迷宫之前，先上书库查阅一下工会的资料。次日一早，卢克磊便来到了精英部队的集合地，并一脸兴奋地表示，今天我也依然是第一个。然而话音刚落，他的耳边便传来了欧伦的招呼声，这也让他不禁地吃惊道，欧伦，你这么早就来看书了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因为离集合的时间还早。此时桌子上那堆积如山的书本引起了卢克磊的注意，这也让他不禁地好奇道，这些书你全都要读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边的事已经看完的，还剩下2本应该在集合之前可以读完。听到这里，卢克磊立即询问欧伦是不是疯了，明知今天要下大迷宫还通宵看书。对于这一点，欧伦让他放心，自己昨晚睡得很好，而且早上7点左右才来到这里。自己之所以能读完这么多的书，那是因为他会快速阅读。听到这里，卢克磊也不禁地羡慕道，好厉害呀，1个半小时就能读这么多的书吗？然而话音刚落，卢克磊便惊讶地发现书本竟然会自行移动，这也让他随即询问欧伦，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原创魔法？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虽然只能扶起一些较轻的东西，但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夜空银兔似乎拥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隐秘技术，但是好像并没有收录到书库中。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欧伦的耳中，卢克磊，一大早你在那鬼吼什么呢？然而话音刚落，2本漂浮的图书便映入了莱恩的眼帘，这也让他随即惊叫道，那本书为什么飘起来了？难道说有妖怪吗？听到这里，卢克磊便小声对欧伦说道，莱恩小姐其实不太擅长应付妖怪之类的东西，明明在大迷宫里没有任何问题。想到这里，卢克磊立即跑到了莱恩的身后，并一脸哭腔地说道，果然是妖怪吗？我好害怕呀，莱恩姐姐。在说完这句话后，
他便躲到了莱恩的身后，并偷偷欣赏起了他害怕的表情。然而让两人没想到的是，莱恩竟然在说了一句交给姐姐后，便开始了高速的吟唱，这给欧伦吓得急忙向莱恩连连道起了歉来，并将事实说了出来。欧伦做梦都没有想到，差点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当场送走。在卢克雷戏弄完莱恩不久之后，莎曼也来到了集合的房间。看到这里，莱恩也随即打趣道：“莎曼小姐，你时间掐得可真准啊！”听到这里，莎曼也一脸不好意思地表示，因为今天要下迷宫，所以她刚才特意去了一趟探索管理部，领取了采集魔兽素材的委托。这样的话，既可以进行队伍的磨合，又不会浪费探索迷宫的机会。此次委托的目标是诺克夏斯西普的羊毛，这种魔物一般栖息在大迷宫的86层，它们不仅拥有很高的防御力，而且还可以吐出让人无法动弹的暗红色气体。由于它们的羊毛拥有很高的强韧度以及伸展性，所以作为原材料需求非常的高，就连夜空银兔的制服都是用它制作而成的。为了确保今天的探索不会出现意外，于是莎曼便开始确认起了各自的职责。他自己会负责管理除欧伦以外所有人的增益，而欧伦那边因为也可以施展支援魔法的特性，所以他希望对方可以自由发挥。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没有问题，毕竟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莎曼的负担。队伍的主要攻击将会由欧伦与莱恩共同承担，而威尔则是负责吸引魔物的注意力。卢克雷那边是在留有恢复魔法的余力下，看情况适当的参与一些攻击的角色。莎曼表示自己会一边保持各种增益，一边指挥战斗。虽然86层欧伦你应该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这次可是队伍的磨合，所以不要有任何的松懈。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的确如此，这还是他第一次以剑士的身份进入到下层领域，所以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自己会竭尽全力的。就这样，随后众人也开始前往了南之大迷宫。然而当他们刚到达入口处后，便因为欧伦的原因瞬间成为了探索者们热议的话题。他们惊讶地发现屠龙者竟然穿着夜空银兔的制服，如果欧伦真的加入了那个工会，那么夜空银兔说不定近期便会重新回到前线，看样勇者队伍也不能继续悠闲下去了。听到这里，卢克雷也随即调侃起了欧伦。不过虽说他屠龙的情报传播得很快，但是关于勇者队伍的失态却完全没有报道，看样是赞助他们的贵族将这件事压了下来。不过也无所谓了，相信夜空银兔的大家很快便会超越他们，近期的目标就定为与莎曼他们一块攻略到第94层吧。如此一来的话，便可以参与勇者的排名。通过传送水晶，众人很快便来到了迷宫的第86层。虽然这里是大迷宫的下层，但是却有着让人心旷神怡的风景。与中层以上的洞穴领域不同，这里不仅有着茂密的森林，还有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很多冒险者第一次来的时候会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但在这美丽的背后却到处潜伏着招招致命的魔物。这不还没等欧伦他们站稳脚跟，便已遭受到了未知的攻击。在发现是魔力弹后，莎曼便立即让威尔上前防御。与其他守护者不同，他不仅没有拿着盾牌进行防御，反而还掏出了一把双刃剑，朝着魔力弹的方向就冲了过去。眼前这个男人虽然是队伍里的守护者，但是他却用一把常人无法使用的双刃刀来进行防御。只见随着威尔的突刺，来袭的魔力弹便犹如气球一般直接炸裂。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卢克磊也已找到了施术者的位置，随即他便使用魔法闪光为莱恩指定了坐标。几乎是同一时间，莎曼为莱恩施加了魔法力上升的增益，伴随着一句为了庆祝欧伦的加入，让我来为你来一发响亮的祝福炮吧。莱恩也随即施展出了特级魔法超爆发。在如此迅捷的应对之下，对方还没来得及逃离现场，便被莱恩的魔法直接命中。如此熟练的合作让欧伦惊讶不已，而卢克磊则一脸淡定地表示，这就是我们夜空银兔最强队伍的实力。通过刚才的攻击，莎曼不仅已经猜出偷袭他们的人是地龙，而且还判断出对方并没有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动作让欧伦再次意识到，眼前这些人的技术水平要比他之前的队伍高很多。莎曼与莱恩构建术式的速度极快，特别是莱恩小姐，虽说她刚才释放的是意志威力后的特级魔法，但是仅用了几秒的时间就构建完成了。如果是普通的魔法师，构建的速度应该会比莱恩慢上2倍。而威尔那边则是在绝妙的时机挥动双刃刀消除了魔力弹，凭借如此娴熟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躲避攻击的同时进行反击。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反击型的守护者。卢克磊的异能魔力追踪在锁敌方面非常的有用，他本人不仅有行动力，而且魔法的控制也很好，可以说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存在，真是一群相当可靠的伙伴。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众人已来到了刚才攻击的地点。果然如莎曼所说的一样，这里有着一只受伤的地龙。看到这里，卢克磊便询问莎曼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一点，莎曼感觉地龙在龙类里属于较弱的一类，并且他现在还有伤在身。想到这里，莎曼便询问欧伦是否可以抑制住那个家伙的行动。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随即决定用这只魔物测试一下队伍的合作。讨伐的工作由欧伦和威尔来进行。为了慎重起见，他让莱恩也做好了构建术式的准备。不过发动的时机需要听从他的指示。在安排好各自的职责后，
沙曼便开始对威尔施展前卫能力上升，这是一种可以同时提升6种基础属性的高级支援魔法。看到这里，欧伦也对自己施展了敏捷上升以及3重赋予。在做好所有的准备后，伴随着沙曼一声令下，两人也正式开始了讨伐。他们的策略是由威尔从正面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欧伦则趁机绕到地龙的侧面进行攻击。正如他们之前计划好的一样，在发现有入侵者后，地龙的所有注意力立即集中到了威尔的身上，并开始对其发起了猛攻。不过他的所有攻击都被威尔轻松躲过。与此同时，欧伦也绕到了地龙的侧面。就在双方的距离仅剩一点点时，欧伦突然发现地龙的附近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当他要仔细观察时，那个东西却又以极快的速度通过了他的身边。欧伦本打算从侧面对地龙发起攻击，但是当他靠近后才发现对方的身边竟然还有一个魔物，并且还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了他的身边。不过这也让他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海德龟是栖息于下层领域的魔物，它们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虽然它们擅长偷袭，但是本身的攻击力其实并不高。不过如果和其他魔物同时出现的话，那么就会变成麻烦至极的存在。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让后卫来处理它。为了引起沙曼的注意以及拖住海德龟，欧伦也随即在空中使出了眼使魔法。看对方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欧伦也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地龙的身上。只见他一边对自己施展增益，一边快速地朝地龙逼近。在靠近到足够近时，欧伦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其强大的威力瞬间便将地龙一刀两断。看到这里，威尔也不禁地吐槽道：“这招也太逆天了吧！”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只见在莱恩的火枪魔法下，海德龟很快便被轰成了渣渣。看周围的威胁已经解除，于是威尔便对欧伦说道：“这样的话就放心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听到这里，威尔微微一笑，随后说道：“的确如此。”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两人也随即躲闪了出去。果然跟他们预想中的一样，附近还隐藏着另外一只地龙。因为魔兽基本上都会瞄准人多的地方出手，所以为了不让他们偷袭后卫，欧伦刚才才会故意露出破绽。还好威尔也注意到了。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欧伦的脑海中。只见沙曼为了不打草惊蛇，于是便使用自己的异能开始了念力对话。在此期间，他曾询问欧伦是否可以跳跃，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是当然的，毕竟我之前可是勇者队伍里的赋予术士。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表示，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威尔在前，欧伦在后，我需要你们拖住地龙几秒钟的时间，以便让卢克雷与莱恩构建好攻击魔法。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沙曼也随即开始吟唱起了支援魔法。不多时，他便已将所需的术士构建完成。伴随着一句“我们走吧，威尔”，沙曼也随即施展出了空间跳跃，这也使得威尔瞬间移动到了地龙的面前。空间跳跃是一个极为缜密的法术，如果支援魔法有等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肯定是特级的。据说它在支援魔法中也属于最难施展的技术之一。想到这里，欧伦也已构建完了自己的术士，随即便使用空间跳跃来到了地龙的侧面。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威尔与欧伦便对他发起了夹击。与此同时，沙曼也开始了倒计时。在与其缠斗了5秒钟后，两人便利用对方的尾巴快速躲闪了出去。下一秒，地龙的脚下便出现了一片沼泽。在看见已成功将其困住后，莱恩也立即施展出了天之雷锤，而卢克磊那边则使出了魔法冰枪。伴随着两人技能的成功施展，一个巨大的魔法也击中了地龙的身体。虽然地龙拥有很高的防御力，但是在莱恩与卢克磊的组合魔法下，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过被轰成渣渣的命运。看到这里，沙曼也随即宣布讨伐结束。随后众人又重新聚集到了一块。在此期间，沙曼曾询问欧伦感觉他们这支队伍怎么样。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无论是个人的实力还是团队的配合，都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无愧是夜空银兔的精英部队。听到这里，沙曼也再次开口说道：“那么你感觉我们这支队伍是否能攻略下大迷宫的92层？”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我想完全没有问题。”听到这里，沙曼又对其询问道：“是因为有你的加入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我认为无论有没有我，你们都可以单独打败黑龙。实际上，我更想知道拥有如此实力的你们是怎么输的。大概是阿尔伯特先生去世后，大家都在拼命的锻炼吧。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猜测时，一旁的莱恩突然开口说道：“谢谢你，欧伦。虽然这一年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拼命的努力，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不过听完你的讲话后，我感觉自己更有自信了。毕竟你可是到达过顶峰的人。”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不只是92层，我会尽我所能让这个队伍超越勇者，到达真正的顶峰。”就这样，又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众人终于在一处平原上找到了委托的目标。看到这里，卢克雷立即一脸兴奋地向欧伦说道：“终于到了薅羊毛的时间了。其实魔兽在被打倒后，通常只会留下魔石，偶尔也会残留一小部分身体，不过这一概率非常的低。虽然讨伐黑龙时他的全身都保留了下来，但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所以当出现收集魔物素材的委托时，一般的做法都是在魔物还活着的时候
将指定的部位从魔兽的身上剥离出来。要想做到这点的话，那么首先就需要束缚住对方的行动。想到这里，莱恩也随即使出了岩居术。与此同时，卢克雷也朝着魔物的方向释放出了雷击。几乎是同一时间，欧伦与威尔也来到了对方的身下。还是老样子，威尔负责正面吸引魔物的注意力，而欧伦则从侧面发起攻击。在大家的配合下，欧伦很快便薅光了对方身上的羊毛。如此娴熟的手法，甚至让卢克雷都不禁的兴奋道：“干得漂亮！”而欧伦则表示机操物六，看对方的身上已没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沙曼便表示先锋部队可以撤了。接下来他们将会使用攻击魔法解决掉眼前这只魔物。在两人撤出前线的同时，雷恩也施展出了魔法雷枪。与此同时，沙曼也对欧伦说道：“看你的了。”伴随着一句交给我吧，欧伦也随即施展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一击过后，莱恩惊讶地发现，以超高防御力著称的诺克夏斯西普竟然仅用了一个高级魔法便将他打倒了。要知道这种事他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趁着这股劲，众人又接二连三地讨伐了数只诺克夏斯西普。在获得了大量的羊毛后，他们才结束了此次的探索。回到地面时已是傍晚时分，饿得卢克雷那是哇哇大叫。听到这里，威尔便建议趁此时机将昨天没有举办的欢迎会给补回来。这一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从大迷宫返回地面后，众人发现外面的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在威尔的提议下，大家一致决定为欧伦补办一场欢迎会。在前往饭店的期间，欧伦曾询问沙曼探索管理部在哪里，趁着明天自由活动的时间，他想去那里办些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我们一起吧，正好我明天上午也打算去那里一趟。听到这里，欧伦立即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众人也来到了夜空银兔旗下的料理店。在点完了一桌子的菜后，沙曼也随即拿起了酒杯并开口说道：“欢迎欧伦加入夜空银兔。”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众人也干起了杯来。随后欧伦便对大家表示了感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要说谢谢的是我才对，拥有屠龙者称号的你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追捧，所以真的很感谢你能来到我们这里。对于这一点，莱恩表示的确如此，为了不让欧伦感到后悔，我们也会努力的。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以前就觉得夜空银兔是个很好的氏族，通过这一天相处下来，这一想法更加强烈了，能和同一氏族的大家一起探索迷宫，这让我很高兴。”听到这里，卢克雷感动的那是不要不要的，随即他便表示：“我也很高兴欧伦能这么说，当初在看见你的性格与我正好相反时，我还有点担心能不能和你成为好朋友呢。”对于这一点，威尔则表示的确如此。不带脑子的卢克雷和考虑很多事情的欧伦确实正好相反。听到这里，气的卢克雷那是立即就反击道：“咱俩半斤八两好不好？”不过虽说欧伦确实不太擅长应对像卢克雷这种性格的人，但是与他相处，欧伦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他相信今后也是一样。虽然爷爷说过所有的决定都会伴随着后悔，但是现在欧伦可以确定，他不会为加入到这支队伍而感到后悔。想到这里，欧伦也暗下决心，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和大家打成一片。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虽然这场欢迎会欧伦玩得很开心，但是他感觉也差不多该结束了。然而此时一旁的沙曼却突然叹了口气，这让欧伦感到了不解。随即他便询问沙曼怎么了，然而没成想对方竟然直接凑了过来，并表示仔细看一下的话，欧伦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此话一出，欧伦瞬间不淡定了，因为沙曼可是用着一脸妩媚的表情说出了虎狼之词。一般照这个剧情下去的话，今晚岂不是要出大事？眼前的一幕让欧伦猝不及防，他没想到沙曼竟然会主动靠过来，并一脸妩媚地说出了虎狼之词。这一展开让他有些不知所措，随即他便询问沙曼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说这个？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可是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句话让欧伦瞬间破了防，甚至都让他开始产生了幻想。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还是感觉自己可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然而就在此时，沙曼竟主动挽住了他的胳膊，并开口说道：“欧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里，欧伦已确定自己并没有误会。正当他一脸羞涩地等待沙曼的邀约时，对方竟然表示：“接下来我们来一场喝酒比试吧。”这句话让欧伦直接泄了气，看样沙曼只是喝醉了而已，害得自己胡思乱想了半天。然而欧伦刚要冷静下来，沙曼竟又闹起了幺蛾子，这让他的内心再次躁动了起来。不过欧伦知道这件事一定要冷静处理，随即他便劝解沙曼不要再喝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可是很能喝的呀，这种程度我根本醉不了。为了纪念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让我们一直喝到早上吧。”听到这里，欧伦随即便用委婉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然而话音刚落，沙曼竟直接捧住了欧伦的脸，并询问他为什么要逃？难道说我没有魅力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正是因为太有魅力了，所以我才会为难啊。”听到这里，于是沙曼又接着询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虽然欧伦立即搬出了他们明天一早还要一起去探索管理部的计划，但是两人此时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
没有办法的欧伦只能求助一旁的莱恩。在收到他的请求后，莱恩也立即做出了回应。正当欧伦以为他可以帮自己阻止沙曼时，没成想对方竟然也加入了进来，这让现场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两人的夹击让欧伦的防线逐渐崩溃，为了能保持清醒，他甚至告诉自己只要把莱恩的拥抱当成小孩的亲近，那便可以忽略他的接触。不过虽说想法是好的，但是奈何此时他的脑子和身体根本不听他的呀。更让欧伦生气的是，威尔和卢克磊不仅没有帮他，而且还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说道，今天这场欢迎会的主角是欧伦，所以哪怕你尝尝味道，他们也不会怪你的。听到这里，欧伦的脑子再次失去了控制，开始自行的脑补了起来，这给威尔乐得差点笑抽过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时已完全喝醉的两人在听完威尔的讲话后，便随即表示要尝尝欧伦的味道，这让欧伦的贞操再次陷入了危机。眼前的一幕让欧伦大呼不妙，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的话，岂不是要出大问题？这可不行。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强行挣脱两人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不好的气氛。可是如果任由他俩继续下去的话，天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况且自己已经快按耐不住那颗躁动的心了，看样到此为止了。虽然不想对他俩使用那个手段，但是眼下不做也不行了。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使出了睡眠导入。伴随着这一技能的成功施展，沙曼与莱恩也陷入了沉睡，这让欧伦终于松了一口气。而对面的两人并没有发现欧伦偷偷使用了魔法，他们还以为沙曼与莱恩只是因为喝多了所以睡着了。看到这里，威尔便表示这场欢迎会就玩到这里吧，他和卢克磊会负责将莱恩送回家的，而沙曼那边则交给了欧伦。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索菲亚则在床上不停地抱怨，姐姐真慢啊，明明想早点知道欧伦是否接下了教导一职。然而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这让索菲亚感到了不安。这个时间会是谁呢？如果是姐姐的话，她肯定不会敲门的。难道说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了吗？最好还是去看看吧。想到这里，索菲亚便来到了门前，并询问对方的身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是欧伦，不好意思，这个时间还来打扰你。听到这里，索菲亚瞬间慌了神，为什么欧伦会半夜来找自己？难道他知道姐姐今晚不在家吗？就在索菲亚还在胡思乱想时，欧伦突然表示刚才他们在饭店里举办了一场欢迎会，期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能打开房门吗？这一点让索菲亚有点犹豫，有什么急事非得晚上说不可？难道说这只是想要见我的借口吗？想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表示我现在就打开房门。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房门后不仅有欧伦，而且还有一脸满足的姐姐，这让她崩溃不已。无数的问题瞬间涌入了心头，他俩为什么这么亲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索菲亚便一脸沮丧地说道，欧伦先生和姐姐原来是这种关系啊。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一头雾水，不过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随即他便表示你误会了，我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沙曼小姐有点喝多了，所以我才会背她回来。这句话让索菲亚瞬间安心了不少，姐姐喝得这么醉还真是少见，看样她今天确实玩得太开心了。然而话音刚落，沙曼竟开始不停地叫起了欧伦的名字，这让索菲亚不禁地吐槽道，还真是很开心啊。想到这里，他便快速地来到了两人的身后，并尝试叫醒姐姐。看对方毫无反应，他只能狠狠地拍了一下沙曼的屁股，这才终于叫醒了对方。看到这里，于是欧伦也急忙向沙曼表示睡得还香吗？我们已经到房间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房间吗？是欧伦背我回来的吗？还没等他做出回应，一个冰冷的声音便传入了沙曼的耳中，如果已经起来了的话，那就先从欧伦先生的背上下来怎么样？你这样会给欧伦先生添麻烦的。就在沙曼还在享受欧伦的温存时，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这让沙曼瞬间从醉酒的状态下恢复了过来。在听见索菲亚竟询问自己睡得是否很舒服后，他便想立即做出解释，但是得到的回复却是稍后我们再慢慢聊吧。听到这里，沙曼也只能一脸郁闷地说道，我知道了。看他已基本醒酒，于是欧伦便与两人道了别，随后便要返回房间，但是没走两步他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这也让他随即开口说道，对了，索菲亚，明天艾斯黛拉应该会正式通知你的，第10班的教导工作将由我来担任，所以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听到这里，索菲亚的内心瞬间乐开了花，并立即表示彼此，小女不才，还请以后多多关照。在寒暄了2句后，欧伦便返回了房间。在看见索菲亚如此开心后，于是沙曼便想趁机转移话题，不过索菲亚很快便反应了过来，就这样两人开启了彻夜的畅谈。次日一早，欧伦便来到了食堂，无论他走到哪里，众人的目光都会如影随形。虽然他备受瞩目，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前来跟他搭讪。正当他还在思考该如何融入到大家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欧伦，我们可以一起吃吗？在看见是卢克磊后，他便立即答应了下来。不过很快他便发现与其同行的人自己好像没有见过。听到这里，对方立即表示自己的名字叫妮娜，所属的科室是魔法开发部。此时一旁的卢克磊为其补充道，我们3人还是同年，所以让我们好好相处吧。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当然没有问题，随后他们便交谈了起来。然而此时卢克磊突然叫了一声妮娜的名字，
并为他表演起了欧伦昨天教给他的魔法，这让妮娜惊讶不已。在听见是欧伦原创的魔法后，他便立即一脸兴奋地询问对方这件事是否属实，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个只是在开发其他魔法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卢克磊看完后很感兴趣，于是他便将这个魔法交给了精英部队的所有人，如果妮娜也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将方法告诉你。这句话让妮娜感到了惊讶，毕竟她不是精英部队的人，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一魔法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用到，所以她早就想将其公布于世，不过因为最近很忙，所以一直没有道出功夫。听到这里，妮娜立即询问欧伦，难道要将魔法术士一同公开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的确如此。然而话音刚落，欧伦便突然想到了什么，这也让他随即对妮娜说道，在教你的时候，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那便是希望以夜空银兔的名义向世人公布这一魔法。眼前的一幕让妮娜不敢相信，欧伦不仅打算公开漂浮魔法的术士，而且还希望以夜空银兔的名义发布出去，期间产生的所有的收益他也打算让给氏族。听到这里，妮娜也随即询问道，那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将其作为魔导具而出售，在贩卖了一段时间后再公开这一技术呢？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并不介意，虽然已经知道了条件，但是妮娜还是非常好奇欧伦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发明。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个魔法的形成只是偶然而已，况且其开发本身也没什么难度，也许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魔法了，所以要公开的话越早越好。如果这件事由魔法开发室来进行的话，那么想必发布的速度会快上许多。还有这一魔法只有氏族内部知道是我发明的就行了，希望这个原创魔法产生的收益能为氏族里的所有人都有用。对于这一点，妮娜表示我保证会做到这点的。听到这里，欧伦也安心了不少，他在加入夜空银兔后还没有为工会做出贡献，所以他才会想借此来创造出显而易见的结果。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一旁的妮娜突然对其说道，有一件事我想和欧伦商量一下，那就是在精英部队没有活动的时候，你能来我们魔法开发室吗？我想把欧伦你的意见也纳入到今后的开发中。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易于使用的通用魔法以及相关工具，像莱恩以及卢克磊这样的顶级探索者也在协助我们。作为回报，如果魔法开发室掌握了一些欧伦不知道的技术，那么我们会很乐意的提供出来。你可以选择回去考虑一下，或者当场拒绝我都没有关系。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这种是没有拒绝的理由吧，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可能会很忙，所以有空的时候才能露面。对于这一点，妮娜表示当然没有问题。在随后的交谈中，两人得知了欧伦打算接下第10班的教导一职，这也让妮娜不禁地说道，他们三人将来肯定会前途无量的。所以卢克雷，你不打算接下教导一职吗？这样的话，欧伦也能抽出时间来我们魔法开发室，在此期间如果找到了更好的人，我会立即将你换回来的。虽然两人的对话让欧伦感到了非常有趣，但是同时他也感觉这一话题正在失控。想到这里，于是欧伦便随即表示，对不起，我并没有打算放弃教导一职，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手让第10班的所有人成为顶级的探索者。就在众人还在为此而讨论时，另外一边的沙曼则已来到了集合地。等待期间，他不禁地回想起了昨晚的事情，眼前的一幕让沙曼大呼恐怖。他没想到刚刚还是一脸开心的索菲亚，竟然在回到房间后会询问他今晚的事情。一想到自己刚才在欢迎会上喝得跟白痴一样，他就想暴揍当时的自己。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在妹妹的面前最好还是坦率的道歉比较好。想到这里，沙曼便随即开口说道，对不起索菲亚，刚才我们精英部队的全员为欧伦举办了一场欢迎会，因为有点得意忘形，所以比平时多喝了几杯。在喝醉后，我不仅直接睡着了，而且还让宴会的主角欧伦将我背回房间。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会深刻反省，不让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看索菲亚不仅没有回应自己，而且还嘟嘟起了小嘴，这给沙曼急的那是立即就询问索菲亚怎么了，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不要憋在心里，一定要说出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姐姐你最近一直很忙，不过有了欧伦的帮助，你肩膀上的负担一定会减轻许多，所以在心情变得轻松后喝得有点得意忘形。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莫名的生气，而且还将这种心情发泄到了姐姐的身上，这一点是我的错，所以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抱怨了。但是姐姐以后也要注意一点，再怎么高兴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听到这里，沙曼那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甚至都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妹妹难道是天使吗？看她哭得更厉害了，索菲亚还以为自己刚才的话说中了呢。为了缓解这一气氛，于是他便表示探索管理部的老师说了，从明天开始他们会检查新人队伍是否能够正常合作，我们班的负责人是欧伦吧？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应该是他，毕竟他本人刚才也说了。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一脸幸福地说道，总觉得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而沙曼则表示他早就知道欧伦会接受了，毕竟教导探索时他就很在意第10班。这句话让索菲亚更兴奋了，以至于让他感觉今晚可能都睡不着觉了。看自己的妹妹如此的开心，沙曼也放心地前往了浴室。索菲亚比以前笑得更多了，特别是这几天，只要一说到欧伦，她的笑容就从来没有停过。
不知道索菲亚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欧伦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的存在，虽然索菲亚将这些感情指向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这一点让他感到了有些孤独。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会支持索菲亚的，毕竟这可是自己那可爱妹妹的初恋。不过话说回来，自己竟然会在索菲亚的面前出丑，而且还做了一些对不起欧伦的事情。明明至今为止无论怎么喝都没有醉过，明明从来都没有对别人做过那样的事，即便再怎么醉也是如此。我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吗？虽然我的确很喜欢欧伦，但是那只不过是自己对探索者的一种钦佩之情，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感情了。应该没有了吧？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醉着，为什么自己的脸会很烫，而且心跳的也很快，简直就像是……然而还没等沙曼回忆完，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这也使得沙曼立即面红耳赤了起来。因为与卢克磊和妮娜聊得太过开心，以至于欧伦都忘了集合的时间，好在最后他还是及时赶到了。不过在与沙曼互相打完招呼后，气氛就变得异常尴尬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便知道对方有可能记得昨晚喝醉后的事情。正当他还在思考是否应该提起这个话题时，沙曼突然对他道起了歉，并表示自己正在反省。这一点让欧伦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沙曼一脸柔弱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为了让气氛尽快恢复正常，于是欧伦便主动表示昨晚大家都喝醉了，所以让我们彼此忘记昨天的事情吧。这句话让沙曼瞬间安心了不少，随即他便表示谢谢你欧伦，你能这么说真是帮大忙了。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的在心中更正了刚才的决定，看样他一时半会应该是忘不掉沙曼了。随后两人便前往了探索管理部，但是一进门便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这也让沙曼不禁的吐槽道，你这里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乱啊。而欧伦那边则感觉艾斯黛拉跟初次见面时完全判若两人，难道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看欧伦有些疑惑，于是沙曼便再次吐槽起了艾斯黛拉，这也让他不得不进入工作的状态。在感谢完欧伦能赏脸前来后，他便开始询问对方是否已看完第10班的资料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于是艾斯黛拉便再次询问欧伦是否真的要接下他们的教导工作，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是的，请允许我接下这一工作。这句话让艾斯黛拉高兴不已，随即便表示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欧伦你赶紧去跟他们会合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没有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告诉他氏族的教导方针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并没有什么方针。欧伦你想怎么教育都行，我们氏族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看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于是艾斯黛拉便表示你可以将他们染成任何颜色，只要用你至今为止的所见所闻以及过往的经历来教导他们就可以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正是新一代夜空银兔的核心成员所需要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欧伦虽然表示了认同，但是他感觉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很多要教的东西。此时一旁的沙曼表示教导方针可以不要，不过最起码要设立一个培养目标吧。听到这里，艾斯黛拉也随即表示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考虑到那些孩子的潜在才能，目标就设立为半年后仅靠第10班自己的力量攻略到大迷宫的中层吧。虽然这句话立即遭到了欧伦的吐槽，但是对方却以毕竟他们是我们备受期待的新人搪塞了过去。艾斯黛拉感觉经过了上次的教导探索，他们3人应该从欧伦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他感觉这个目标并不是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欧伦虽然仍有疑虑，但是如果用些非常的手段，半年后确实有可能会达成这一目标。艾斯黛拉设立的目标让欧伦有点无语，要知道新人探索者怎么可能会仅仅只用半年的时间便成长到足以攻略到大迷宫50层的实力。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如果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这里，欧伦便随即答应了下来。在做了简短的交接后，他便前往了第10班所在的作战室。虽然在教导探索后他和索菲亚有见过面，但是与洛根和卡罗琳则已隔了4天的时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对待自己。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欧伦走进了房间。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3人在见到他后立即争先恐后的上前跟他打起了招呼。如此热情的欢迎方式让欧伦有些意外，看样他之前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欧伦发现洛根似乎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这让他非常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只是他，就连其他2人也是一样，毕竟欧伦仅靠自己一人便打败了黑翼，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所以他们都非常庆幸能得到欧伦的教导。3人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有些担心，虽然在第三者看来他的确在那场战斗中压制住了黑翼，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场稍有不慎便会命丧当场的激烈战斗。按理说他不应该在这些新人的面前展示出那种危险的战斗方式，但是因为当时的情形让他不得不做出那种行为。想到这里，欧伦便表示如果你们真的想攻略大迷宫的话，那么你们迟早也会打败黑翼的。对于这一点，索菲亚显然没什么信心。看到这里，欧伦便表示虽然现在还很难做到，但是我感觉如果是你们的话，总有一天一定会攻略下黑龙的，毕竟你们3人的潜力都很高，只要勤加努力，我认为你们完全可以成为顶级的探索者。所以为了让那一天早点到来，接下来我会传授你们所需的知识以及技术。不过在此之前有2件事希望你们能放在心上，其一便是要经常思考，
因为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希望你们不要被特定的做法所束缚。不经意的对话，不经意的光景，有时也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还有第二个，就是希望你们能记住，我所说的话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这句话让三人感到了不解，随即他们便询问欧伦其中的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迄今为止我也做出过很多失败以及错误的事情，所以希望你们能勤加思考，多吸收一些有益的知识。看他们三人已明白了自己话中的意思，于是欧伦便正式开始了授课。为了让第10班能在半年后独自攻略到大迷宫的中层领域，欧伦也随即开始了授课。不过在此之前，他希望三人能说一下自己的梦想以及当探索者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初心。首先回答的是索菲亚，她的目标是成为像自己的姐姐沙曼克劳德尔一样，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来到氏族后，他遇到了很多人，这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所知道的世界是多么的狭小。为了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目标与梦想，所以他成为了一名探索者。在得知他过去的经历以及结合现在的发言，欧伦感觉索菲亚在他心中的印象改变了不少，这也让他不禁地开口说道：我觉得很不错，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陪同你一块寻找梦想吧。在说完这句话后，欧伦才反应过来好像哪里不对。为了缓解这一尴尬的气氛，于是他便让一旁的洛根接着汇报，他成为探索者的目的是为了给家乡寄钱。洛根故乡的村子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那里是一个连明天吃什么东西都很困难的贫困村。不过即便如此，但是村子里的所有人还是拿出了他们仅剩的一点钱，将洛根送到了这座城市里。仅仅只是因为洛根生来便有魔法的天赋，村民们不想让他跟自己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为了感谢他们的恩情，洛根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探索者，让故乡的人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他虽然感觉自己很幸运，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说来惭愧，直到前几天他还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不逊于上级探索者的力量，但是在教导探索期间见识完欧伦的实力，以及得知了黑龙的可怕后，他便意识到了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为了达到目标，他需要更多的力量，所以拜托了，请将探索者的所有知识全部告诉我吧。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有些恍惚，并让他不禁的喃喃自语道：很像以前那个家伙的眼里也泛着同样的光彩。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也随即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不过是否能将其占为己有，那就得看洛根自己的努力了。让欧伦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从洛根的眼里看见了曾经的他们。总体来说，欧伦对于索菲亚以及洛根还是比较放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卡罗琳那边。想到这里，他便询问对方是怎么成为探索者的。虽然从资料上他已大体知道了经过，但是欧伦还是想从他本人的嘴里得到答案，因为卡罗琳拥有着一个壮烈的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让他选择了探索者这条路？卡罗琳·英格洛特曾被犯罪组织仙克莱教团所囚禁，并且在那里遭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三人之中，欧伦最担心的就是他。果不其然，在面对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探索者这一问题时，卡罗琳则是一脸平淡的回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硬要说的话，那就是探索者可以狩猎魔兽，只要将他们杀死，那么周围的人就会露出笑容，所以他才会成为一名探索者。卡罗琳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有些疑惑。按理说，曾经有过壮烈的体验的话，一般都会希望以后能平静度过，但是卡罗琳却偏偏选择了危险的探索者之路，并且还没有任何理由。想到这里，欧伦便再次询问卡罗琳还有没有其他的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了，就只有这些。通过这简短的交谈，欧伦已察觉出卡罗琳的内心深处仍然隐藏着黑暗。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还是表示无论动机是什么，我认为卡罗琳的行为正在帮助别人，因为在打倒魔兽后会得到魔石，而这一材料正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卡罗琳，你喜欢别人的笑容吗？对于这一点，卡罗琳表示是的，最喜欢了，因为笑着的人不会打我。如果魔兽存在的话，那么大家的笑容就会消失，所以我要杀光所有的魔兽。这句话让索菲亚他们感到了吃惊，不只是他们，就连欧伦也是一样。这也让他不禁地猜测起了卡罗琳曾经究竟遭受过什么样的待遇，以至于让这一思想如此的根深蒂固。卡罗琳也许有一天会不得不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到时候自己能很好的帮到他吗？想到这里，欧伦只能结束了当前的话题。他表示希望你们三个不要忘记刚才的目标以及梦想，有着强烈的初心，有时会发挥出超过自己极限的力量。这一点是我与黑龙战斗时领悟到的。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询问起了欧伦是否也有梦想与目标。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无论面对任何不合理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为此，他要变得强大到可以保护重要的东西。怀揣着这一决心，他成为了一名探索者，并从中领悟到，如果你软弱无力，则无法保护任何东西。所以直到现在，他仍在努力变强。从现在开始，我即是你们的伙伴，也是你们的老师，我会认真面对你们，可能会说一些严厉的话，也可能会说一些让你们反感的话。尽管如此，但请你们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我都会与你们站在一起。在确认完三人的目标以及梦想后，欧伦便开始了下一个课题。他感觉如果在探索大迷宫时发生了突发的状况，那么叫队友的全名会有点来不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欧伦便分别为三人取了一个爱称，随后便开始了授课。经过了1上午的时间，欧伦已大体讲完了探索大迷宫时的注意事项。为了加深三人的印象，于是欧伦便决定下午带他们去一趟大迷宫。就这样，在吃过午饭后，众人便来到了南之大迷宫的11层。接下来欧伦打算让他们各自分别与魔兽战斗，以便观察个人的实力，如果发生什么突发的状况，他会出面解决的。所以欧伦希望三人能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全力战斗。为了让魔兽的注意力集中在测试人员的身上，于是欧伦便拿出了与黑龙战斗时所戴的项链。在上午的课程中，他也说过，魔物有袭击群体的特性，所以在探索时需要时刻注意自己与同伴的位置。但是这一特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魔兽也会瞄准魔石，并且还对其有着极其强烈的执着。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吸收完魔石后会变得更强，因此他们平时也会互相厮杀并抢夺对方的魔石。守护者的装备上镶嵌了大量的魔石，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为了就是吸引魔物的注意力，欧伦拿出的项链也有同样的效果。在探索了一段时间后，众人遭遇到了几只史莱姆。首先参加测试的是索菲亚，只见她在拿出法杖的同时便开始了吟唱，不多时便释放出了火矢魔法，当场消灭了3只史莱姆。不过还有2只漏网之鱼，对于他们的来袭，索菲亚早有准备。只见她在与其拉开一段距离后，便再次开始了吟唱，并抓准对方腾空的间隙，释放出了火矢魔法。对于她的表现，欧伦很是满意。火焰系魔法不仅可以完美克制史莱姆，而且其攻击力也足够强大。索菲亚虽然是一名新人，但是在魔法的选择与时机上把握的都很好。如果会并列构筑的话，那么他施法的速度将会比现在快上许多。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回去后就开始教他这一魔法。在探索了一段时间后，众人在一个拐角处碰到了几只哥布林。接下来测试的是洛根。按理说，作为一名赋予术士，应该专注于增幅的管理以及指挥的工作，但是因为第10班的人比较少，所以洛根应该很多时候会不得不加入到攻击当中。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另外一边的洛根则使用并列构筑，同时施展出了魔力屏障以及土级魔法，很轻松的便消灭了眼前的魔物。这也让欧伦不禁的感慨道，看样洛根已经拥有上级探索者的水平了，没想到1年便学会了并列构筑，的确可以将他称呼为天才。最后一个测试的是卡罗琳，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前2人那么顺利。为了更好地了解3人的个人能力，于是欧伦便让索菲亚他们分别与魔兽进行战斗。经过了2轮的测试，欧伦已大体掌握了索菲亚以及洛根的情况。最后一个测试的是卡罗琳，他所面对的是2只极其凶恶的银狼。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对于他们的攻击，卡罗琳丝毫不惧。他不仅非常轻松地便躲过了银狼的冲撞，而且还趁机划伤了对方的眼睛。还没等银狼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卡罗琳的连击便已再次袭来。如此娴熟的应对方式让欧伦不禁的感觉，比起后卫一职，卡罗琳更适合担当前锋。所以在他们攻略下层领域之前，有必要为第10班找一名正式的守护者。虽然卡罗琳曾说过自己想成为一名回避型的后卫，但是欧伦可不想让他担任这种高死亡率的职位。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另外一只银狼突然对毫无防备的卡罗琳发起了偷袭。看到这里，欧伦便感觉到此为止了，随即他便用反射屏障弹飞了银狼，随后又利用增益的效果快速朝对方逼近。在靠近到足够距离后，欧伦便一刀解决了眼前的魔物，速度之快以至于索菲亚与洛根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眼前的战斗便已结束。虽说危机已经解除，但是对于卡罗琳的大意，欧伦多少还是有些失望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对方，他只是让卡罗琳以后要多观察周围的情况。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知道他会从后面过来，所以特意没有防备。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不解，随即他便询问卡罗琳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不知道被袭击后有可能会受重伤吗？为什么不避开？听到这里，卡罗琳也随即回道，对了，我还没有告诉大家。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卡罗琳也随即划伤了自己的手腕。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震惊，他不明白卡罗琳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他必须要赶快为对方进行恢复。与他那慌张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卡罗琳那边，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伸出了右手，并展示出了刚才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手腕竟开始了自行恢复，这一点让欧伦惊讶不已。没想到他的能力真如资料上所写的一样。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卡罗琳则再次开口说道，我拥有自我恢复的异能，不管受了多重的伤都能很快的恢复，也就是说我拥有不死之身，伤口的疼痛我早就习惯了，很快就会好，所以不用担心。这样的话你可以对我放心了吧？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卡罗琳的异能竟然会如此的厉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毫无顾忌地冲进魔兽堆里。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的异能在难以想象的强敌面前毫无作用。
为了纠正卡罗琳的错误行为，于是欧伦便让他望向了远处的同伴。然而让卡罗琳没想到的是，此时洛根与索菲亚竟露出了一脸忧伤的表情。就在他还在为此而不知所措时，一旁的欧伦突然开口说道：“你喜欢的笑容从他们两人的脸上消失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受伤了。”对于这一点，卡罗琳虽然立即做出了反驳，但是欧伦却表示，即使伤口已经愈合，并且你也已经习惯了疼痛，可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疼痛的感觉。如果卡罗琳感到痛的话，那么我和索菲亚与洛根也一样会感到疼，因为只要看到同伴受伤，那么大家的心情就会变得不愉快。你要是还像现在一样不顾及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后他们两人的笑容也会再次消失。难道这样也没有关系吗？话音刚落，卡罗琳便大声喊道：“那可不行，我该怎么办才好？”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果然无法让别人对自己露出笑容，这一点对卡罗琳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其实很简单，只要不做那种让人感到痛的事就好了。”对于这一点，卡罗琳立即答应了下来。她表示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再做这种事了，所以露出笑容吧，求求你了，不要打我。虽然卡罗琳的资料上写着精神已经恢复了稳定，但是从教团那里受到的创伤看样并不会那么容易消失。想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边抚摸卡罗琳的头发，一边对其安慰道：“没事的，我并没有生气，这里也不会有人打你，即便是出现了想要伤害你的人，我也会将他打飞的，所以已经没事了。”伴随着这句话的一遍遍重复，卡罗琳的情绪也逐渐恢复了平静。虽然她还想看一下三人的合作，但是最终欧伦还是选择了结束这次的探索，并且偷偷地解决了沿路上的所有魔物。因为以卡罗琳现在的精神状况，不知道碰到魔兽后会有什么反应。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众人也顺利地返回了总部。看天色已经不早，于是欧伦便打算结束这次的教导。他表示自己基本上每隔一天便会来进行授课，在没有教导的日子，三人可以去大迷宫进行探索，不过有4个条件需要遵守。第一个便是必须三人一块进行探索，第二个则是不可以挑战楼层的首领，第三个是在自己许可之前不可以进入到11层往下的领域，最后一个则是绝对不可以胡来。还有就是，如果为了加快成长的速度，从而不停地探索地下城的话，那可是会引起反作用的，所以适当放松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事干的话，可以去探索管理部的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讲完这句话后，欧伦便结束了这次的课程。与此同时，大迷宫的第76层出现了几名探索者的身影，他们正是奥利弗带领的勇者队伍。此时在南之大迷宫的第76层，突然出现了几名探索者的身影，他们正是奥利弗率领的勇者队伍。众人此行的目的乃是收集魔物体内的魔石。虽然对于这一点安涅利表示了不满，但是一旁的露娜却让他不要抱怨了。在收集到指定数量的魔石之前，我们可是被工会禁止进入深层领域的。听到这里，奥利弗也随即安慰道：“这并不是什么无理的难题，要不了多久我们便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此次收集魔石的委托是工会强制给他们下达的惩罚，原因是勇者队伍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态，把92层的层主黑龙错误地传送到了50层，这也导致了工会不得不使用强制送还来平息此次的事件。而这一魔法发动时需要消耗大量的魔石，所以他们必须偿还工会的这一损失。然而就在此时，菲利突然开口说道：“奥利弗先生，正有一群魔兽白熊朝我们冲来。”听到这里，奥利弗立即表示：“那么一切按照作战计划进行吧。”菲利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支援魔法所能持续的时间，因此增益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指挥也是如此，正如那个家伙所说的一样，他是一名优秀的腹语术士。想到这里，奥利弗也不禁地回想起了刚才他与菲利的对话。据他所说，欧伦之前说的那些增益时间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要更长一些，准确的数值他现在还在摸索。听到这里，奥利弗便询问菲利是不是欧伦故意使坏，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认为没有，因为如果想那么做的话，应该增加持续时间才对。”的确如此，他确实不是那种会因为某些无聊的理由而发布假消息的家伙。不过每次向工会提交信息以及报告的时候，他都会格外的啰嗦。想到这里，奥利弗突然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当时除了他们与欧伦以外，在场的还有工会的所有干部。难道说他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虚假的情报，一方面是为了让菲利知道一个大体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则是不想让工会知道他们的相关信息。确实，详细的资料如果被泄露的话，会对他们不利。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也不想欠欧伦的人情，事到如今再想他的事也没有用了，还是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吧。就在奥利弗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大批的魔熊已冲出了森林，径直朝他们杀来。然而还没等奥利弗下达指示，德里克竟不管队形，独自一人冲向了魔物大军。虽然奥利弗立即提醒他不要急着冒进，但是德里克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眼前的一幕让剑圣奥利弗大为恼火，他没想到德里克不仅不顾队形，而且还对自己的命令置若罔闻。自从前2天失态之后，他就一看见魔兽便会马上对其发起突袭，这也导致了他们根本没法配合。然而就在此时，安涅利突然向奥利弗喊道：“你站在那里太碍事了，
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安涅利的魔法也从奥利弗的头上飞了过去，要不是他躲闪的及时，恐怕早就成烤乳猪了。这也让他随即质问安涅利，难道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菲利叫我向前方释放魔法的。对于这一点，菲利立即解释道，我应该说过使用魔法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吧。听到这里，安涅利立即对他道起了歉，这给奥利弗气得大呼，你好像搞错了要道歉的对象了吧。不过话说回来，安涅利最近非常听菲利的话，他明明不是那种会老实听别人话的类型，也许是因为菲利的指挥又准确又可靠，所以他才会那么信任对方。想到这里，奥利弗突然对信任一词产生了疑惑，甚至让他感到了一股奇怪的违和感。不过他并没有对此事进行深究，因为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即便有菲利的指挥，队员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的糟糕。德里克总是一个人冲进怪物堆里，而安涅利则是经常误射。至于露娜那边，她压根就没有加入到队伍的战斗中，她一直在默默地讨伐着那些被遗漏的魔兽。以现在的状态攻略94层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看样有必要让队伍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改革了。经过了数小时的讨伐，众人才返回了地面。但是当他们回到住所时，却发现门前竟然停了一辆马车，而且前方还站了一个人。看到这里，奥利弗立即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他乃是赞助勇者队伍最大的出资者福加斯侯爵的管家。正当奥利弗还在纳闷对方为什么会突然来访时，管家竟突然表示，虽然奥利弗先生才从迷宫回来，但是十分抱歉，我的主人希望你能立即与他见面。听到这里，奥利弗也随即询问对方为什么会突然召见自己，如果是前几天的失态，不是已经汇报过了吗？对于这一点，管家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拿出了一张报纸让奥利弗看一下。当他接过来以后，才发现上面写的竟是他们将黑龙传送到50层的新闻。不过好在发行日期是今天。奥利弗在粗略看了一遍后，发现上面写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并没有任何伪造的内容。然而就在此时，一旁的德里克突然对管家喊道，那个老头子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能让这种报纸流通到市面上啊？听到这里，奥利弗急忙让德里克闭嘴，并立即向管家道起了歉来。德里克的行为让奥利弗再次感到了不解，虽然他本来就是个非常自信且有点看不起别人的人，但是他以前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过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决定赶走欧伦不久之前开始的吗？想到这里，奥利弗的心中再次感到了一股奇怪的违和感。不过他的思绪很快便被管家所打断，在回复完对方并没有什么问题后，管家便带着他一块返回了侯爵的家中，并随后将他领到了一个特殊的房间。在推开房门后，一个低沉的声音也传入到了奥利弗的耳中，你来得正好，重大事态的勇者啊！奥利弗不仅拥有剑圣的称号，而且也是勇者队伍的队长，但是此时他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只能乖乖地站在那里，任由眼前之人随意嘲讽以及训斥。让他如此老实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眼前之人是他们幕后的大金主。虽然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赞助的贵族，但是克莱夫·福格斯侯爵不仅拥有很高的影响力，而且还是他们最大的投资人。如果福格斯侯爵撤资的话，想必其他贵族也会跟随他的脚步。而对方此时正因为今早报纸上的内容而在向他表示不满，这一点让奥利弗非常担心。不过好在福格斯侯爵暂时还没有撤资的打算，但是为了减少欧伦以及夜空银兔的影响力，于是福格斯侯爵便询问奥利弗，如果只用剑术战斗，你是否有把握战胜欧伦？对于这一点，奥利弗表示了肯定。虽然他不知道欧伦是如何打败黑龙的，但是与他的比试自己从来没有输过。在确认完他能100%战胜欧伦后，福格斯侯爵便打算让工会安排他们两人进行一场公开比试。听完后，奥利弗并没有感觉这一提议有什么不同，就跟当时将欧伦逐出队伍一样，并不是因为对他有什么怨恨，而是感觉那是必要的，自己必须继续成为最强的人，为了就是不再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哪怕是青梅竹马也是一样，只要阻挡自己前进的道路，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击溃。想到这里，奥利弗也随即表示我明白了。在哼了一声后，福格斯侯爵便一脸不屑地说道，这不是有一双好眼睛吗？看他已同意了自己的安排，于是福格斯侯爵便让奥利弗返回了旅馆。在确认完他已离开府宅后，福格斯侯爵也随即开口说道，这样可以了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他身后的空间也开始发生了扭曲。与此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中，是的，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对于这一点，福格斯侯爵则表示了抱怨。虽然删除报纸上的文章对于他来说易如反掌，但是这样做的话会有损他的声誉。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人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能成长。为了激发奥利弗原本的力量，我们还得再努力一点。听到这里，福格斯侯爵立即一脸厌恶地说道，真是个恶趣味的女人，竟然随意玩弄我的棋子。对于这一点，对方则表示，当你赞同那个人的观点时，咱俩就已经是同类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别把我和你们混为一谈。在我看来，梦想以及理想根本不值一提，我想要的只是赢到最后，为此跟随统治世界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一点，对方则表示，虽然我不能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只要不做违背那家伙意志的事，那么就不会输的。接下来我还有其他事要做，所以近期再见吧。
听到这里，福格斯侯爵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可怕的家伙！但是今后也是一样，自己将会继续赢下去。”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神秘人则利用空间跳跃，来到了某处偏僻的小巷子里。这一魔法消耗了他大量的魔力。正当他还在为此而吐槽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终于找到你了，因为戴着头套，我差点没有认出你来。”菲利在与福格斯侯爵分开后，菲利便使用空间跳跃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小巷子里。他本想稍作休息便返回据点，但是没成想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一个熟人，这也让他不得不摘下斗篷，并随即开口说道：“还真是巧啊，安涅利小姐，你来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是有什么事要做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并没有。我只是发现你突然消失了，有点担心，所以才会在这附近转悠。露娜刚才回老家了，我还以为你和她一样也要去什么地方呢。听到这里，菲利也随即回道：“原来安涅利小姐是特意出来找我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放心吧，我哪里也不会去的，我会一直守护着大家的。”话说露娜小姐回老家了吗？听到这里，安涅利也随即吐槽道：“是的，现在明明是勇者队伍最辛苦的时候，她却还是那么的任性妄为。”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露娜已回到了弗洛克哈特商会内，并直接来到了会长办公室。他表示自己知道义父很忙，但是能否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说。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能晚点再说吗？看对方并没有回应，于是帕斯卡会长只能放下手中的文件，并询问露娜有什么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实我正在考虑离开勇者队伍，看他并不像开玩笑。于是帕斯卡会长便询问他其中的理由。对于这一点，露娜表示正如今天报纸上所写的一样，勇者队伍显然正在快速的衰败。作为弗洛克哈特家的一员，我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下去了，所以我打算等收集完惩罚的魔石后便离开队伍。然而话音刚落，帕斯卡会长便大声吼道：“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万一福格斯侯爵终止与我们的交易该怎么办？你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王国内最大的商会之一，那还不是靠着与福格斯侯爵家族建立的良好关系吗？如果你试图破坏这一点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这句话让露娜感到了厌恶。哪有什么良好关系，不就是唯命是从，任由侯爵家随意摆布吗？以前明明有更广泛的交易对象，但是现在弗洛克哈特商会的商品却只能卖给侯爵家族里的贵族们。看露娜仍然没有打消念头，于是帕斯卡会长只能在叹了一口气后，便随即表示，如果是弗洛克哈特家的女儿就应该明白，除了服从我外，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句话让露娜感到了无力，因为她知道对方说的全是事实，看样自己也是一样，能做的只有唯命是从。我的人生早就已经被他人规划好了。11年前，图特雷尔市孤儿院内正有几名孩童在为同伴送行，他们非常羡慕露娜能被有钱人选中成为他们的孩子，不过同时他们也对其献上了自己的祝福。就这样，在与伙伴一一告别后，露娜也坐上了前来接他的马车。听说收养他的人经营着一家名为弗洛克哈特的大商会，如此一来的话，他也终于有自己的父母了。被选中一事让此时的露娜感到了无比的高兴，并让她不禁地憧憬起了今后的生活。露娜感觉前方等待她的一定是像在画本上看到的那样温馨的家庭。然而当她抵达弗洛克哈特家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继父与继母对她并没有过多的感情，每天除了学习便是学习，为了就是把她培养成符合上流社会的人。也就是说，对于没有孩子的弗洛克哈特夫妇来说，露娜只不过是日后与其他家族进行政治联姻的一个工具罢了。但是即便如此，她也感觉没有关系，因为比起在孤儿院的时候，这里不仅有优越的生活环境，而且也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便以后成为联姻的工具，婆家的家世想必也不会差到哪去。这样的人生肯定比在孤儿院里要好很多。为了能继续留在弗洛克哈特家，露娜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某一天，义父却告知她以后不需要成为联姻的工具了。因为当福格斯侯爵从义父那里得知了露娜拥有异能后，便当场提出，如果同意他的某些条件，那么以后侯爵家族将会与商会增加业务。如此诱人的提议让义父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下来。而侯爵所说的某个条件，则是不久之后便会有2名与他年龄相近的男孩前来这个小镇，到时候他希望露娜能与2人一块组成探索小队。就这样，在侯爵的安排下，伪装成碰巧与2人相遇的露娜也顺利地与他们组成了队伍。这便是他与欧伦和奥利弗的初次相遇。尽管他时常对在侯爵的提议下才跟2人成为朋友一事而感到内疚，但是对于他来说，与欧伦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无可代替的，因为与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自己都过得很开心。一开始露娜并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沉迷于危险的迷宫探索，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变强到这种程度。她之所以没有自暴自弃，那完全是因为有2人的陪伴。想到这里，露娜突然对一点感到了不解，那就是当初福格斯侯爵为什么会知道欧伦他们的事，以及为什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到这座城镇。也许是因为想要吸纳有前途的优秀人才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损失了既有实力又负责队伍整体运营的欧伦，将会对勇者队伍造成沉重的打击。没有欧伦的勇者队伍很快便会瓦解，这是露娜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连她的人身安全都会有危险，所以在此之前必须得想点办法。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义父那边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自己退出勇者队伍。想到这里，露娜便感觉应该从其他方面入手，于是她便对义父询问道：“你认为没有欧伦的勇者队伍是否还有价值？失去了像他这样的实力者，我相信福格斯侯爵也会为此而感到担心吧？能否跟我谈一下你们关于这件事的看法？”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好像误会了什么。欧伦杜拉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我让你加入勇者队伍是为了支持奥利弗卡迪夫，至于那个冒牌货只不过是碰巧打败了黑龙而已。真正的勇者自始至终只有奥利弗一人。”义父的一番话语让露娜感到了吃惊，她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如此的无知，这也让她随即反驳道：“恕我直言，深层领域的层主可不是碰巧就能打倒的存在，更不用说是只有一人了。这不正是与童话故事中讨伐邪神的勇者相媲美的丰功伟业吗？”然而话音刚落，帕斯卡会长便大声对其呵斥道：“明明就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竟然还敢在这跟我顶嘴！难道说你已经忘记是谁把你从孤儿院里救出来的吗？如果还没忘的话，那么就乖乖的听从我们的命令，别在这跟我顶嘴了，不允许你退出勇者队伍，明白了吗？”听到这里，露娜也只能无奈的回道：“我明白了。”随后她便返回了房间。露娜之所以会如此的听话，那是因为她感觉义父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正确的。如果自己一直待在环境恶劣的孤儿院里，可能早就已经因为受伤或生病而死了。也就是说，这所房子拯救了他的生命，所以露娜感觉自己必须回报这份恩情。但是以现在勇者队伍的状况以及不知道何时会暴走的德里克来看，队伍的瓦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不过这一点还好说，最坏的情况是在探索中丧命，自己还不想死。想到这里，露娜也随即坐了起来。她感觉既然不能离开队伍，那么以后她就不能再继续做旁观者了。她必须尽快想办法撮合大家以及恢复队员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队伍的崩溃。童话故事中的勇者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真希望你能帮帮我。不过我知道那种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的人生只会根据别人的情况而被继续的利用，直到生命的结束。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会被允许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斩断一切束缚我的枷锁，因为我渴望得到自由。就在各方势力围绕着欧伦暗潮涌动时，作为他们话题的主人公却在夜空银兔中过着悠哉的生活。平时除了探索地下城外，便是教导新人。经过了3周的相处，欧伦已彻底搞清楚了第10班的情况，这也让他分别为3人设计出了不同的教导方案。卡罗琳那边进行的是提高敏捷度的锻炼，他会随机点亮场地上的一个柱子并让其触碰。这一训练方法看似简单，但实则不管2个柱子距离多么近，都需要反复经过加速减速以及方向转换才能完成。卡罗琳使用的短剑虽然在近距离拥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不管攻击还是闪避都需要较高的灵敏度，所以他才会使用这种方法训练他。听到这里，卡罗琳便不解地问道：“使用支援魔法敏捷上升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即使使用支援魔法，其效果也是根据本人的基础能力而提升，所以最好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虽然卡罗琳嘴上说着泄气的话，但是在训练上他却没有丝毫的松懈，这让欧伦感到了欣慰。他打算让卡罗琳从回避型守护者转职为前卫进攻者，这一点他本人也同意了。经过了那次教导的事件，卡罗琳自己可能在想法上也有了变化。至于洛根那边，考虑到他需要兼顾攻击的角色，所以欧伦感觉比起用剑还是长枪更适合他一些。这样的话，既可以支援同伴，又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目前来看，洛根的枪术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应该可以过渡到实践的阶段了。接下来的指导会由威尔来负责，因为欧伦感觉能够灵活使用双刃刀的他比自己更精通枪术，而索菲亚那边的训练则是算术，目的是为了让他掌握并列构筑的窍门。他会从500开始依次减去7，并且同时进行3至4次敲击椅子扶手的动作。如果索菲亚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并列构筑的窍门他应该就已经大体掌握的差不多了。虽然现在还在苦战，但是欧伦能感觉出索菲亚已经可以慢慢地掌握节奏了。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另外一边的卡罗琳终于完成了敏捷的培训，这给他累得直接就来了一个当场躺平。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吐槽了起来。不过不光是他，其他2人看起来也好不到哪去，看样大家确实累得不轻。然而就在此时，洛根突然跑了过来，并询问欧伦自己的枪术怎么样了。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当听到自己已经可以进入到实战的训练时，洛根也立即露出了一脸高兴的表情，这让欧伦不禁地吐槽道：“他跟第一次见面时的变化也未免有点太大了吧？”然而就在此时，洛根突然一脸崇拜地看向了欧伦，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一头雾水。他不解洛根为什么会一脸崇拜地看向自己。然而就在此时，洛根突然开口说道：“师傅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厉害，竟然可以一边发动如此之多的闪光，一边掌握我们3人的训练情况。
不过对于可以同时并列构筑几十个魔法的师傅来说，这种事应该是小儿科吧。虽然得到对方的仰慕让欧伦感到了高兴，但是同时也让他不禁地担心了起来，盲目的相信自己会导致洛根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希望他能尽快意识到这点。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没想到他加入氏族已经3个星期了，这也让欧伦不禁地感慨起时间过得真快。到目前为止，除了教导第10班外，平时他还会帮助沙曼处理一些事务，以及拜访氏族的赞助者，还有就是和精英部队的大家进行素材的采集与联合训练。话说之前订购的那把剑再有1星期的时间，应该就会锻造完成，到时候他们终于可以开始探索深层领域了。首先他们要攻略的对象是精英部队的夙愿，92层的层主黑翼，这次的讨伐他绝对会让其成功完成。想到这里，欧伦便向3人表示已经休息的差不多了吧，在我出去之前应该还可以再进行1轮训练。听到这里，洛根立即询问欧伦是有什么事要做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保密。就这样，在教导结束之后，欧伦便立即赶往了经常光顾的杂货店，而此时店老板也正打算关门歇业，于是他便打算让欧伦在客厅里稍等一会。对于他的提议，欧伦并没有接受，因为他也想帮爷爷一块收拾。在打扫期间，欧伦曾表示其实他现在正在研发一个新的魔法，所以他才会特意来这里听一下爷爷的建议。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能胜任吗？听到这里，欧伦立即回道，你在说什么呢爷爷？教我魔法以及为我制作出这个收纳道具的人，不正是爷爷你吗？看对方仍在装傻，欧伦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了，因为只有他知道爷爷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毕竟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科弗戴尔埃文斯。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他已经将这个名字舍弃了。科弗戴尔埃文斯曾是闻名于世的传说级魔导具师，他完成了许多颠覆魔导具常识的伟业，其名声早已载入史册。因为爷爷平时绝不会对任何人报上真名，所以一开始他也不知道对方竟然是如此厉害的人。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爷爷突然向他表明了身份，并开始教导他关于魔法的知识，以及为他制作了这个收纳的魔导具。不过因为爷爷要求他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自己，所以关于他身份的秘密只有自己一人知道。想想也是，毕竟在公众认知上，科弗戴尔埃文斯早就已经死了。因为很多人嫉妒他的才能，所以据说科弗戴尔埃文斯一直遭受到世间的冷漠，承受巨大压力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为什么已经死了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眼前之人看似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但实则竟是传说级的魔导具师科弗戴尔埃文斯。为什么已经死了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以及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虽然这一点让欧伦感到了不解，但是他并没有打算继续深究下去，毕竟爷爷救了他很多次，因此他早已经将对方视为了家人。不愧是传说级的人物，经过他的指点，欧伦很快便解决了在研发中所碰到的问题，这也让他不禁地称赞起了对方。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可什么都没有做。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没想到你还能开发出一些有趣的魔法，不愧是我的徒弟。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其实这个魔法跟瞬间能力超上升一样，他感觉应该可以成为自己新的杀手锏。这句话让爷爷沉默了片刻，随后他便意味深长地说了句瞬间能力超上升吗？这让欧伦感到了不解，随后他便询问爷爷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一脸严肃了起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欧伦啊，你真的觉得那个技能是因为魔法出问题而导致的吗？这句话让欧伦先是一愣，随后他便表示那个技能以颠覆之源魔法为前提，看来我认为除了故障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解释。听到这里，爷爷也随即回道，是吗？果然欧伦你的异能是……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欧伦便询问对方自己的异能魔力收束有什么问题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并没有。虽然这一点让欧伦很是在意，但是既然爷爷说了没有，他也不好再继续追问下去了。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爷爷突然开口说道，正巧我也有一件事想要和欧伦你说一下，是关于最近听到的一些让人在意的传闻。这句话立即让欧伦警戒了起来，因为能让爷爷在意的传闻一定不是小事。对于这一点，爷爷则表示如果传闻是真的话，那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沉默了片刻后，他便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阿蒙泽斯。此话一出，欧伦立即产生了动摇，因为这可是以猎杀探索者为目的的组织，据说他们好像已经来到了南至大迷宫，并且开始了活动。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南至大迷宫的环境将会与以往不同，变得异常的危险。明明现在是攻占深层领域的最好时机，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于是欧伦来到了某处酒吧，在看见有新顾客光临后，酒保立即向他表示了欢迎，并询问他需要什么酒水。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想要点新鲜的。听到这里，酒保立即表示没想到还是位贵客，那么不精心招待的话可不行。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酒保也开始挑起了酒来，其清脆的响声很快便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在他的一番操作下，一杯特殊的酒水也呈现在了欧伦的面前。为了获得猎杀组织的情报，于是欧伦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酒吧，并向调酒师点了一杯新鲜的酒水。然而对方端上来的却是一杯奇怪的鸡尾酒。
其散发出来的恶臭甚至让酒吧里的其他2人都为之吐槽了起来。与他们的表情形成对比的是欧伦那边，对于端上来的酒水，他不仅没有抱怨，反而还打算将其喝掉，这让酒吧里的其他2人惊讶不已。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欧伦在喝之前已偷偷施展了味觉遮断，这是一种能暂时麻痹味觉的魔法，对付刺激性强的料理以及药品非常有用。所以即使这杯酒再难喝，此时欧伦也尝不出任何的味道。看他如此爽快地将其一饮而尽，酒保也不禁地佩服了起来。随后他便向其他2名顾客表示了抱歉，因为今天他要提早关门了。对于这一点，2名顾客并没有什么异议，因为看完刚才的酒水，他们早就萌生退意了。在目送完2人后，酒保便开始询问欧伦想要问些什么，向这家店的调酒师传达想要点新鲜的东西，对方便会端上来那杯味道超级糟糕的鸡尾酒，而将其喝干净后，调酒师便会告诉对方一些稀有的情报。其实酒保的真实身份是喜欢收集奇怪话题的情报员，而欧伦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想打听一下关于阿蒙泽斯的相关情报。他听说这伙人已经在南之大迷宫里开始活动了，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要知道阿蒙泽斯可是与仙克莱教团齐名的2大犯罪组织之一，他们是以何种目的而行动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有他们始终坚持大迷宫不能被攻略一说，并为此持续杀害着下层领域的高级探索者。因为阿蒙泽斯拥有非常出色的战斗人员，所以据说即使是很有实力的高级探索者在他们的面前也很难取胜。对于欧伦的提问，酒保表示自己的确知道，他们确实已经来到南之大迷宫，并且已经有好几名高级探索者被杀害了。听到这里，欧伦立即询问对方工会难道不知道这事吗？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中的原因我想你应该明白，恐怕是为了防止混乱而进行了信息管制。虽然这的确有可能会引起探索者们的恐慌，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岂不是更危险吗？想到这里，欧伦便感觉至少应该让夜空银兔里的高级探索者知道，明明前几天才因为卡罗琳的资料得知了仙克莱的事情，没想到这2天又蹦出个阿蒙泽斯。通过神秘调酒师的情报，欧伦也终于确定了2大犯罪组织之一的阿蒙泽斯已经来到了南之大迷宫。至于他们为什么声称大迷宫不能被攻略，这一点让欧伦感到了不解。对于这一点，调酒师跟他一个看法，明明前不久西之大迷宫才被探索者攻略下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有着现成的例子摆在面前，真不知道他们的主张有什么意义。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的确如此，真希望那群麻烦的家伙能就此打住，攻略下南之大迷宫，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即使队伍变了，这个梦想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最深领域100层，我的愿望是挑战那个人类未曾踏足的领域，因为我想知道大迷宫的终点到底有什么。1周过后，欧伦如约来到了夜空银兔的锻造房，而锻造师也不辱使命地制作出了他的专属武器，这让欧伦高兴不已。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锻造师还是建议欧伦立即确认一下武器的性能。就这样，怀着兴奋的心情，欧伦拿出了这把新生的武器，看着眼前这把好似能吞噬周围光芒的漆黑之刃，欧伦也不禁地喃喃自语道：好厉害，这就是用黑龙之灵制作出来的剑吗？想到这里，于是欧伦便询问锻造师自己可不可以挥动试试。对于这一点，锻造师表示当然没有问题，那边的空地你可以随意使用。就这样，欧伦在到达指定地点后便开始了首次的尝试。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把漆黑之刃无论是手感还是重心都非常的完美，给他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从这一刻起，他便已确定这把剑确实是为他而生。看欧伦测试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于是锻造师便提醒他，已按照要求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加上了海德龟的血液，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其耐久度有所下降，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比较好。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可以使用支援魔法增加武器的属性。听到这里，于是锻造师便询问欧伦打算给这把武器取什么名字，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施瓦尔茨哈泽，在某个地区的语言中有着黑兔的意思。就这样，在为武器取完名字以及再次感谢完锻造师后，欧伦也随即前往了精英部队所在的作战室。在看完这把漆黑之刃后，众人也不禁地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用黑龙的鳞片制作出来的武器为什么没有光泽？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因为有反射光会变得很明显，所以他特意让锻造师将其消除了。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开口说道，这样的话，攻略黑龙的所有准备也总算是完成了。伴随着欧伦专属武器的锻造完成，精英队伍也终于具备了探索深层领域的所有条件。虽然欧伦对于自己推迟了队伍的攻略时间这一点表示了抱歉，但是沙曼却让他不用在意，毕竟他们已经等待了1年的时间。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自从被黑龙打败的那一天起，他们终于走到了这里，这一次绝不会重蹈覆辙。想到这里，沙曼也随即宣布，从今天起精英部队将恢复深层领域的探索。首先他们会前往91层测试队伍的配合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明天他们将会再次展开92层的攻略。对于这一点大家没有任何异议。就这样，在众人的万众一心下，精英部队也正式开始了91层的探索。
虽然这里只是深层领域的第一层，但是其毛骨悚然的气氛却丝毫不输其他楼层。这里的空气不仅臭气熏天，而且还浑浊无比，就连出没的魔兽都是死系生物，所以探索者们将这里称呼为地狱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在众人还在为此而吐槽时，后方的沙曼突然注意到了森林里好像来了几个不速之客。对于这一点，欧伦也有所察觉，这种欢迎方式未免也有点太隆重了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无数的丧尸也从四面八方涌现了出来。看到这里，沙曼立即使出了魔力屏障，将他们暂时保护了起来。虽然这次出现的魔物比平时少一些，但是也有50只之多。死系生物不仅是一种能源源不断涌出的麻烦魔物，而且打倒后如果不及时回收魔石的话，那么其他魔物便会通过吸收那个魔石，从而变得更强。想到这里，沙曼便表示自己会维持结界，不让魔物靠近。莱恩在此期间构筑超位魔法极寒冰雪，而卢克磊的任务是利用攻击魔法挡住远处的敌人。至于靠近屏障附近的魔物，则交给了威尔以及欧伦。在分配好各自的任务后，众人也开始了分头行动。为了测试一下黑剑的性能如何，欧伦率先对魔物发起了攻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些深层领域的魔物在他的剑下竟脆如薄纸。不多时，他便将靠近的丧尸全部斩杀。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看样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虽说对方是行动迟缓的死系生物，但是没想到能毫不费劲地打倒如此之多的深层魔物，这一点让沙曼震惊不已。然而就在此时，莱恩向欧伦发出了返回的信号，他已构筑完了魔法所需的术士。听到这里，欧伦也立即使用空间跳跃返回了屏障。与此同时，莱恩也释放出了超位魔法极寒冰雪。在超位魔法极寒冰雪的面前，无论是周围那一片死寂的森林，还是如潮水般涌来的丧尸，全都化为了冰雕，唯有魔法屏障中的众人得以幸免。然而这还不算完，伴随着沙曼的一声令下，全体队员也开始施展起了土系魔法。不多时，天空便已被无数的碎石所覆盖，犹如雨点一般落向了大地。伴随着轰隆声的不断响起，周围的冰雕也一座座化为了冰渣。待魔法结束之时，围困精英部队的魔物已被全部清除。看到这里，沙曼总算是放心了，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从明后天开始，他们将再次展开对92层的攻略，是时候完成夜空银兔的夙愿黑龙的讨伐了。为1年前一雪前耻，为了保持最好的状态，欧伦一回到夜空银兔的总部，便前往了附近的山丘上练习剑技，直到傍晚时分，他才结束了当天的锻炼。明天就要进行黑龙战了。虽然自己入团时间不长，但是他还是能清楚地知道大家为了战胜黑龙付出了多少努力，因为他也经历过苦于实力不足而反复修炼的日子，所以为了让大家的努力结出果实，自己将会拼尽全力。与此同时，夜空银兔的居住区内，沙曼望着天上的孤月，久久不能入睡。虽然已经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准备，但是对于黑龙的讨伐，他多少还是有些没有底。沙曼害怕自己会出现像教导探索时一样的事态，还有就是从欧伦那里得知阿蒙泽斯也来到了南之大迷宫，这一点让他感到了同样的不安。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作为领队的他都会站在大家前面。然而此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沙曼的耳中：你是在为明天的攻略而紧张吗？因为姐姐你看起来有些发抖。听到这里，沙曼才注意到自己的手确实在一直发抖。不过为了不让索菲亚为自己担心，于是沙曼便谎称自己这是武者的颤抖。毕竟时隔1年，他们终于可以为阿尔伯特报仇雪恨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让姐姐明天去那里。因为说到这里，索菲亚突然戛然而止，并表示自己知道就算是这样，姐姐也是会去的。所以我将我的勇气分给你吧，我相信她定会为你带来好运。因为最近我觉得自己和卡罗琳还有洛根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且我还获得了队伍的指挥权，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也拿出了勇气。现在我将它分给你，所以姐姐明天一定能攻略成功。索菲亚的一番话语让沙曼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并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勇气。明天精英部队定会成功打败黑翼，并全员踏上93层的土地。经过了1年的刻苦训练，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刻。明天一定要打败黑龙，并全员踏上93层的土地。就这样怀揣着这一夙愿，众人也迎来了第2天的太阳。欧伦像往常一样一早便来到了作战室，但是他却惊讶地发现威尔比他还早。如此少见的情况让他不免地担心了起来。对于这一点，威尔则表示自己昨晚有好好睡觉，所以没问题的。不过话虽如此，但是看完对方的表情后，欧伦更担心了。为了缓解他的紧张，于是欧伦便将威尔带到了训练场，并与其展开了一场攻略前的热身比试。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让对方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毕竟听说去年的黑龙攻略战，担任攻击手的阿尔伯特是为了保护威尔才不幸离世的，所以想必这件事一定让他产生了很大的自责以及压力。虽然自己不能代替阿尔伯特先生，但是作为伙伴的支持他还是能做到的。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两人也结束了热身的比试。虽然威尔立即对欧伦表示了感谢，但是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只是利用你来做准备运动而已，所以并不需要对我道谢。听到这里，威尔会心一笑，
男人之间的友谊确实不需要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在返回作战室准备了一番后，众人便踏上了前往大迷宫的旅途。在此期间，有一件事让欧伦很是在意，那就是除了威尔外，其他3人的表情也非常僵硬，这也让他不禁的再次担心了起来。要是能在万全的状态下进行探索就好了。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若有所思时，突然他们的前方传来了加油呐喊的声音，与此同时无数的工会伙伴也出现在了他们的眼里，这让精英部队的众人很是意外，并且让他们感动不已。然而让他们更加吃惊的是，就连会长本人也亲自来到这里为他们送行，托大家的福。此时精英部队的众人已经没有像刚才那么紧张了。看到这里，会长也随即开口说道，我们会在这里祈祷你们面带微笑凯旋归来，所以希望你们今天能竭尽全力。对于这一点，沙曼立即表示了感谢，他们今天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全员踏上93层的土地，奔着这一目标，精英部队的众人也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攻略。虽然92层的魔物异常的凶猛，不过有了之前的磨合，众人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便斩杀了来袭的魔物。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一层的魔物实力明显比91层强上许多，这不就连欧伦都挂了彩。虽说只是轻微的擦伤，但是卢克磊还是立即对其施展了恢复魔法，这一点让欧伦有些意外。虽然他感觉对方有点太神经质了，但是在与黑龙交战前，对同伴的伤势很敏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想到这里，欧伦也开始夸奖起了卢克磊的恢复魔法，这让对方干劲十足。就这样，经过了4个小时的攻略，众人也终于来到了黑龙的房门前。在经过了4个小时的艰苦攻略后，夜空银兔的众人也终于抵达了黑龙的房间。只要打开前方的房门，他们便会立即进入 BOSS 战。所以在此之前，沙曼要求众人对装备进行最终的检查，毕竟即便是微小的疏忽也足以致命。从现在开始才是正式的战斗。对于这一点，欧伦完全同意，所以他也提前为自己施加了全能力上升以及4重赋予。看全员已经准备完毕，于是沙曼也随即宣布黑龙讨伐战正式开始。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众人也推开了那扇厚重的铁门。然而刚走进房间，大家便惊讶地发现，提前准备的可不止他们几个，黑龙好似早就知道他们会进来一样，所以早已飞到了天上，并进入了临战状态。原本他就拥有很强的威压，从上方开始的话，这一感觉更加明显了。然而就在3人还在为此而胆怯时，后方的沙曼突然大声喊道，不要害怕，战斗已经开始了，要相信自己以及身边的伙伴，我们不正是为了这一天才努力至今的吗？况且现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拥有屠龙之名的欧伦。似乎是发现了众人的异常，于是黑龙便无视了靠近的欧伦，开始攻击起了下方的4人。不过经过了刚才的疏导，他们已经恢复了正常。在沙曼的指挥下，莱恩很快便构筑出了天之雷锤，并对黑龙降下了天罚，这也使得他的龙之吐息还没有凝聚成型，便因这一魔法彻底粉碎。看着下方那个坏了自己好事的人类，黑龙恨不得立即将其碎尸万段。然而就在他打算对莱恩发起攻击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那引以为豪的火球没有当场炸裂，还真是遗憾。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挥出了黑色的天闪，不过对于他的攻击，黑龙根本不屑于闪避，随即他便打算使用翅膀扇飞欧伦的天闪。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即将击中的瞬间，欧伦这个老六竟然又用上了瞬间能力超上升，在100倍的加持下，即使是坚硬无比的龙鳞也承受不住这一攻击。眼前的一幕让莱恩很是惊讶，他没想到战斗才刚刚开始，黑龙便失去了飞翔的能力，这样的话他也没法再保持余裕了。而另外一边的欧伦此时正在感叹，比起一个人攻略的时候简单太多了。不过好在这次对方并没有用尾巴挡下自己的天闪，看样这条黑龙与上一个相比，战斗经验明显不足。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难道你忘了吗？与你战斗的人可不止我一个，你的敌人可是夜空银兔的精英，第一部队的全体成员。伴随着一句你的敌人可不止我一个，而是夜空银兔的精英，第一部队的全体成员后，威尔也随即挥舞出了手中的利刃，正中黑龙的右眼。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感慨道，你做到了威尔，这样的话黑龙的视野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目前为止都和预想中的一样。想到这里，沙曼便打算进入第2阶段的讨伐，为了能更高效的指挥，于是他便将对话转换成了念力沟通。与此同时，黑龙那边也开始出现了异样，只见他的周身突然散发出了黑色的乌云。看到这里，沙曼便已知道对方要使用魔法了。黑龙不仅可以将自己的魔力物质化，而且还可以自由改变其形状并进行全方位的攻击。不过他一次所能发射的数量最多只有10个，所以为此他们早已制定好了计划。想到这里，沙曼立即对威尔说道，拜托你了。伴随着一句没有问题，威尔也随即使用双刃刀斩向了龙霭。然而在两者接触的瞬间，黑龙的龙霭竟然被直接消除了。其实威尔使用的双刃刀并不是一把普通的武器，而是能将接触到的魔力吸入到武器内的魔导具。即使黑龙的龙霭拥有再高的威力，但是只要是由魔力制作而成的，那么便无法伤到威尔分毫。这一点让黑龙很是恼火。
为了能尽快突破对方的防御，黑龙甚至开始不讲武德了起来，无限次的朝威尔发射出了黑色的龙霭，试图使用数量压死对方。看黑龙的注意力已完全放到了威尔的身上，沙曼也立即让莱恩开始构筑起了攻击的魔法。为了不让黑龙注意到这边，于是他便让欧伦与威尔一块拖住对方。听到这里，欧伦也立即做出了暗号，而威尔则心领神会地回了一句明白后，便随即使出了混沌的斩击。与此同时，欧伦也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看到这里，沙曼便不禁地称赞道，威尔可以使用混沌的斩击将之前吸收的魔力释放出来，而欧伦则可以使用魔法放大其输出的威力，两人的组合堪称完美。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感慨时，另外一边的莱恩则已构筑好了攻击的魔法。听到这里，沙曼立即让欧伦撤回来辅助莱恩，而支援威尔的任务则交给了卢克。在分配好各自的职责后，只见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莱恩也随即施展出了火枪魔法。与此同时，他也向欧伦发出了信号。听到这里，欧伦也立即回道，交给我吧，我会让他加倍的吃下莱恩小姐的魔法的。伴随着一句交给我吧，欧伦也随即对莱恩的火枪魔法施展出了增幅连锁，这也使得该魔法的威力提升了好几倍，瞬间便将黑龙的身影完全吞没其中。不过莱恩知道仅凭刚才的攻击根本无法打败黑龙，于是他便立即吟唱起了下一个魔法。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欧伦也在沙曼的指挥下展开了行动，他需要为莱恩争取5秒钟的时间。欧伦感觉如果是手里的这把剑，那么即使是尽情的挥舞应该也完全没有问题。在进行了一次试探的攻击后，欧伦更加确定了这一想法，随即他便朝着刚才攻击的位置再次挥出了黑剑，并同时施展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在武器与魔法的双重加持下，欧伦就像切豆腐一样直接斩下了黑龙的左脚。眼前的战果出乎了沙曼的预料，这样的话黑龙就无法采取防御的架势了。而此时莱恩的魔法也已准备完毕，伴随着沙曼的一声令下，他也开始朝着黑龙的方向施展出了超位魔法。虽然黑龙已意识到了不对，但是行动受限的他根本无法做出躲闪的动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神圣的光芒朝他陨落。伴随着超爆发的成功引爆，黑龙周围方圆几里内的所有物体也瞬间化为了尘埃。看到这里，威尔也随即开口说道，这样的话黑龙应该救。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欧伦便表示战斗还没有结束。果不其然，伴随着硝烟的逐渐散去，众人也惊讶地发现黑龙竟然毫发无伤，没想到他竟然使用龙霭挡下了刚才的攻击。然而这还不算完，此时卢克磊突然侦测到了黑龙的左后脚开始有了魔力的反应，与此同时紫色的龙霭也开始汇聚到了黑龙的脚下，不多时便化为了一只，并让他再次站起了身来。这突发的状况让沙曼有点始料未及，他没想到魔兽竟然能灵巧地模仿出人类的行为。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另外一边的黑龙则已有了新的动作。在看见他挥动尾巴后，威尔便立即向一旁的欧伦发出了暗号，伴随着一句我明白了，两人也进入了临战的状态。几乎是同一时间，黑龙也开始朝他们发起了攻击。虽然对方的速度无比的迅捷，但是已经做好准备的欧伦也随即施展出了反射障壁，将这一攻击直接弹飞了出去。与此同时，威尔也展开了行动，只见他在跳到高处后，便立即释放出了武器中储存的魔力，并利用反作用力将自己手里的双刃剑牢牢地钉到了黑龙的尾巴上。夜空银突的众人本以为可以凭借超位魔法一击将黑龙彻底解决，但是没成想对方竟然使用龙霭挡下了这必中的一击，并且还立即对欧伦与威尔发起了攻击。不过在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下，最终黑龙不仅没有伤到两人，而且他的尾巴还被威尔钉在了原地。趁着黑龙暂时无法动弹，欧伦也抓准时机，朝着他的尾根处便挥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在50倍的加持下，即使是坚硬无比的龙鳞也无法承受这全力的一击，随即便被其一分为二，这也让黑龙再次发出了惨叫。与此同时，卢克雷也侦测到了对方的魔力陷入了紊乱，以至于就连他用来防御的龙霭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起来。看到这里，沙曼立即对欧伦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并让威尔对他进行辅助。至于卢克雷与莱恩则是负责处理剩下的龙霭以及应对黑龙的攻击魔法。虽然沙曼的布局十分的缜密，但是欧伦这一路上其实并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便到达了攻击的位置。随即他便对黑龙发起了致命的一击，但是随着离对方的越来越近，一股违和感也在欧伦的心中油然而生。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黑龙的魔力却突然开始了急剧膨胀，与此同时无数的龙霭也开始从他的身体里涌现了出来。这一突发状况让沙曼有些猝不及防，不只是他，就连欧伦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还留有后手，这也导致了他此时根本来不及闪避。随后无数的龙霭便开始朝他发起了攻击，不过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欧伦成功使出了魔力收束，并通过将其物质化来阻挡下了黑龙的攻击，这也使得他得以全身而退。通过刚才的攻击，众人终于意识到了眼前这只魔物是多么的狡猾，他不仅故意隐藏实力，而且还特意露出破绽，为了就是引诱他们上钩。此时欧伦也察觉出了眼前这只黑龙与之前碰到的有点不一样，
他所能同时发动的龙霭要比其他的黑龙多上很多。想到这里，欧伦便感觉要想打倒眼前这个家伙，那么只能使用那个了，所以拜托了爷爷。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的手环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并从中源源不断地涌出黑色的魔力，与他手中的黑剑相互交融。不多时，两者便合二为一，形成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全新魔剑。眼前的状况已严重超出了夜空银兔众人的预料。按照往常的经验来说，92层的层主黑龙可以同时操纵的龙霭最多只有10个，而眼下他所操控的数量明显已远远超出了这一数值。不过话虽如此，但是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欧伦他们也并不是毫无准备。就在他们决定要攻略黑龙的前几天，在一次作战会议上，沙曼在听完欧伦的假设后，便一脸惊讶地对其询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黑龙有可能会比以前更强吗？因为他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战斗方式。”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因为深层领域的魔兽拥有太多的未知事情，就连上次的黑龙事件也有异常的地方。无论是他利用出入无常之门传送到其他楼层，还是在勇者队伍报告中提到的黑龙主动离开了层主的房间，并对他们发起偷袭，皆是如此。因此欧伦感觉深层领域的魔兽，特别是楼层的首领，需要格外的小心。黑龙这次很有可能会发动无法预测的攻击。听到这里，威尔立即表示战法方面他们已经考虑了10几种了，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渡过难关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也不知道。总之眼下黑龙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因此关于他的攻略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所以最好还是对他保持警惕比较好。为了应对突发状况，我打算用这个作为新的对抗措施。看到这里，莱恩也一脸不解地对其询问道：“那个不是你的收纳魔导具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自己现在带的其实是改良版的，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能持续吸收周围魔力的功能。听到这里，众人也立即露出了一脸羡慕的表情。在闲聊了几句后，欧伦便表示言归正传，这个改良其实还有别的目的，那便是为了我新开发的魔法魔剑合一。虽然这个魔法还尚处于试验阶段，但是如果想要发动的话，那么就需要用到这个收纳魔导具中吸收的魔力，并让它缠绕到剑身上，与其合二为一。回忆到这里，沙曼也随即吐槽道：“那就是欧伦新开发的魔法吗？竟然还说只是试验阶段，你到底让那把剑收束了多少魔力？”就在沙曼还在为此而吃惊时，另外一边的欧伦则已做完了所有的准备，随即他便朝着黑龙大喊道：“来吧！”听到这里，黑龙也立即做出了回应。只见伴随着他那震耳欲聋的一声咆哮，所有龙霭也开始朝欧伦杀去。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欧伦也使出了自己新开发的绝技魔剑合一版的天闪。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新开发的绝技魔剑合一版的天闪不仅击碎了所有龙霭，而且还对后方的黑龙造成了直接的伤害，其产生的余波甚至就连远处的沙曼都能清楚地感觉到。然而一击过后，众人却惊讶地发现黑龙竟然还能站起身来。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刚才的攻击显然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看到这里，沙曼便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为了能彻底解决黑龙，沙曼也随即向欧伦下达了绕后的命令，而威尔则是负责正面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就在两人即将夹击黑龙时，那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黑龙再次使出了紫色的龙霭，并对靠近的两人发起了攻击，这让威尔很是吃惊，他没想到对方居然还留有后手，而欧伦也对这一点感到了惊讶。按理说他的天闪应该给黑龙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眼下对方不仅还能使出龙霭，而且还打乱了他们的攻击节奏。就在两人还在对此而一筹莫展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你们专心负责攻击就行，至于其他的我这边会想办法的。”虽然这次的对手是黑龙，但是应该会顺利吧。想到这里，沙曼便让莱恩与卢克雷使用攻击魔法引起黑龙的注意，而他则会来负责守护两人的安全。在接收到命令后，莱恩与卢克雷也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开始了行动。与此同时，沙曼也开始构筑起了防御的魔法。在遭受到攻击后，黑龙很快便将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了3人的身上。看到这里，沙曼也随即开口说道：“莱恩、卢克雷，做好准备。”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沙曼也使出了拥有最高密度的魔力障壁。看到这里，黑龙立即控制龙霭，转变了攻击的方式。眼前的一幕让众人大感不妙，黑龙正在使用逐步蚕食的方法破坏结界，这样下去的话，即使是拥有最高密度的防御魔法也很难维持下去。然而话音刚落，黑龙则再次转换了攻击的方式，只见他将所有的龙霭集中了起来，并开始疯狂地冲击起了结界，这让威尔担心不已。而沙曼那边则让欧伦与威尔继续攻击，并让他们相信自己。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还是不放心，因为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下，魔力障壁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果不其然，话音刚落，黑龙便突破了沙曼的结界，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3人的身影也随即淹没在了龙霭之下。为了给欧伦与威尔创造机会，沙曼他们以自身为诱饵，吸引了黑龙的所有注意力。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在黑龙的猛烈攻击下，沙曼的结界没有坚持多久便被龙霭彻底击碎。为了防止他们侥幸逃脱，
黑龙甚至发动了第二轮攻击，其猛烈的攻势很快便让首领的房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看到这里，威尔也不禁地担心起了沙曼他们。就在他打算返回营救三人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欧伦，威尔，我们没事。这一点让威尔很是惊讶，他明明看见三人刚才被龙霭击中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在施展魔力障壁的同时也构筑了空间跳跃。在成功吸引完黑龙后，我便立即使出了幻影魔法，制造出了我仍在原地的假象。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早已偷偷地传送到了其他的位置。讲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表示：你俩还要划水到什么时候？还不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拿下黑龙。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威尔也随即使出了所有的魔力，并对黑龙的下颚发出了全力的一击，迫使对方的头部朝上方仰去。与此同时，威尔也对欧伦说道：交给你了。伴随着一句没有问题，欧伦也随即使出了为黑龙准备的全新招式魔剑合一四之形。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感到了惊讶，他们没想到欧伦竟然能将手里的佩剑转换成长枪，看样这才是魔剑合一的真正能力。以黑剑作为媒介，将魔力固定其中，根据状况的不同自由改变武器的形状，这可以使得战略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而现在的形状是长枪，其擅长的是一点突破的攻击。欧伦正是看中了这点，打算绕过坚硬无比的龙鳞，从黑龙的口中一跃而下，对其内部发起致命的攻击。怕魔剑合一的威力不足以彻底贯穿黑龙，欧伦更是在长矛脱手之后立即使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在100倍的加持下，长矛毫无意外地贯穿了黑龙的全身。在将其捡回之后，欧伦的黑剑也逐渐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与此同时，黑龙的身体也出现了异样，只见他的体内突然冒出了万丈的光芒，不多时便化为了狂暴无比的光之旋风，直冲云霄。这也使得首领的房间开始弥漫起了大雾，不过很快这一风暴便平息了下来。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也逐渐映入了众人的眼帘。待硝烟彻底散去之后，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我们胜利了。伴随着那漆黑长矛贯穿黑龙的全身，意味着夜空银兔的众人终于攻略下了大迷宫的第92层，为阿尔伯特报仇的夙愿也得以完成，这让夜空银兔的众人无不为此而感到高兴。当然在这之中也包括欧伦，不过虽说他为大家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这一点感到了高兴，但同时他又感到了少许的寂寞。为了不破坏大家的气氛，于是欧伦便打算独自去清点一下战利品。在发现这点后，威尔立即上前搂住了欧伦，并询问他一个人在这瞎转悠啥呢？为啥不和大家一块庆祝？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才一脸顾虑地表示：我没有像你们之间那么长久的感情，所以感觉和大家一块庆祝不太合适，毕竟牵扯太多的话，有可能会像那时候一样。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担心时，一旁的威尔却突然表示：你也太不解风情了吧，要知道现在我们可是在一个队伍里，客气个啥？而且就算没有多年的感情，欧伦你也是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重要伙伴，所以不需要有更多理由了吧？听到这里，欧伦则一脸不安地回道：真的吗？听到这里，莱恩也上前表示当然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吧。没关系，不用害怕，无论你做什么我们大家都会接受的。此时卢克磊也走了过来，并表示欧伦就是太聪明了，所以总会考虑很多事情，不过这种事其实简单一点就可以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是吧沙曼姐姐？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说道：我们都喜欢着欧伦，并从心底里想着今后也能跟你一块组队，所以不管谁说些什么，你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听到这里，欧伦再也难掩心中的喜悦，这还是他头一次听到别人如此在乎自己。如果是不久之前的话，眼前的这一场景他连想都不敢想。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感动时，另外一边的沙曼他们却突然异口同声地说道：欧伦，欢迎来到夜空银兔。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众人也相拥到了一块。在平复了好一段时间后，沙曼他们才想起来还需要打扫一下战场。就这样，在回收完素材以及将93层的水晶激活后，众人便返回了地面。然而却发现外面的时间已来到了深夜。当他们回到工会后，却被吓了一跳，因为就算是这个点，总部里也依然灯火通明。看到这里，沙曼才想起来，出发时大家好像说过等着我们回来。抱着好奇心，沙曼推开了大门，而等待他们的则是迎接英雄凯旋的欢呼声。虽然此时外面的时间已来到了深夜，但是夜空银兔的总部内却灯火通明，热闹无比。不仅如此，而且食堂内还布置了十分丰富的晚宴。看到这里，沙曼也不禁地惊呼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准备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都相信如果是你们的话一定能行，所以在你们出发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听到这里，沙曼立即询问众人：随便这么做真的可以吗？对于这一点，文斯会长表示当然不可以，不过这场庆祝会是我许可的。就这样，伴随着英雄的凯旋，为他们准备的晚宴也正式开始了。作为今晚的主角，欧伦他们自然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不断有工会的同僚过来与他们打招呼，并向其表示了祝贺。在此期间，洛根与卡罗琳曾找到了索菲亚，在三人的相视一笑后，他们便一同跑向了欧伦，并异口同声地喊道：
欢迎回来，欧伦老师。”这让欧伦瞬间有了回家的感觉，并让他再次庆幸自己能加入到这个工会。然而就在他还在享受着温馨的时光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非常抱歉，在你玩得正开心时过来找你，但是就在刚才有某位贵宾来到了工会，希望你能作为探索部的干部与我们一同接待他。”听到这里，欧伦立即意识到来的人应该是个相当大的人物，毕竟需要会长与沙曼一同接待的程度。想到这里，他也随即表示明白了。在与三人告别后，他便跟会长他们一同前往了接待室。在此期间，沙曼曾表示接下来要接待的是夜空银兔幕后的大金主艾丁顿伯爵家的上任家主拉扎勒斯·艾丁顿。欧伦，你应该是第一次与他见面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不过关于拉扎勒斯的情报，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听说他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对夜空银兔很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的确如此。特别是过去的1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工会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听到这里，欧伦也想起来他在勇者队伍里的时候，曾听福格斯公爵抱怨过关于停止赞助夜空银兔一事，各大出资方曾一度达成了协议，但是在此期间，因为拉扎勒斯的从中斡旋，最终各大贵族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而此时沙曼也接着说道，他今天之所以会特意前来，听说是得知了我们已经到达了93层。对于这一点，欧伦感到了惊讶，对方行动如此之快，看样应该是早就预料到了他们的成功。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三人也到达了接待室，欧伦也终于见到了这个夜空银兔幕后大金主的庐山真面目。就在欧伦还在享受晚宴时，沙曼与会长却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并表示工会里来了一位大人物，需要他们一同接待一下。就这样，随后三人便来到了接待室，并见到了夜空银兔幕后的大金主拉扎勒斯·艾丁顿伯爵。一见面，对方便对沙曼他们的攻略进度表示了称赞，并称自己没想到大家居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到达了93层，想必这一成果应该归功于欧伦你的加入吧。听到这里，欧伦立即回道：“不好意思，这次的攻略我只尽了微薄之力，其实能有今天的结果，完全是因为夜空银兔拥有这个实力，如果仅靠我一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到达93层。”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太谦虚了。”虽然对方无论是外表还是对他这个平民说话的语气都非常的和善，但是拉扎勒斯毕竟是在权术的漩涡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油条，所以欧伦感觉在他的面前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大意。而此时拉扎勒斯也开始慰问起了一旁的沙曼，并询问他是否已经为阿尔伯特报仇了。对于这一点，沙曼表示了肯定，并同时感谢起了他长久以来对工会的支持。听到这里，拉扎勒斯则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所做的只是一些小事，不过这样的话我就能在大家的面前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了，感谢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听到这里，欧伦立即意识到了大家这个词的含义。在攻略下92层后，夜空银兔的实力已今非昔比，而当初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做出支持工会的这一成功决定，将会使得拉扎勒斯在贵族派系内的发言权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当然对夜空银兔的影响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工会今后的发展很有可能会被他的想法所左右。为此，欧伦感觉还是多收集一些眼前之人的情报比较好。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拉扎勒斯却突然开口说道：“欧伦，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是关于勇者队伍的队长剑圣奥利弗的事情。如果让你和他进行一场1对1的决斗，最终谁会赢？在不用魔法，只用武术的条件下。”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我会赢。”这句话出乎了拉扎勒斯伯爵的预料，但是无论是沙曼还是会长，对于这一回答显然并不意外。在思考了片刻后，拉扎勒斯便询问欧伦为什么这么自信。据自己所知，你明明从来没有赢过奥利弗。听到这里，欧伦便知道对方已查过了自己的底细。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过多的暴露自己的实力，欧伦也随即表示自己的确从来没有赢过奥利弗，但是我们俩最后一次比试还是在我成为赋予术士之前的事情。听到这里，拉扎勒斯立即一脸激动地说道：“也就是说，现在的你可以赢他吗？”对于这一点，欧伦十分肯定地回道：“是的。”在听见欧伦竟然有把握能战胜勇者后，拉扎勒斯伯爵立即一脸兴奋地对其再次确认了起来。然而所得到的依然是相同的答复，因为他对奥利弗的习惯了如指掌，所以作为战斗的对象，他感觉对方属于相对容易对付的一类。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同时也表示，如果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将1对1的比试换成狩猎魔物的竞速比赛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毫无胜算。这一点他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奥利弗是个天才，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凡人的眼里，他就像是另外一个次元的存在。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拉扎勒斯却突然开口说道：“原来如此，与奥利弗一起从小长大的你确实有这个可能。也就是说，只要满足武术比试这个条件，便能赢下战斗。这样的话，我就安心了。”这句话让欧伦感到了疑惑，对方的口气就像是只要满足那个条件，自己真的会与奥利弗进行一场比试一样。想到这里，欧伦瞬间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并让他不禁地怀疑起了眼前之人正在盘算些什么。自那以后又过去了5天的时间，欧伦也终于从繁忙的应酬中抽出了身来，这也让他总算是有时间可以进行教导的工作了。
对于自己这些天的缺席，欧伦向三人表示了抱歉，而索菲亚他们自然明白欧伦的苦衷，毕竟需要向探索者工会提交报告以及接受采访，而且还要拜访各大赞助商。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确实挺忙的，不过好在已经消停了不少，接下来该轮到你们忙了。听到这里，洛根立即一脸疑惑地询问欧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接下来我们将前往上层领域的最后一层，对大迷宫的30层进行攻略。这句话让三人兴奋不已。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在这个1个月的时间里，你们已经攻克了11到29层，所以在我看来，你们完全有足够的实力攻略下楼层的首领，就算中途出现什么意外，有我在，你们也完全可以放心。听到这里，洛根立即回道，师父，其实有件事我们想要和你商量一下。在互相交换完眼神后，洛根便对欧伦说道，这次的攻略我们想单独挑战。这句话立即让欧伦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也就是说你们不想让我同行吗？不过想想也是，我总在后面看着，并没有为你们做些什么。听到这里，洛根急忙表示不是那样的，只要和师父一起，我们就会感到无比的安心，并且可以毫无顾虑地攻略迷宫。但是我们不能像长不大的雏鸟一样一直对师父撒娇，所以为了能尽快独当一面，我们才会做出这个决定。索菲亚他们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三人竟会提出单独攻略迷宫的请求。起先欧伦还以为对方是讨厌与自己一块下迷宫，但是通过后来的对话，欧伦察觉出了三人只是在焦虑该如何更快地变强而已。看样精英部队到达93层对他们的触动很大。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索菲亚突然开口说道，欧伦先生，我们并不是头脑一热便做出了这一决定，其实在这5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讨论了无数次该如何攻克大迷宫的30层，结合之前教导探索时领队们的攻略方法，索菲亚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且就算是客观的比较，以他们3人现在的实力，也应该完全能应对楼层主。索菲亚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有些意外，毕竟他本人很少主动说出这样的话，看样他对这次的攻略充满了信心。然而此时卡罗琳也站起来表示自己不会再乱来了，也不会再做出让2人失去笑容的事了，会好好的与他们进行协助，所以拜托了。看3人这次是铁了心要单独攻略楼层主，欧伦虽然不想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同时也非常担心会出现意外。虽说最近3人的合作的确变好了很多，而且他们的实力其实早就已经处于中层的水平，可是对于处理意外情况的能力还欠些火候，这是他最担心的地方。不过话虽如此，但是欧伦感觉不能仅凭自己的不安，便将索菲亚他们的这份热情扼杀于摇篮之中。如果自己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对于3人的成长将会非常的不利。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我知道了，30层的攻略就由你们单独进行吧，不过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告诉我具体的作战计划，如果我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将会撤销你们的许可。听到这里，洛根也随即站起了身来，表示我知道了，那么就由我来说明吧。就这样，随后洛根便开始讲解起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不过当欧伦听完以后，却陷入了沉思，这让一旁的3人冒了一身冷汗。然而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而担心时，欧伦却突然询问3人是谁想出的这份作战计划。听到这里，索菲亚也一脸不安地表示是我想出来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吗？原来是你啊，索菲亚。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将手放到了索菲亚的头上，并一脸欣慰地对其说道，好厉害，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想出一个如此完美的作战计划，你今后完全可以对自己更加自信一些。在听完3人的作战计划后，欧伦也不禁地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没想到索菲亚竟然会想出如此完美的策略，不仅避开了初学者都会犯的错误，而且这份作战计划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其中大部分的策略虽然是基于自己教给他们的基础知识，但是从中也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创意，并且充分地考虑到了每个人的特长，并安排了相应的任务。以这份作战计划来看的话，攻略下30层的首领应该不成问题。听到这里，卡罗琳立即一脸高兴地跳了出来，并表示这份计划也有他的一些主意。在秒懂了卡罗琳的意思后，欧伦也随即将手放到了他的头上，而此时洛根也走了过来。注意到这点的欧伦也只能雨露均沾，并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收到3人攻略成功的消息。随后欧伦便询问众人攻略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对于这一点，洛根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因此3人打算明天就前往地下城。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那么明天出发之前是否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为你们送行。此话一出，3人立即露出了一脸高兴的表情，并表示请务必这样做。就这样，在定下约定之后，欧伦便离开了教室。他原本打算利用今天空闲的时间对魔剑合一进行改良，但是考虑到明天索菲亚他们3人要去单独攻略迷宫，欧伦感觉还是先将那个东西做出来的比较好。想到这里，他便打算动身前往爷爷那里。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却传入到了他的耳中，欧伦先生，是否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在看见是索菲亚后，欧伦也随即表示了没有问题。有什么事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实最近有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所以想找欧伦先生咨询一下。最近我时不时便会感到一股奇怪的感觉，但是无法很好的描述出来。
就是突然间。然而话讲到一半，索菲亚便忽然走向了一旁的花盆，并开始认真地注视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便询问他怎么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却感觉自己能给眼前之物带来什么影响。这种感觉让我一头雾水，因此也没法和别人诉说。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虽然和索菲亚你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觉，那便是发现异能的时候。在听完索菲亚的一番话语后，欧伦也随即表示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便是发现异能的时候。这句话让索菲亚感到了吃惊，难道自己也有异能吗？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说出了他自己发现魔力收束的过程，而索菲亚在听完后则一脸忧心地表示，也许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尝试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让他不要灰心，毕竟关于异能的事情还有很多是他不知道的，目前尚不清楚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异能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欧伦感觉索菲亚也许需要某个契机，又或者是显现的时间比其他人稍微长点。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回道，是吗？如果有的话，真希望能快点发现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到洛根与卡罗琳了，毕竟第10班只有我们3人。听到这里，欧伦也再次对其安慰道，不用着急，没关系的，只要慢慢探索那股违和感，相信很快便能搞清楚其中的面目。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一脸开心地感谢起了欧伦，并表示自己心中的乌云总算烟消云散了，希望发现异能的那一天能早点到来。就这样一夜过后，第二天一早，欧伦以及索菲亚他们便来到了杂货店，在对其嘱咐完相关的事宜后，3人便前往了南之大迷宫。而欧伦虽然嘴上说着一路顺风，实则内心却一直在嘀咕，如果是他们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在看出欧伦的不安后，爷爷也随即对其表示，既然那么在意的话，那么偷偷的跟在他们的后面不就行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如果自己这样做的话，岂不是意味着我不信任他们吗？索菲亚他们已经有能力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毫无问题的攻略下30层。听到这里，爷爷则表示，既然如此，那就静静等待他们回来吧。还有那条项链不是也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了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作为护身符他亲自为3人戴上了，希望他们真的仅仅只是作为护身符就好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3人已抵达了大迷宫的30层。在此期间，卡罗琳与索菲亚曾相互夸赞起了对方的项链，而一旁的洛根则让2人集中精神，毕竟他们已身处大迷宫之中。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用那种表情说出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对于这一点，洛根则表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他没想到会从师傅那里获得礼物。然而话音刚落，洛根便突然发现前方有脚步声。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询问他是否可以确认种族。对于这一点，洛根则表示自己只知道对方的数量也许是3个，看无法获得更多的有利情报。于是索菲亚便让洛根与自己一块警戒前方，并等待对方的到来。而卡罗琳则负责盯着后方，防止被其他魔物夹击。在经过了短暂的等待后，一支魔物小队也逐渐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为了尽快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探索者，索菲亚他们3人最终决定独自攻略南之大迷宫的30层。然而就在他们到达该楼层不久后，洛根便察觉出有3只魔物正在朝他们靠近。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做出了安排。就这样，没过多久，果不其然，一支由4名哥布林组成的小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里。看到这里，洛根立即为自己的失误向索菲亚道起了歉，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事，幸好你提前感知到了对方的气息，才让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确认后方并没有魔物后，索菲亚便打算使用魔法一口气消灭这支哥布林小队。首先他会使用射程较长的法术摧毁对方的双腿，在此期间洛根则需要用并列构筑干掉前方的3只魔物，至于后方的那只，索菲亚表示自己会处理。在布置完作战计划后，索菲亚便随即施展出了锋刃魔法，摧毁了4只哥布林的双腿，而洛根则使出了土击魔法，干掉了前方的3只魔物。看到这里，仅剩的一个哥布林已察觉出了不妙，然而还没等他做出逃跑的动作，索菲亚便对着他的方向施展出了雷矢魔法，将其变成了一缕尘埃。看作战计划非常顺利，于是卡罗琳也立即向2人表示了祝贺。随后3人便开始了商业互吹。在此期间，洛根曾表示在见识完索菲亚的指挥后，总算明白师傅为什么说他发出的指挥很粗糙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还差得远呢，虽然姐姐教了我不少东西，但是自己总是做不好。而卡罗琳则认为2人都太消极了，现在就将自己与上级探索者进行比较，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对于这个问题，索菲亚感觉的确如此。在调整完心态后，3人便重新开始了探索，并很快将攻略进度推到了 80% 左右。虽说他们这次进步了很多，但是却比较早探索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不过好在这一路上他们并没有受伤，这全归功于众人想出的作战计划，以及欧伦老师的护身符项链。就这样，在稍作休息后，3人便开始朝首领的房间前进。不过因为沿途会经过一处宽敞的走廊，为了防止遇到危险，于是索菲亚便建议众人确认完周边后再前进。而当3人小心翼翼地靠近走廊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却传入到了洛根的耳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我们只能靠双脚一层层的走下去。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4名身着斗篷的神秘人也映入了索菲亚他们的眼帘。在经过了一番探索过后，索菲亚他们已成功攻略完了大迷宫30层80%的领域。就在他们打算前往剩下的区域以及首领的房间时，却在主路上意外地碰到了一伙神秘人，并且对方还时不时地抱怨道，竟然还需要再走60层才能到达深层，这也太痛苦了吧。对于这一点，他的同伴却表示准确说是61层，因为91层以下才属于深层领域。通过他们的对话，不难猜出对方拥有很强的实力。想到这里，卡罗琳则一脸郁闷地表示这可怎么办，前进的道路被他们抢了。对于这一点，洛根则表示总之先过去跟他们交涉看看吧，毕竟师傅曾说过，如果在迷宫里遇到其他工会时，为了避免麻烦，最好协商过后再选择探索的路线。想到这里，3人便走了出来并叫停了对方。虽然高个男讲话的语气让洛根多少有些害怕，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无法沟通的对象。在意识到这点后，洛根也鼓起勇气表示，我们想以最短距离攻略下该楼层，但是如果我们双方都走相同的路线，会因为重叠的原因相互干扰。然而就在洛根与高个男相互协商时，后方的神秘人却将视线落在了3人的胳膊上。在思考了片刻后，他便主动走上了前来，并随即表示，你那手臂上的纹章，难道你们是夜空银兔的探索者吗？对于这一点，洛根则表示的确如此，有什么事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还真是太巧了，我正好有件事想要咨询你们一下。对方突然转移话题，让洛根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而且他总觉眼前这几个人很可疑，似乎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对方立即表示，不用那么紧张，我只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其实我们正在寻找某个人，而那个人和你们是同一个工会的，不知你们是否认识龙沙？听到这里，3人立即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毕竟龙沙正是屠龙者欧伦的称号。难道他们想从我们的口中套出师傅的情报吗？看3人久久没有回应，对方也随即表示，我问的问题好像没那么难回答吧。而此时最后方的神秘人则感觉索菲亚他们的反应多少有些可疑，这也让他随即呼唤起了一旁的祖里尔。听完后，对方一边表示我明白了，一边举起了左手。然而就在洛根还在思考他们想要做什么时，突然一股违和感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这让洛根感到了一头雾水。然而就在他还在思考自己刚才到底怎么了时，祖里尔却突然一脸坏笑地说道，原来如此，刚才的问题他们确实很难回答。眼前的一幕让洛根感到了一头雾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脑中突然闪过了一股违和感。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不知所措时，神秘人祖里尔却突然表示，原来如此，他们的确很难回答刚才的问题，毕竟这些少年跟龙沙是熟人，不过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伙伴，倒不如说是师徒更贴切一些。听到这里，索菲亚瞬间猜出了对方刚才读取了洛根脑中的信息，眼前这些人实在是太危险了，继续待下去的话恐有变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索菲亚立即向2人发出了逃跑的信号。看到这里，高个男则一边对其喊道，给我等下，一边施展法术，伴随着一句让我们在这里放松一会吧。高个男也随即施展出了魔法。眼前的一幕出乎了3人的预料，他们没想到对方居然能一瞬间封死所有的通道。然而就在他们3人还在为此而不知所措时，祖里尔却再次表示，我们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去吵吵嚷嚷走到深层的麻烦了，我们可以用他们3个来引诱龙沙过来。听到这里，洛根则立即回道，请停止你们那奇怪的行为吧，如果探索者在迷宫里对其他工会进行恶劣的干扰或者攻击，那么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及追究罪责。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有好好学习，真是了不起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探索者呢？这句话让洛根吃了一惊，如果不是探索者的话，那么他们会是什么人？而此时另外一边的索菲亚则质问神秘人们到底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要用他们来引诱龙沙过来，这么做到底有何目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要杀死屠龙者，因为那是给我们下达的命令。这句话让3人震惊不已，竟有人想要杀死欧伦先生。想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质问对方到底是谁下达的这一荒唐的命令。对于这一点，神秘人则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自己恕难相告。听到这里，卡罗琳立即一脸愤怒地回道，开什么玩笑，你们为什么要杀他？欧伦明明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吗？对于你们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个应该排除的威胁，毕竟他可是拥有仅凭一个人便能打倒黑龙的实力。对于如此危险的人物，我们不能将其置之不理，怨恨也没有关系，即使使用粗暴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有必须要保护的重要东西，这既是我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么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基比亚也站了出来，并劝解众人放弃抵抗，毕竟即使索菲亚他们3个人一起上，也不是自己的对手。眼前的一幕让3人感到了震惊，他们没想到神秘人们的目标竟然是杀死欧伦，为此对方竟打算用他们3人来当作诱饵。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就危险了。想到这里，卡罗琳便一股脑地冲向了对方。虽然索菲亚很想制止他的这一鲁莽行为，但是早已被愤怒冲昏头的卡罗琳并没有将他的话听进去。只见他仍然一边喊着我绝不允许你们继续吓唬他们两人，一边快速地朝高个男冲去。看到这里，吉布亚则一脸淡定地表示别卖命了，随后便不讲武德地掏出了一把大剑，并对其调侃道：你以为用那种短剑能战胜我吗？虽然此时卡罗琳也注意到了对方的武器，但是现在他已经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想到这里，卡罗琳便随即掷出了右手的短剑，不过却被对方轻松躲掉了。但是吉布亚也因此改变了攻击的姿势，趁着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卡罗琳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对方。然而出乎他预料的是，吉布亚重构的速度异常之快。看到这里，卡罗琳便不得不停下了攻击，但是却已为时已晚。只见伴随着一声闷响，卡罗琳的身体也随即被吉布亚的大剑击飞了出去，并重重地撞到了岩石之上，这让索菲亚与洛根大感不妙。随即两人便冲向了卡罗琳，并查看起了她的伤势。而另外一边的吉布亚则一脸不爽地说道：在刀刃碰触的瞬间使用后跳的方式减少了冲击吗？本来还想为了让他不受苦一击将其解决呢，不过算了，反正那个家伙也已经退场了。卡罗琳的伤势让索菲亚十分的担心，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混乱时，洛根却突然开口说道：振作一点，索菲亚，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人，如果我们不战斗的话，那就只有等死这一个下场。听到这里，祖里尔也随即吐槽道：怎么弄得我们像是恶人一样？而此时索菲亚也已振作了起来，并随即施展出了雷击法术，正中了四人所在的位置。看到这里，洛根也不禁地在心中庆幸道：直接命中，太好了。然而当硝烟散去后，洛根却惊讶地发现四人已不见了踪影。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在看哪里呢？此时洛根才注意到吉布亚竟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自己的身后。看到这里，他只能急忙使用手中的棍棒阻挡下了对方的攻击。虽然吉布亚仍用蛮力击飞了洛根，但是并未对其造成任何的伤害。看到这里，吉布亚也随即开口说道：你的身手还蛮不错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感谢你的称赞，不过通过刚才的交手，我已经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和欧伦师傅比起来，你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从眼前这绝望的一幕中博得一线生机，两人也重新振作了起来，并随后与吉布亚进行了短暂的交手。这也让洛根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眼前之人跟师傅比起来差远了。这句话让吉布亚感到了怒火中烧，而此时索菲亚也注意到了洛根的身体正在轻微的发抖，会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眼前这个男人拥有压倒性的实力。而此时另外一边的吉布亚则再次对洛根展开了攻击，这次无论是威力还是速度都要比之前强上许多。虽然洛根正在顽强抵抗，但是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他是绝对赢不了的。不对，不能放弃。欧伦先生不是也说过吗？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时常思考该如何打破眼前这一绝境。然而话音刚落，另外一边的吉布亚便一脸兴奋地大笑道：你真的很棒，但是太嫩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吉布亚也使出了全力击碎了洛根的武器，一切都结束了。眼前的一幕让索菲亚感到了绝望，因为无论他如何思考，最终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洛根接下来100%会被对方杀死。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换来奇迹？然而话音刚落，索菲亚突然从对方的武器上感知到了一股气息，这也让他回想起了之前与欧伦关于发现异能的对话。如果是现在的话，他觉得自己能搞定那把武器，虽然没有任何根据，但是没有关系，为了能帮到两人，自己绝对可以。在下定决心之后，索菲亚也随即伸出了右手，并对其大喊道：给我停下来。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吉布亚的身体竟真的停了下来，这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了吃惊。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那雷击的法术便正中了他的身体，这也让吉布亚发出了一声惨叫。看到这里，洛根便一脸不解地对其询问道：索菲亚刚才的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是我的异能念动力。这句话让洛根感到了吃惊，也就是说刚才是索菲亚阻止了那个男人的动作吗？在这种状况下竟然能发现异能，看样他们三人还未被上天抛弃。而此时另外一边的艾格尼斯则开始吐槽起了吉布亚的事态，并表示西安小姐现在非常不高兴。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并没有不高兴，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会花费这么长时间。听到这里，吉布亚的表情也随即阴沉了下来，并表示这都是我的过错，我以为他们只是些孩子，所以一直都在小看他们，但是好像错了。接下来我将使出全力以确保能彻底解决掉他们。就在索菲亚他们遭遇到神秘人袭击不久之前，留在城市里的欧伦如往常一样来到了爷爷的店里帮工，但是他却总是心不在焉地看着手里的吊坠。在注意到这一点后，爷爷也随即对其说道：果然还是很在意他们三人吧。听到这里，欧伦立即向爷爷道起了歉，并表示自己只是在想按时间上来算，他们应该到首领房间了吧。讲到这里，欧伦则再次看起了吊坠，并喃喃自语道：喜欢担心吗？然而话音刚落，他手上的吊坠便隐隐地泛起了翠色的微光。看到这里，欧伦立即露出了一脸惊恐的表情。在注意到他的异常后，爷爷立即对其询问道：
欧伦你怎么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卡罗琳他们那边好像出事了，再留下了一句为了以防万一，爷爷你帮我联系一下工会吧。欧伦便全速冲向了城外。其实他之前给索菲亚他们3人的吊坠是一个信号装置，一旦佩戴者处于危险状态，那么欧伦身上的项链便会发出相应的颜色。难道说大迷宫里出现了连他们都无法打败的魔物吗？虽然这一点让欧伦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眼下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这些不必要的问题。他此时所需要考虑的只有一件事，那便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而此时的南之大迷宫30层，双方的交战仍在持续。虽然吉布亚相较于两人拥有压倒性的实力，但是因为索菲亚的异能念动力的束缚实在是太过强力，以至于吉布亚再次发起攻击时仍被其定在了原地。看到这里，洛根便抓准时机，一边使用土系魔法制作武器，一边快速冲向了对方。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时，吉布亚却使用蛮力在最后一刻强行偏移了身体。看到这里，洛根也只能一脸不甘地再次与其拉开了距离。而此时另外一边的吉布亚则一脸得意地表示，怎么了？你那可以束缚对方身体的异能是不是比刚才弱了？已经无法继续阻止我的动作了吧？眼下的状况让洛根大感不妙，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又会变成防御的一方。对于这一点，索菲亚当然清楚，但是他的异能念动力每次发动都会使他的身体异常的疲劳，很难维持下去，并且还会被对方推回来。想到这里，索菲亚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封住对方的行动，使用用力按的方式也许并不正确。想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询问起了洛根，是否能在吉布亚的头上制作出土块武器。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可以，但是对方不会给那个空隙的。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这个由我来想办法，你只需要尽可能制作出一件越大越好的土块武器就行。看两人居然还有闲工夫在那聊天，吉布亚也随即调侃起了对方，并表示，你们俩已经做完最后的道别了吗？虽然索菲亚凭借自己的异能暂时压制住了对方的攻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开始越发的力不从心。不过好在她已想出了应对的方法。然而就在她跟洛根交代作战计划时，已等得不耐烦的吉布亚突然对两人发起了攻击。看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对其施展起了自己的异能，而另外一边的吉布亚却对此完全不害怕，因为他知道对方的异能已无法再停住自己了。然而出乎众人预料的是，这次索菲亚竟不是将吉布亚定在原地，而是使用自己的异能让他的身体漂浮了起来。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与对方进行直接的力量对抗，而且同时也能做到限制其自身的行动。看差不多已到达指定高度，索菲亚也开始呼叫起了一旁的洛根。在接收到信号后，对方立即开始吟唱起了土系魔法，这让吉布亚大感不妙。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应对的措施，洛根则已对其降下了土块武器。不过即便如此，索菲亚还是感觉凭借这种火力肯定无法解决对方。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打败那个男人呢？对了，如果使用那个的话。想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对其吟唱起了魔法，这完全出乎了吉布亚的预料。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并列构筑魔力流入，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惊讶时，索菲亚已构筑完所有的术式。伴随着那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吉布亚也发出了阵阵的惨叫。然而这还不算完，此时他的下方竟突然长出了土棘，此乃索菲亚所能施展的最强魔法五重并列构筑。如果这种攻击都不能解决掉对方的话，那么他们真就束手无策了。毕竟刚才的那一击，索菲亚可是倾注了所有的魔力。看到这里，洛根也不禁地夸赞起了对方，不只是他，就连艾格尼斯都不禁地感叹道，那个孩子竟然能在这种处境下想到那种使用异能的方法。对于这一点，祖里尔则认为是吉布亚太大意了。在这个世上，有些人就是会在被逼到绝境时爆发出潜能。对于这一点，西安表示了认同。不过那些孩子的师傅看来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一来果然要。听到这里，艾格尼斯则一脸不解地询问他话中的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很快就会明白了。不过还真是讽刺，尽管那些孩子如此的努力，其结果却是让吉布亚动起真格来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吉布亚也撕去了上衣，并表示别太得意忘形了，臭小鬼们。眼前的一幕让索菲亚感到了绝望，他没想到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连对方的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般的肌肉，竟可以挡下五重并列构筑的伤害。然而就在索菲亚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吉布亚则再次对两人发起了攻击。眼前的一幕出乎了索菲亚与洛根的预料，他们没想到吉布亚在遭受到土块武器以及五重并列构筑的组合攻击后，竟然连一点伤都没有。然而就在索菲亚还在为此而诧异时，吉布亚却突然再次对两人发起了攻击，而且这次他的速度还要比之前快上许多。虽然洛根已做出了应战的准备，但是吉布亚却并没有攻击他，而是一个瞬身来到了他的侧边。看到这里，洛根便知道对方的目标并不是自己，而是后方的索菲亚，这也让他随即调转了枪口，并抢先一步来到了索菲亚的跟前。不过还没等洛根站稳脚跟，吉布亚便一把抓住了他的长枪，随后更是直接使用蛮力强行将其丢了出去，让洛根来了个自由落体。虽然此时他十分担心索菲亚的安危，但是身受重伤的他已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看到这里，吉布亚便一脸得意地说道，还剩一人，
眼前的一幕让索菲亚感到了绝望，并让她的内心充斥着恐惧，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能阻止对方了。不要，我还不想死。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索菲亚也不由得想起了姐姐以及欧伦，但是她知道奇迹是不会发生的。然而就在吉布亚的大刀落下的瞬间，突然不远处的墙壁炸裂了开来，这让所有人感到了一头雾水。就在他们还在为此而纳闷时，硝烟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看到这里，吉布亚则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怎么又跑来一个送死的？”而此时欧伦也已看清楚了眼前的惨状，这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愤怒。此时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将眼前这些贼人大卸八块。想到这里，欧伦直接掏出了黑剑，并随即使出了3之形，将武器转换成了漆黑大剑，与对方来了个正面较量。对于欧伦的攻击，吉布亚感到了不屑一顾，因为在力量方面他还没有输过。但是出乎吉布亚预料的是，欧伦的攻击竟犹如泰山压顶一般，让他根本无法阻挡。在击飞吉布亚后，欧伦也随即对索菲亚说道：“对不起，我来晚了，详细的经过之后再告诉我吧。眼下我只想知道这群家伙刚才袭击了你们没错吧？”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是的。听到这里，欧伦则立即回道：“这样啊，那么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能努力的坚持这么久已经很了不起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随即对索菲亚施展了回复魔法，并表示：“你先和洛根将卡罗琳带到安全的地方吧。”听到这里，索菲亚也立即按照他的指示行动了起来。然而两人刚离开欧伦的身边，周围便突然出现了一道坚固的结界，并将3人保护了起来。看已无后顾之忧，欧伦也随即一脸愤怒地开口说道：“说说看吧，你们为什么要袭击他们？”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无比的愤怒，他没想到竟然有几个贼人不仅袭击了索菲亚他们，而且还想伤及他们3人的性命。这也让他随即掏出了漆黑大剑，并将吉布亚击飞了出去。在安顿好索菲亚他们3人后，欧伦便一脸愤怒地对其询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袭击他们？”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就是那个龙鲨吗？”原来如此，气场确实非比寻常。听到这里，欧伦则一脸不耐烦地回道：“现在可是我在问你们问题。”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还真是不好意思，袭击他们的理由是吗？当然是因为他们跟龙鲨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想将他们当作人质，这样的话便可以引出龙鲨。”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他们明明什么错都没有，仅仅只是因为认识我这一个理由吗？然而话音刚落，西安便一脸冷漠地回道：“不只是认识那么简单吧，龙鲨，那些孩子都是你指导出来的吧？任何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存在都需要被抹除，所以龙鲨，请你死在这里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仅仅只是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便将索菲亚他们伤成那样吗？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欺负弱小，那么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身为弱者的绝望吧。听到这里，吉布亚则一脸不屑地表示：“这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现在就让你尝尝本大爷的厉害。”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摆好了架势，并利用灵活的身姿躲闪掉了吉布亚的攻击，随后更是瞅准时机，一刀击飞了对方手中的武器。还没等吉布亚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欧伦便一个突刺捅穿了对方的腰子，这让吉布亚不由得发出了一声狼狈的惨叫。然而这还不算完，欧伦竟又一脚将其踹飞了出去，随后更是一个鹰踏，直接来到了吉布亚的上方，并使用自己的异能制作出了一个落脚点。只听砰的一声，欧伦便犹如脱膛的炮弹一般，以极其凶猛的速度冲向了对方。在即将接触到吉布亚的瞬间，欧伦使出了自己的独创魔法，瞬间能力超上升，在100倍的加持之下，就算是坚硬无比的龙鳞都完全不够看，更何况是吉布亚那几块可笑的肌肉啊！此时他只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块巨大的陨石撞击了一般，让他直接当场重伤昏死了过去，而其坠落的方向也在欧伦的计算之内，因为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过突然，以至于祖里尔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吉布亚砸成了重伤。看到这里，欧伦便一脸冷漠地说道：“是同伴的话，刚才就应该好好接住吧。”而此时作为攻击手的艾格尼斯也拿起了武器，并表示：“看来你确实有点实力。”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看样你很想跟他们一样啊，毕竟伙伴应该待在一起是吧？”听到这里，艾格尼斯则一脸愤怒地咆哮道：“别小看人了！”对于他的全力冲刺，欧伦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只见他只是稍微抬了下手，艾格尼斯的身体便犹如灌满了铅一般，沉的就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看到这里，艾格尼斯立即询问欧伦做了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只是一个寻常的增加自重而已，真是太麻烦了，还是将你们3人一起解决掉好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的魔力也开始了急剧膨胀，并通过黑剑源源不断地导向了大地。随着一句地电流，那万丈的雷霆便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转瞬之间便吞噬了欧伦前方的一切。待硝烟散去之后，艾格尼斯他们3人已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喃喃自语道：“还剩1人。”虽然艾格尼斯他们3人拥有很强的实力，但是在火力全开的欧伦面前，他们竟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在将3人秒掉后，欧伦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还剩1人吗？”而此时一直在后方观战的西安不仅没有任何的慌张，反而还一脸淡定的表示：“你还蛮有趣的，
明明心里那么愤怒，但是战斗的时候却仍然能保持冷静。对方的从容态度让欧伦有些意外，即使同伴全被自己打倒了，也完全不为所动吗？在缺乏情报的情况下，欧伦感觉还是谨慎点比较好。想到这里，于是他便随即使出了潜伏技能。在发现欧伦隐去了身形后，西安也立即开口说道：“谨慎点是好事，不过非常遗憾对我没用。让我来猜猜你会从哪里发起攻击吧？是这里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竟准确无误地挡下了对方的攻击，这让欧伦十分的吃惊。明明自己已经用潜伏完全屏蔽了自身的气息，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在意识到潜伏魔法对她不管用后，为了避免浪费魔力，欧伦也随即解除了隐身状态。然而这一行为却立即引起了西安的疯狂吐槽。他感觉虽然欧伦在剑术还有魔法上拥有不错的造诣，但是其战斗力本身却并不怎么样。这让西安有些纳闷，欧伦到底是怎么单独打败黑龙的？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另外一边的欧伦已再次对其发起了攻击。不过虽说雷使魔法的速度十分的迅捷，但是却依然无法对西安构成威胁。在他看来，这种程度的攻击就连牵制都算不上。然而话音刚落，西安便察觉出了不对，这也让他立即做出了躲闪的动作。下一秒，欧伦的攻击竟出现在了他的后方。看到这里，西安也不禁的惊讶道：“竟然是反射屏障！”只见此时欧伦竟使用该魔法制作出了一个球形区域，并将西安困于其中。如此一来的话，他的雷使魔法便可以通过反射的方式，不停地对西安发动360度无死角的攻击。这一招也确实对其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的攻击也终于停了下来。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戒，因为欧伦深知对方肯定不会因为这点攻击而倒下。果不其然，下一秒烟雾中便泛起了魔法的微光。看到这里，欧伦便知道对方终于要出手了，继续待在原地会非常危险。然而就在他躲闪的瞬间，西安也开口说道：“你以为我会让你逃走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也对着欧伦的方向使出了大范围攻击魔法冰枪。看已避无可避，欧伦只能急忙施展魔力障壁，挡下了来袭的冰枪。看到这里，西安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以这种火力还不足以杀掉你吗？不愧是能够单独攻略下黑龙的男人。既然如此的话，看样只能使用那一招了。”眼前的一幕出乎了欧伦的预料，他没想到西安不仅能探知到隐身后的自己，并且就连球形反射障壁都没法将其解决。不仅如此，而且他在魔法上的造诣也异常的恐怖，其夸张的攻击方式让欧伦丝毫没有机会靠近他的身边。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对策时，另外一边的西安此时则注意到了自己的衣服，并随即抱怨道：“破烂成这个样子也太不成体统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的衣服竟一瞬间恢复了原样，这一点引起了欧伦的注意。难道对方刚才是使用了什么异能吗？真是变得越来越棘手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西安此时则夸赞起了欧伦，毕竟能毫发无伤躲过自己攻击的人屈指可数。听到这里，欧伦则询问起了对方是否是阿蒙泽斯的成员，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毕竟像你们这种随意攻击探索者的危险人物很少见，而且你们似乎还很熟悉对人之间的战斗。听到这里，西安则回道：“是吗？但是仅凭这些就下定结论，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不会。虽说在对人作战方面很熟悉的组织通常会想到军人，但是他们绝不会做出像你们这种无视秩序的行为。对于这一点，西安则表示的确如此。没想到你居然能猜到这一步。这句话让欧伦十分的懊悔，他明明已事先得知了阿蒙泽斯近期的动向非常的可疑，却还是让索菲亚他们三人独自进入迷宫进行探索。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西安则继续夸赞道：“你的洞察力还蛮不错的，看着你让我不禁的想起了一位故人，虽然他在小时候就已经死了，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也会成为像你这么厉害的人吧。”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没想到你会提起自己的童年，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也是有感情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杀人，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与你接触后，我更加确定了一点，那就是继续放任像你们这样的存在不管的话，最终必定会导致世界走向毁灭。在注意到西安使出了新魔法后，欧伦也立即在四周布置下了魔力障壁。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了周围的魔力流动跟刚才有些不同。然而就在他还在思考这是不是因为对方的异能而引起的时，突然一个魔法凭空出现在了魔力障壁的内部，这显然出乎了欧伦的预料。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的身影也消失在了魔法的光芒之中。眼前的一幕让欧伦始料未及，他没想到西安的魔法居然会突然出现在魔力障壁之内。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的身影也消失在了魔法的光芒之中。不过好在他已事先察觉出了周围的异常，这才没有让西安偷袭成功。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对于刚才的攻击魔法是如何发动的这一点，此时的欧伦则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事先布置好的陷阱魔法吗？但是倘若如此的话，刚才感受到的那股异常魔力又是怎么回事？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西安的魔法则已再次袭来。虽然欧伦已及时躲闪了出去，但是却仍然受到了魔法的波及。看到这里，他只能急忙使出恢复魔法。
而另外一边的西安显然没打算让欧伦有丝毫的喘息机会。为了躲闪掉对方的攻击，欧伦只能使用异能制作出了一个挡板，并跳向了上方。然而出乎他预料的是，即使是在天上，西安的魔法也无处不在。没有办法的他，也只能再次制作出了挡板，并抵御住了西安的魔法。此时欧伦仍然想不明白对方是如何做到的。每当他移动到某个地方时，紧接着便会遭到攻击，简直就像是读取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一样。是因为我与他的实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的吗？还是说他本身便拥有能够读取他人思维的异能？不过不管怎么样，眼下自己能做的只有一味的被动防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最终自己将会被彻底压制。即使多少有些勉强，但是要想改变眼前的状况，除了硬着头皮强行靠近对方打近战外，应该也没有别的办法。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西安此时正在感叹，他没想到龙沙居然能撑到现在。虽然自身看起来并没有多么强大的能力，但是他却通过合理运用技能弥补了战力上的不足。没想到教团居然能挖掘到这样一位强大的探索者，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迟早会变成难以应对的存在，必须在这里彻底解决他才行。教团的计划一直都准备得十分周密，当察觉到的时候，一切早已为时已晚。就像那一天的我一样，什么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梅竹马的奥利弗落入到了教团的手中，并被其培养成了探索者。纵使现在的我已拥有了这般强大的力量，但是也依然无法回到过去。如果能够这么做，那该有多好！如此一来的话，欧伦你是不是就……想到这里，西安也再次构筑起了魔法，并表示就算是为了逝去的欧伦，自己也必须在这里将龙沙彻底抹除。然而随着欧伦的逐渐逼近，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西安的脑中，并且渐渐与眼前之人相重合，这让西安有那么一瞬间不禁地以为欧伦和龙沙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一想法很快便被他的理智所淹没，欧伦已经死了，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就是这片刻的迟疑，给了欧伦接近的机会，并让他在近距离使出了全能力上升七重赋予。望着龙沙那逐渐逼近的身影，西安竟有那么一瞬间产生了错觉，将龙沙看成了欧伦。不过很快他便回过了神来，因为西安知道眼前这个家伙不可能是欧伦，毕竟他早就被教团杀害了。然而就是这片刻的恍惚，给了欧伦接近西安的机会。为了能一击解决对方，欧伦也随即使出了全能力上升七重赋予。对于他的突袭，西安并没有选择躲闪，而是直接在自己的前方架设起了魔力障壁。毕竟物理攻击根本不可能突破他的防御。然而让西安没想到的是，他那固若金汤的魔力障壁在龙沙的面前竟脆如薄纸，这也让他不禁的惊讶道：魔力障壁竟然被突破了吗？对方居然仅仅只靠支援魔法就将能力提升到了这种程度吗？然而还没等西安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欧伦的攻击便已再次袭来。不过就算是近身肉搏，西安也丝毫没有落于下风。看到这里，欧伦只能暂时拉开距离，并再次对着下方的西安挥舞出了瞬间能力超上升版的斩击，其恐怖的威力甚至让周围的大地都为之皲裂。然而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对抗后，最终西安还是被欧伦击飞了出去。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西安其实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可恶，竟然被招架住了。然而就在他还在因为反噬而无法动弹时，另外一边的西安却突然对其说道：将世界置于危险之中的家伙，给我老实待在那里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发现了脚下的异常。不过因为结冰速度实在是太快，以至于欧伦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冻在了原地。与此同时，西安也开始吟唱起了新的魔法，这让欧伦大感不妙。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欧伦所在的位置也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其产生的余波甚至就连远处的索菲亚他们都能明显的感觉到，这让两人十分的担心欧伦的安危。不过此时索菲亚突然注意到烟雾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仔细观察后，索菲亚发现那竟是一枚漆黑的盾牌。而当其碎裂之后，欧伦的身影也映入了众人的眼帘。不过虽说他刚才使用盾牌勉强挡下了西安的魔法，但是欧伦自身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及，这让场边的两人十分的担心。而另外一边的欧伦则在看了一眼手环后，便立即解除了魔剑合一，并喃喃自语道：对方攻击的威力未免也有点太夸张了吧。虽说使用防御专用的五之刑才好不容易抵挡下来，但是拜他所赐发动魔剑合一的魔力已经不够了。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对策时，突然欧伦感受到了一股撕心裂肺的感觉，连续使用七重赋予其带来的反噬之力正在侵蚀着他的全身，这让欧伦大感不妙。虽然欧伦使用五之刑勉强抵挡下了西安的攻击，但是他自身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不仅如此，而且他的魔力已无法再继续维持魔剑合一的状态了。更要命的是，连续发动七重赋予所引起的反噬，此时竟突然集中爆发了出来，这让欧伦不禁的感叹：到此为止了吗？而另外一边的西安则在称赞完对方的防御手段后，便再次陷入了自我怀疑。他感觉有那么一瞬间，龙沙与欧伦的身影相重合应该是自己的错觉，但是那个能力……想到这里，西安也随即开口说道：你看起来很痛苦啊，我现在就让你解脱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也再次构筑起了魔法，
而此时欧伦则对此毫无办法。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西安的魔法也瞬间吞噬了前方的一切。待硝烟散去之后，欧伦所在的位置已化为了灰烬。看到这里，西安则一脸游刃有余地说道：“龙沙也不过如此嘛，只不过是一个泛而不精的家伙而已。接下来该解决他的徒弟了，位置在哪来着？”然而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泛而不精吗？”听到这里，西安立即一脸不敢相信地回过了头来，只见龙沙竟然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后方，这让西安感到了十分的疑惑，对方是如何一瞬间移动到那里的？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是那边的徒弟救了我，当时自己的确已束手无策，不过就在即将被魔法击中时，索菲亚将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看样他的异能在这场战斗中开花结果了。这一点让欧伦很是为他感到高兴。看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回道：“太好了，欧伦先生。”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也不禁地露出了一脸震惊的表情。那个名字是……这怎么可能？想到这里，西安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即摘下了兜帽，并随即喊道：“欧伦，你是欧伦吗？”对方这一突然的举动让他感到了一头雾水。欧伦想不明白为什么西安会突然露出真容，不过话说回来，对方的年龄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大，明明刚才还在战斗，现在却露出这种表情，是要闹哪样？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事到如今还有必要自我介绍吗？”看对方并没有回应，也没有要攻击的意思，于是欧伦也只能表示：“我乃夜空银兔所属欧伦杜拉。”这句话让西安直接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欧伦竟然还活着。虽然他恨不得立即扑到对方的身上，但是西安知道在误会还没有解除之前，欧伦是不会原谅自己的。想到这里，西安不得不暂时选择忍耐，再留下了一句：“下次再见吧，欧伦。”西安也随即使用土系魔法，将他与欧伦间隔了开来。眼前的一幕让西安不敢相信，他没想到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梅竹马欧伦竟然还活着。虽然他很想立即扑到对方的身上，但是西安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再留下了一句：“下次再见吧，欧伦。”西安也随即使用魔法生成了一道坚固的土墙。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诧异道：“撤退了吗？为什么？形势明明对他有利，虽然不知道什么理由，对方有意放过了我。毕竟那个女人以现在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与其相匹敌。这次是运气好才捡回来一条命，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很弱，以现在这种状态根本无法保护想要保护的东西，更多的我需要更多力量来变得更强。”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不甘时，另外一边的卡罗琳已逐渐恢复了意识。看到这里，索菲亚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欧伦，并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太好了，趁能动的时候撤退吧。这次的事件我会如实向工会以及氏族进行汇报的，很抱歉让你们陷入了危险。”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表示欧伦先生并没有做错什么，提出单独探索迷宫这种无理要求的人明明是我们。而此时卡罗琳也站了起来，并对欧伦说道：“师父，谢谢你能赶来救我们。”听到这里，欧伦则一脸欣慰地回道：“你们三人都很努力。”在一段寒暄过后，洛根一脸好奇地询问欧伦：“那个穿斗篷的家伙是不是你的熟人？”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我们是初次见面，不过对方看起来似乎知道一些我的事。最近关于我的流言，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在世间流传着。对方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明明已经将我逼入了绝境，最后的最后竟然放过了我，这一点还真是让人感到费解。与此同时，另外一面，西安在使用魔法将密室完全封闭后，便不禁的喃喃自语道：“在这里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西安也按下了胸前的饰品。与此同时，一个身着斗篷的人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然而就在对方想要询问呼唤自己的理由时，西安却突然表示撤退，时间不多了，需要你的帮忙。我遇到了龙沙，并与其进行了交战，在判断战斗不可能继续后，便带着吉布亚他们移动到了这里，之后的处理就拜托你了。向其他部队下达立即撤离这座迷宫的指示，我需要立即赶回本部。听到这里，对方立即表示我明白了。没想到龙沙竟然是能让西安大人陷入苦战的对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并不是什么厉害的对手。听到这里，西安的部下立即询问他，那么为什么会做出撤退的判断？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迷宫岂不是会被龙沙攻略下来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关于那个龙沙有些事我必须确认一下，根据其结果，他也许会成为打破现状的关键钥匙。欧伦不仅还活着，而且还成为了一名探索者，必须确认一下那个人。在得知欧伦还活着后，西安便立即终止了作战计划，并让其他部队也撤出了南之大迷宫。在安排好各项事宜后，西安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位于西迪亚公国内秘密组织阿蒙泽斯的本部。在回到基地后，西安立即前往了克里斯的办公室，并在这里找到了阿蒙泽斯的首领克里斯托弗·唐宁。对于西安的突然返回，克里斯不仅没有感到意外，反而还一脸淡定地询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突发情况，所以才不得不做出中断作战的指示。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欧伦还活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欧伦在10年前的袭击中丧生了吗？那个村子幸存下来的只有奥利弗一人。克里斯，你应该知道吧，
我是多么的想念欧伦，为了替他报仇我才加入到这个组织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吗？欧伦果然还活着。听到这里，西安立即一脸疑惑地对其询问道：难道克里斯你早就知道了吗？在沉默了片刻后，克里斯才缓缓说道：欧伦可能还活着这件事不久之前我才得知的，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明明奥利弗这边我们能收集到详细的情报，可是关于欧伦的却几乎没有。为了伪装成欧伦还活着的样子，特意给别人起他的名字，为的就是欺骗我们，而故意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难道说，是的，仙克莱教团确实有参与其中？这句话让西安感到了愤怒。仙克莱教团不仅摧毁了欧伦居住的村庄，竟然在那之后也一直在利用他吗？而此时克里斯则继续说道：所以直到我能确认那个人就是欧伦本人之前，我没法告诉你，对不起，一直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听到这里，西安则一脸失望地回道：也就是说你是在明知道龙杀可能是欧伦的前提下发出的杀害指令吗？对于你来说，欧伦难道不是相当于弟弟一般的存在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即便如此，但当得知他单独击败黑龙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已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为了试探出教团的真实意图，威力侦查是必要的，所以我才会派你去。如果是假货的话，打倒就行，但是倘若他是真的话，我判断你不会将其打倒。听到这里，西安立即一脸激动地质问克里斯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如果像那样继续战斗的话，自己很有可能会杀死欧伦。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但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最好的证据，因为你从他那里感觉到了什么吧？听到这里，西安也随即回道：不仅是有昔日的影子，还有那种战斗方式确实是。对于这一点，克里斯则一脸疑惑地询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在战斗中他的身体能力并没有多么的出色，但是却能一瞬间提升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并发出可怕的一击。不仅如此，而且不知为何他还能看穿我的魔法并进行躲闪。要知道避开我的异能攻击这种事按理说根本不可能做到。西安的一番话语让克里斯陷入了沉思，并不禁的喃喃自语道：果然，尽管不稳定，但还是发挥出了原本的力量了吗？听到这里，西安立即询问克里斯说的那个该不会是……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错，欧伦正在用意料之外的方法一点点地解开自身被施加的封印。克里斯托弗的一番话语让西安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欧伦很有可能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一点点地解开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封印。如果他目前的确还活着，并且还能单独击败黑龙的话，那么刚才的猜想就很有可能会是真的。而听完西安的报告后，克里斯托弗更加确信了，并且他还认为如果两人继续战斗下去的话，那么西安很有可能会目睹到欧伦身上那更加惊人的力量。听到这里，西安则询问克里斯托弗：你打算怎么处理欧伦的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对此也非常遗憾，但是欧伦和奥利弗现在的情况一样，都被教团当成了棋子随意利用，这样一来我们对教团的应对也需要更加谨慎才行。今后对于欧伦所在的洛希丹王国以及工会的动向，我们要更加小心的监视。谢谢你的报告，西安。欧伦的事暂且就先交给我来处理吧。听到这里，西安也只能表示我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的安排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打算派你前往沙乌贝尔帝国，教会在那边有些异常活动，详细的情况稍后会通知你。听到这里，西安也随即表示明白，我现在就去准备。再留下了一句：欧伦的事就拜托你了。西安便独自离开了房间。欧伦还活着，并且现在还在教团的手里，这件事显然出乎了克里斯托弗的预料，毕竟他们至今为止的所作所为以及这次的袭击，对欧伦来说无论怎么看都是绝对无法被原谅的事情。即便如此，但倘若能实现的话，再一次和你一起。想到这里，克里斯托弗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欧伦？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欧伦他们经过了短暂的休息后，此时此刻已回到了自己的工会夜空银兔的总部。今天运气真是不太好，但是请你们不要为此而灰心，这次的挫败绝不是因为你们实力不足导致的，所以今天你们就先好好休息吧。然而还没等欧伦把话说完，卡罗琳便一脸激动地回道：不是的，今天的失败都是我的错，明明都教过我要好好的跟索菲亚以及洛根合作，但是这次我却又一次鲁莽行事，其结果便是身为前卫的自己早早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不仅没有保护索菲亚还有洛根，反而还给他们增加了麻烦。听到这里，洛根立即表示：这不是卡罗琳你的错，在你被打倒之前我什么都没有做，如果当时没有胆怯而是一起行动的话，卡罗琳你也根本不会那么快就倒下。对此索菲亚则表示：你们两个都没有错，身为后卫的自己明明最应该首先发动远程攻击，但是直到中途为止自己都什么都没有做。听到这里，欧伦则让三人先冷静一下，在沉默了片刻后，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想法并不全是错的，在场的所有人应该都不太满意今天的战果，
也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实力不足，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听到这里，洛根立即表示怎么会，明明是师父赶来救的我们。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说实话，这场战斗我打得很艰险，如果跟他继续战斗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这边所有人都会死。幸亏我们运气好，他中途撤离了。总之要反省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过当下我们应该为一件事而感到高兴，那就是大家都还活着。虽然与阿蒙泽斯的战斗大家表现得有些不尽人意，但是欧伦感觉除了需要反思之外，他们现在应该庆幸的是大家都还活着，只要还有命在，那么就还有下一次。想必你们此时每个人心中都有悔恨，那么就让我们以这次的失败作为动力变得更强吧，无论是身心还是能力，为了让自己不再像今天一样感到悔恨。听到这里，三人也异口同声地答应了下来。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感到欣慰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太好了，欧伦正好在那里。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过了头去，并发现了上方的两人。而此时莱恩也向其表示，会长好像有事找你。他说如果看见欧伦的话，就告诉你一声，到他的办公室去。据说是有人告知会长欧伦，你因为某些急事而赶往了大迷宫。不过话说回来，欧伦，你的衣服为什么脏兮兮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详细的情况等我见完会长后再告诉你们吧。就这样，在与众人告别之后，欧伦便前往了会长的办公室。而在看见他后，文斯立即对其表示了抱歉，在你忙碌的时候还让你过来。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我才是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因为刚刚出现紧急状况，所以没来得及汇报，自己就赶往了大迷宫。听到这里，文斯会长立即询问欧伦是发生了什么事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探索管理部所属的第10班在攻略大迷宫30层的时候偶遇了阿蒙泽斯的成员。听到这里，文斯会长瞬间不淡定了，并立即询问欧伦、索菲亚他们3人有没有事。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自己赶到了那里，并成功救出了他们3人。不过索菲亚他们的心里恐怕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听到这里，文斯会长也松了一口气，并表示没有出现伤亡就好了。至于那些孩子的心理，自己会采取万全的措施来帮助他们恢复的。谢谢你保护了他们。对于这一点，欧伦感觉自己现在并没有资格接受这份感谢。随后他便继续汇报道，对方一共有4人，事情的经过自己稍后会以书面的形式报告的。总之最终对方不知因什么原因而中途撤退，明明当时的战况对我方极为不利，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就连你这样的高手都会陷入苦战的对手吗？虽说现在的状况还不能说完全的放心，但现在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就已经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改变方针了吗？明明在今天之前他们只对高级探索者动手。对于这一点，欧伦则一脸内疚地表示，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我，据对方所说是为了引出龙沙，所以他们才会袭击第10班。这句话让文斯再次不淡定了。不过联想起阿蒙泽斯的一系列行为，文斯会长感觉对方会猎杀能够单独击败深层层主的龙沙并不奇怪。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是的，不得不说我的认知还是太天真了，这不是自负而是事实。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最受关注的探索者就是我，既然如此，为什么我没有事先想到自己会成为他们猎杀的目标呢？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身边的人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是不是自从被赶出勇者队伍后一直都顺风顺水，所以变得松懈了？我不是才对索菲亚他们说过吗？不要忘记初心，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到处存在着各种不合理的事情，而自己则要将这些东西全部粉碎，并保护自己心中那些最重要的人。为此我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并多思考，不要乐观过头了。在发现欧伦的异常后，文斯会长立即表示，你也别太责怪自己了，这个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100%完美的人，所以别总想着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我们也会帮忙的，毕竟人多力量大，况且我们工会里还有那么多的成员在，我相信只要集合所有人的力量，无论多么大的困难都一定能克服过去。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幼稚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没有的事，谢谢你能对我说这些话。在听完欧伦关于阿蒙泽斯的汇报之后，文斯会长便感觉他们必须想出相应的计划，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沙曼因公外出的当下，探索管理部的负责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欧伦，所以文斯会长希望先听听他的想法。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这次的事件自己打算向总工会汇报，请他们加强警戒以及大迷宫的戒备，而我们工会也有许多高级探索者，为了保险起见，欧伦认为应该暂时让他们停止探索迷宫比较好。听到这里，文斯会长也随即表示这个想法很合理，而且正好这个城市图特莱尔从下个月开始就要迎来感谢祭了。所谓的感谢祭乃是这个拥有南之大迷宫的城市特有的节日，名义上是为了表达对于作为各种物资来源的大迷宫的感谢之情。在祭典期间，大迷宫会被暂时封锁，所有探索活动都会因此而停止，但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大迷宫内部的生态环境。虽然大迷宫原本就具备自我再生能力的特性，但是如果探索者每天都在进行破坏，那么其再生速度将会跟不上，为此才会通过祭典的方式禁止探索者进入大迷宫，让其内部环境进行再生调节，直到为期10天的感谢祭结束为止。大迷宫都是禁止进入的。不过话说回来，欧伦，我之所以会叫你过来，
也是因为感谢祭上的一件事，所以可以稍微谈一下吗？对此，欧伦表示自己现在也是工会的干部，如果有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地方，请不用客气，尽管说出来。在感谢他的同时，文斯会长也表示，其实有件事自己想请欧伦帮忙。你知道感谢祭的重头戏有一个叫武术大会的比试舞台吧？听到这里，欧伦虽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不过他还是表示自己知道。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的上级交代我让你也参加那个大会，可以说对方完全是以命令的形式告知的我。武术大会原本是自由参加的活动，但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高级探索者都不参加，作为赞助人的福格斯侯爵似乎对此相当的不满，因此今年好像要新增一个只允许高级探索者参加的赛事，而福格斯侯爵则以这样的要求希望欧伦你能出席这场比试，他大概是想借此挽回他赞助勇者队伍的名声吧。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也就是说要我故意输给奥利弗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虽然侯爵没有明说，但想必他心里很有可能是这么想到，不过我希望你能夺冠，这也是我们的大金主拉扎勒斯大人的要求，所以你能办到吗？对此，欧伦表示老实说相当的困难。听到这里，文斯会长立即慌了神，并随即对其询问道，前几天你不是才对拉扎勒斯大人说过能赢过勇者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的确能赢过奥利弗，但是倘若真如你刚才所说的一样，那么我觉得恐怕那个人可能也会参加这场比试。位阶 S 级的队伍赤铜晚霞的剑姬风花冬云。听到这里，文斯会长才恍然大悟，对啊，还有他在，这下可头疼了。对此，欧伦表示他作为对手的确很难缠，但既然是为了工会，那么自己将会全力以赴争取夺冠，无论对手是谁，我已经不会再输了。欧伦的一番话语让文斯会长恍然大悟，这次的比试不仅有勇者参加，想必位阶 S 级的队伍赤铜晚霞的剑姬也会加入其中。然而就在文斯会长还在为此而发愁时，欧伦却表示无论对手是谁，我已经不会再输了。这句话让文斯会长瞬间安心了不少，这样的话那么就拜托你了。就这样在答应下会长后，欧伦便离开了房间。经过这次的事件，让他的心境彻底发生了变化，并让欧伦下定决心，以后无论遇到再怎么不讲理的存在，自己都要将其粉碎。他将以此为目标，再次起势变得更强。他已经不会再输了，无论对手是谁，他都不会再失败了。与此同时，南之大迷宫第90层，望着眼前那数量众多的飞龙，赤铜晚霞的团长幽人天童也不禁地吐槽道，这下可不妙了，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的龙种。虽说我们的目标的确是获取龙鳞，但是要解决如此数量众多的龙种，简直是强人所难啊。风花，你老实跟我说，你脑袋里到底有没有好好考虑过要怎么处理眼前这群家伙？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对方的原地发呆，以及他那一脸问号的表情。看到这里，气得幽人差点当场抽过去，并一脸着急地喊道，我是在问你要怎么讨伐那些被你用大量魔石吸引来的龙啊。在幽人的手舞足蹈下，风花终于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并随即回道，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只要将他们全部狩猎不就行了？这句话让幽人更无语了。风花，你一个人是没问题，但我们这边可问题大了，你多少也为我们考虑一下呀。然而话音刚落，幽人附近的土里突然冒出了一只地龙，这突然的变故让他多少有些始料未及。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风花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斩下了地龙的首级。就在幽人还在感叹剑姬拔刀的速度时，风花已注意到了其他龙种的异常，这也让他随即对众人提醒道，攻击要来了，2点以及9点方向。果不其然，下一秒其他龙种便对众人发射出了龙之吐息。好在提前得知了方位，修伊与卡蒂娜也及时做出了应对的措施，而剑姬风花则趁着双方僵持之际，快速冲向了龙群，并在电光火石间斩杀了大部分的龙种。看危机已经解除，风花也随即转过了身去，并表示讨伐结束。听到这里，幽人立即提醒他还有剩下的呀，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些就交给你了，我去回收魔石和保护他们2人。就这样，在经过了30分钟的战斗后，幽人才终于勉强解决完了残余的魔物。虽然这让他吃尽了苦头，但是风花感觉这都是值得的，毕竟在此期间他们已收集完了大量的素材，一旦感谢祭开始庆祝，那么大迷宫将会禁止进入，所以他们必须要高效行动才行。听到这里，幽人也不禁的喃喃自语道，感谢祭的重头戏是武术大会对吧？真是让人一点都没有干劲，反正我们也只是会被福格斯侯爵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已。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过这也是个好机会不是吗？毕竟参赛者中有奥利弗和欧伦。听到这里，幽人也随即表示的确如此，这次的武术大会确实是个用来测试那2个人实力的绝佳机会。不过风花，你比起夺冠还是更在意那个吗？对此风花则表示是的，特别是欧伦，被封印魔法束缚的他如今的实力究竟还剩多少？我想要知道这点。在与阿蒙泽斯交手的几天之后，此时在那夜空银兔的训练场内，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比武大会，欧伦与他的徒弟们每天都在努力地训练着。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模拟对战，所有人必须使用钝化处理过的武器，而我这边则不会使用魔法。听到这里，洛根也随即表示今天自己一定要打败师傅，而卡罗琳也信心满满地表示自己不会输的。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2人也随即冲向了欧伦。
在与其接触之前，洛根首先对自己施加了力量增强以及敏捷增加，随后更是一马当先的对欧伦发起了攻击。不过虽说他的攻势异常的凶猛，但是却被欧伦巧妙的一一化解了。即便如此，洛根也丝毫没有气馁，继续使用突刺来攻击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欧伦。然而这次在攻击到一半的时候，洛根却突然停了下来，并改为了横劈。虽然欧伦已及时做出了应对的措施，但是对方做出假动作的时机属实有点出乎了他的预料。看来在这几天里，洛根又精进了不少。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卡罗琳已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并对其投出了短剑。这一点让欧伦有些不满意，毕竟在战斗中让武器离手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然而出乎欧伦预料的是，短剑在即将击中他的时候竟突然在空中停了下来。然而更加出乎他预料的是，卡罗琳竟然使出了魔法，而且还是他曾经在图书馆里用过的独创魔法。趁着欧伦的注意力被卡罗琳吸引之际，洛根则再次对其发起了偷袭。不过两人的小心思并没有逃过欧伦的法眼，只见他只是轻轻地往后一跳，便轻松躲过了洛根的攻击。不过就在他落地的瞬间，洛根的长枪也尾随而至。看到这里，他便认为自己已胜券在握。对此欧伦感觉两人虽然挺厉害的，不过还是有点太天真了。只见他先是一个侧身躲过了来袭的长枪，随后更是抓住对方攻击的间隙，使用肘部重击了洛根的身体，使他陷入了无法动弹的状态。之后则是抓住他的衣服，将其甩向了迎面而来的卡罗琳。躲闪不及的两人也随即撞到了一块，伴随着一声惨叫，洛根与卡罗琳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看到这里，欧伦则询问两人有没有事。对于这一点，洛根表示了否定，而卡罗琳则喃喃自语道：“你好重啊。”听到这里，洛根急忙表示抱歉：“我现在就起来。”然而话音刚落，洛根便发现自己现在身处的位置有点尴尬，这也让他立即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并再次连连对其道起了歉。看到这里，欧伦则一脸无语地询问卡罗琳有没有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没事，不过今天又输了。明明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模拟战的结果让卡罗琳多少有些失望，他本以为凭借这几天的努力可以战胜欧伦，但是没成想他与洛根今天又输了。听到这里，欧伦立即对其安慰道：“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毕竟就连我都没有想到你的短剑居然会突然停在半空中，是使用了物体悬浮吧？”对于这一点，卡罗琳表示没错，就是师傅你交给魔法开发室的那个原创魔法，我就是用它来将短剑停下来的。此时洛根也表示，我们原本以为趁你愣神之际突然发动攻击，便可以击中你的身体，但是没想到这招也对你没用。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说到底还是因为经验上的差距，但是卡罗琳会使用魔法这件事真的让我特别的意外。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物体悬浮的？对此卡罗琳则一脸开心的回道：“这是莱恩姐姐前几天教给我的。不过话说回来，师傅你应对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明明我当时还在期待看到你惊讶的表情呢。”听到这里，欧伦在表示抱歉的同时也询问卡罗琳为什么突然想要学习魔法了。在沉默了片刻后，卡罗琳才缓缓地开口说道：“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只要能近身肉搏便足以对付敌人，因为和身边的其他人相比，自己不仅更加的灵敏，而且在剑术方面我对自己也相当的有信心。但是在遇上阿蒙泽斯时，却眨眼间便被其打倒在地。我原本打算直接转职成前锋攻击者，不去改变最基本的战斗方式，但后来在得知你与洛根是如何迎战阿蒙泽斯的成员后，我便觉得战斗时应该给自己提供更多的选择。毕竟我现在只会冲上去对付敌人，光靠这种方式战斗根本没法保护大家，所以我才决定学习魔法。”听到这里，欧伦也一脸欣慰地表示：“原来是这样啊，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在得到师傅的肯定之后，卡罗琳也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并随即回道：“不过我现在只掌握了物体悬浮以及几个攻击系的初级魔法而已，还得再学习学习。在莱恩姐姐的指导下，我正在练习并列构筑，至于魔法术士则是之后再学。”卡罗琳的努力让洛根很是感触，并让他随即表示自己也得更加努力地去学会用枪。听到这里，欧伦则一脸无语地对其提醒道：“洛根，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这进步速度可一点都不像是才学了1个月枪术的人。”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可是和用枪的高手比起来，自己还差得远呢。”对此，欧伦则表示那是肯定的，不过正因如此，所以你还有不少的成长空间，以后你的路还长着呢。听到这里，洛根则一脸高兴地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的，争取将来有一天能够战胜你。就这样，在鼓励完两人后，欧伦便让洛根与卡罗琳暂时休息一下，并商量以及思考下一轮模拟战的策略，而他也差不多该去索菲亚那边了。在与洛根以及卡罗琳进行完模拟战后，欧伦接下来的时间则是要单独对索菲亚进行异能的指导。在经历了阿蒙泽斯的事件之后，现在索菲亚已经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自由施展念力的异能，其能力乃是能够捏碎或者击飞目标，在物理层面上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虽说还需要继续实验才能搞明白它的全部效果，但欧伦基本可以确定这应该是一种拥有很多用途的异能，关键就在于索菲亚要怎么使用这个异能。另外，索菲亚在发现异能的同时还掌握了并列构筑，估计是为了控制异能导致大脑的容量变大从而带来的影响。
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夸赞起了索菲亚，并询问她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对于这一点，索菲亚则表示使用异能时还是有点容易喘不上气。听到这里，欧伦则让她不用担心，只要等到习惯异能的存在，这种不适感便会自行消失的。异能的特点就是用的越多，身体就越适应，所以你只要慢慢磨合就行。听到这里，索菲亚则一脸开心地表示，我想把异能和并列构筑都用得跟欧伦以及姐姐一样熟练。然而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索菲亚。与此同时，沙曼也冲了过来，并一把抱住了索菲亚。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回道，是的，我很好，可你不是明天才出差回来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听到你被袭击后就马上赶回来了，看到你平安我就放心了。听到这里，索菲亚也立即向沙曼表示了抱歉，让你担心了，是欧伦先生救了我们，所以大家都没事。听到这里，沙曼也随即表示，欧伦文斯会长把情况都告诉我了，谢谢你救了索菲亚还有那些孩子。对方能如此快的冷静下来，这一点让欧伦有些意外，并让他再次佩服起了沙曼。对了，索菲亚，既然你的姐姐已经提前回来了，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谢谢，不过我还想再练一会。听到这里，欧伦只能表示好吧，不过你也要适可而止，不要又累倒了。前天索菲亚在练习异能的时候就因过劳而晕倒，当时自己就很严肃地提醒过她，想必应该不会再出现那种情况吧。对此，索菲亚表示当然了，我不会的。听到这里，欧伦则询问一旁的沙曼现在是否有时间。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欧伦则继续表示，那正好，接下来就由你来指导索菲亚练习吧，她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我去看看洛根他们的情况，有事的话叫我。欧伦的一番话语让沙曼感到了一头雾水，并让他随即询问起了一旁的索菲亚，你和欧伦到底在练什么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姐姐你真是的，也太爱操心了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索菲亚也随即使用自己的异能，将一旁的沙曼轻轻地举了起来，这让他十分的吃惊。眼前的一幕让沙曼震惊不已，并让他一脸好奇地询问索菲亚，你是怎么做到的？物体悬浮魔法的力量应该不足以让人飘起来才对。听到这里，索菲亚则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并表示这不是魔法，而是我的异能所引发的念力。这句话让沙曼更加吃惊了，你觉醒异能了吗？对于这一点，索菲亚则表示是的，不过每次使用异能的时候都会特别容易累，但是我会努力练习的，尽快将其熟练起来，因为我想早点变成和姐姐你一样优秀的探索者。听到这里，沙曼也一脸欣慰地回道，是这样啊，我会尽全力支持你的，很期待你今后的成长。就这样，在将指导的工作交给沙曼后，欧伦则放心地继续开始训练起了另外一边的卡罗琳与洛根。因为是两个人同时指导，因此他们也很快地完成了今天所有的训练内容。看着妹妹那逐渐远去的身影，沙曼也不由得感慨道，索菲亚竟然觉醒了异能。听到这里，欧伦则表示是的，而且还是个适用性很广的异能，相信她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的。你不为她感到高兴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也就代表索菲亚的价值变高了，不知道我们的家族克劳德尔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明白了过来，沙曼这是在担心妹妹的未来，毕竟作为私生子的索菲亚在家里根本得不到贵族小姐应有的待遇，而现在她觉醒了异能，说不定会被家里当作政治交易的道具。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我明白了，我会告诉她不要轻易将自己的异能展示给别人看。抱歉，谢谢你能这么为索菲亚着想。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让她不用这么见外，毕竟自己也很在乎索菲亚，这是应该做的。对了，我想问你一件事，索菲亚为什么和其他新人不一样，有2套制服，除了工会发的那套外还有另外一套，是你送给她的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算是礼物吧，那是我以前的衣服，在索菲亚提出想要成为探索者的时候送给她的。那套衣服怎么了吗？对此，欧伦则一脸不好意思地表示，等索菲亚他们到达31层，成为工会正式的探索者后，我也想送套制服给他们。上次的攻略虽然因为阿蒙泽斯的出现而失败，但下一次他们应该能顺利地到达31层，到时候3人将可以升级为 B 级队伍，成为夜空银兔正式的探索者。工会没有硬性规定必须要穿制服，虽说探索管理部好像也会发放，但作为他们的师傅，我还是想尽一份心意。不过如果索菲亚对那套衣服有特殊的感情，我就不得不掂量一下了。听到这里，沙曼则一脸坏笑地说道，原来如此，现在你知道了，那只是我的旧衣服，反正他还在长身体，肯定会需要新的制服，而且自己的喜好也会发生变化。听到这里，欧伦则向沙曼表示了感谢，那我就去准备索菲亚他们能穿的制服了，不过他要是不喜欢我送的衣服，估计会继续穿现在的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觉得他不会不喜欢的。不过话说回来，欧伦倒是一直穿着我送给他的制服，这是不是也就代表他还挺喜欢的？在看见沙曼竟在那里嗤笑后，欧伦则一脸不解地对其询问道，你怎么看起来还挺高兴的？听到这里，沙曼立即慌慌张张地表示，没什么，我只是很期待索菲亚他们的新衣服而已。就在欧伦他们还在那里准备感谢祭的同时，另外一边的探索者工会总部内，此时总会长正在秘密地接见某位客人。
还真是辛苦你们了。没想到不到2个月的时间你们就完成了任务，不愧是勇者的队伍。虽说这是为了惩罚你们迫使工会使用强制送还的代价，但收集那么多魔石想必一定很累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这是在嘲讽我吗？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这还用问吗？阿蒙泽斯为什么会出现在南之大迷宫？而且你这边怎么还偏偏将白魔出现一事故意隐瞒了下来？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利昂康迪，这个你问了也是白问，我下了封口令，消息当然不可能传到你这个普通探索者的耳里。我是普通探索者吗？你应该很清楚吧，这只不过是表面上而已。我可是那位大人的左膀右臂，地位比你高多了，好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吧。总会长大人啊。在沉默了片刻后，利昂总会长则一脸平静地回道，要是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话，你们估计早就和他们开战了。如此一来的话，肯定会对镇上的居民造成大量的伤亡。明知道会有这种后果，我怎可能会告诉你？你是认真的吗？你这么做可是在背叛那位大人。背叛吗？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发誓要效忠于那位大人吧？又何来背叛一说？更何况那位大人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听到这里，菲利则一脸轻蔑地询问利昂总会长，那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你应该知道探索者工会这个底层机构到底是为什么会成立的吧？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当然。不过眼下工会已经成为世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我才会在这个组织里工作，为的是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人，那些善良的人们。听到这里，菲利则不禁地叹了口气，我无法理解，你做这一切居然不是为了那位大人，而是为了那些劣等人。不过想想也是，毕竟你本来也是劣等人，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太瞧不起我们了，不然迟早会吃苦头的。听到这里，菲利则一脸轻蔑地回道，吃苦头是吗？就凭你们吗？对于他的挑衅，利昂总会长并没有回应，而是露出了一脸阴沉的表情，这让菲利瞬间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这也让他随即质问总会长，你是不是正在密谋些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啊，只要你不对我使用异能，是吗？不管你想干什么，我劝你别干涉我们的计划，能做到的话，那么这次事件我也就不追究了。我明白了，就如你所说的这么办吧。在得到想要的答复后，菲利也不打算继续逗留了。然而在他临走之前，利昂总会长却向他表示祝你们计划失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呵呵，那是不可能的。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菲利也消失在了利昂总会长的面前。看到这里，对方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并不禁的喃喃自语道，真是吓出了我一身冷汗，毕竟没有什么比他的异能更可怕了。好了，该为感谢祭做准备了。就在总会长利昂与菲利秘密见面的同时，另外一边的夜空银兔总部内，此时欧伦竟独自一人来到了工会的锻造工坊。在互相打完招呼后，亚兰也随即询问欧伦，是来拿比武大会要用的剑吧？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为了应对比武大会，他前段时间特意找到亚兰先生，另外定做了2把剑以及相应的剑鞘。因为比武大会上只准许使用未开过刃的武器，还有就是包括收纳包在内的所有魔导具也都不让带进会场。在稍等了片刻后，亚兰也拿来了欧伦定制的武器，并让他试试看趁不趁手，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进行修改。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拔出了其中的一把剑，并开始尝试的挥舞了起来。这把长剑其实和他的黑剑施瓦尔茨哈泽基本没什么区别，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有颜色这一点了。而第2把武器的长度只有长剑的一半。虽然欧伦打算基本上只使用长剑来进行对决，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请亚兰为他锻造了这把剑。在尝试完后，欧伦并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2把剑的成色都非常的完美，这也让他随即感谢起了一旁的亚兰，并表示，尤其是这把长剑挥舞起来的手感简直跟施瓦尔茨哈泽一模一样，这一点让他惊讶不已。明明原材料不同，竟然还能做得这么的相似。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因为我这边留有大家定做装备时的订单记录，因此在重新制作时便可以将其调整到没有违和感的程度。但因为自己制作的武器比较耐用，所以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往往我需要经常对其进行重新测量。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对亚兰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你这边是不是也有新人第10班全员的记录？对于这一点，亚兰表示了肯定，那些数据是在探索教学前不久才留下的，应该还能用。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向亚兰提出了为3人制作武器的要求，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倒是没问题，费用是直接从第10班的活动资金里扣吗？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不，费用和原材料都由我这边提供，请用我之前交给你的黑龙鳞片以及深层原材料制作出最好的武器。探索管理部那边已经同意了，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在沉默了片刻后，亚兰则一脸欲言又止地询问欧伦，你真的确定要做到这一步吗？对于这一点，欧伦则一脸认真地回道，是的，没有关系，我非常清楚迷宫深层的原材料不是谁都能弄到的，我也知道其他辛辛苦苦收集到这些材料的团员会说我偏心，但是他们经历了那场败仗之后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的变强，所以我也想为他们提供一点助力，而且我是他们的师傅，有义务保护他们。听到这里，亚兰也没再说什么了，并表示这笔订单我接了，我会在感谢季结束之前做出来的。在离开锻造工坊后，欧伦又前往了隔壁镇的服装店，并订购了自己要用的剑带。
以及为徒弟们定做了制服。在忙忙碌碌了半天后，欧伦的准备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不过赶回去他还要改良自己的原创魔法，这也让欧伦不禁地调侃起了自己。看来在比武大会前我都没得休息了。伴随着那礼炮的轰鸣声，图特莱尔也终于迎来了感谢祭的开始。然而就在欧伦准备前往市中心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欧伦先生，中午好，你是在工作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我今天休息，难得有空，所以就想去街上逛逛。你呢？听到这里，索菲亚立即一脸高兴地回道：我正准备去弄月亭帮忙，是夜空银兔旗下的餐厅吧？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是的，每到这个时期总是会忙不过来，所以我每年都会去帮忙。这样啊，那我送你过去吧。这怎么能行？你的时间那么的宝贵。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让他不用在意，毕竟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做，而且这个时间段街上的人很多，这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听到这里，索菲亚则面红耳赤地回道：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麻烦你了。欧伦之所以会坚持要送索菲亚前往弄月亭，那是因为城镇上最近几天发生了好几起儿童绑架案，据说被害者全是未满10岁的孩子。按理说应该不需要担心索菲亚，但是欧伦感觉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就算不用担心这个，索菲亚长得那么可爱，也很有可能会被奇怪的男人盯上，自己必须保护她免受怪叔叔的骚扰才行。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警戒时，一旁的索菲亚则一脸感慨地说道：感谢祭期间的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多呀。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是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街上挤了这么多的人。这句话让索菲亚多少有些不解。看到这里，欧伦则解释道：我还在勇者队伍的时候，这个时期根本不会在白天出门，虽然早有耳闻，但是还是头一次亲眼见到。听到这里，索菲亚也随即回道：原来如此，因为每年都是这样，我还以为你早就看惯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毕竟我已经在这个镇上待了将近10年了，你会这么想也是正常的。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真被人群冲散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你挽着我的手吧。这句话完全出乎了索菲亚的预料，没想到不仅能和欧伦先生一块逛街，而且还能挽着他的手。想到这里，索菲亚则一脸面红耳赤地回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虽说这是欧伦自己提出的要求，但是他没想到索菲亚竟然会靠得这么的近。不过周围人流这么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这样，在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后，两人也开始享受起了这既短暂又温馨的时光。为了防止索菲亚遭到怪叔叔的骚扰，欧伦主动当起了护花使者，送索菲亚前往了弄月亭，并开始享受起了这温馨的时光。看着周围那一片祥和的景色，欧伦也不禁地感慨道：大白天的就有人喝得那么的爽快，真是和平啊。但毕竟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还是很可能会出现意外的。听说巡逻的警力好像也增强了不少，索菲亚这几天你一定要加倍的小心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会的。欧伦先生，我能问你一件事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索菲亚也随即一脸好奇地对其询问道：酒真的很好喝吗？对此欧伦则表示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以我来说的话，感觉酒既不好喝也不难喝，不过我还是喜欢一边喝酒一边和人聊天。你对酒有兴趣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算是普通的好奇心吧。而且今年，看他欲言又止，欧伦立即一脸疑惑地询问他今年怎么了。对此索菲亚则慌慌张张地表示没什么，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虽说他嘴上没说，不过欧伦其实已猜出了大概，这也让他随即对其表示等到了12月，让莎曼小姐带你去酒吧体验一下吧，毕竟过了今年的生日你就成年了。这句话让索菲亚十分的吃惊，她没想到欧伦竟然会知道自己的生日。对此欧伦则表示，虽然指导你们这件事是工会决定的，但我们毕竟成为了师徒，所以基本资料我还是都记得的。等到了12月你就成年了，可以喝酒了，会有兴趣也是正常的事情。听到这里，索菲亚则一脸害羞地回道：是的，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日。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让他不用在意。虽然索菲亚嘴上答应了下来，不过很快他便叫住了欧伦。在深吸了一口气后，索菲亚便再次搂紧了欧伦的胳膊，并开口说道：可以告诉我你的生日吗？对方的态度让欧伦有些意外，问个生日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夸张吗？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说出了自己的生日。不过在得知他的生日是6月后，索菲亚立即一脸惊讶地喊道：那不就是下个月吗？而且还是5天后。对此欧伦则一脸不解地回道：是的，怎么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什么。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你看起来可不像是没什么的样子。就在两人闲聊期间，他们已不知不觉抵达了弄月亭。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那我就送你到这里吧，工作加油哦。对此索菲亚则一脸开心地回道：好的，有你帮我加油，我一定会超级努力的。在目送完索菲亚后，欧伦便打算四处走走，顺便吃个午饭。然而就在他闲逛期间，突然一个味道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喃喃自语道：说起来，爷爷之前好像说过，一边逛街一边吃烤串一边喝酒才是感谢祭的灵魂所在。虽然自己现在不太想喝酒，但烤串还是可以吃的。不过话说回来，为啥这边这么的吵呢？是出什么事了吗？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不解时，双方的对话传入了他的耳中。你的钱包还没有找到吗？之前好像是放在这里面的。
如此天然呆的声音立即引起了欧伦的注意，外加上那独特的呆毛，让他瞬间便猜出了吃霸王餐人的身份。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剑姬、风花冬云，眼前的一幕出乎了欧伦的预料。他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见赤瞳晚霞的剑姬、风花冬云。不仅如此，而且此时对方竟还一脸无辜地表示：“我现在没带钱。”这种明目张胆想要吃霸王餐的态度，不仅让烤串店的老板看傻了眼，更是让一向稳重的欧伦都露出了一脸问号的表情。抱歉，那我可没法卖给你。听到这里，风花也沮丧地低下了头。而此时后方的市民们也越聚越多，并七嘴八舌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脸无奈地走了过去，并开口说道：“大叔，再多拿一个烤串吧，我一起给钱。”而此时一旁的风花也认出了欧伦，在从老板手上接过2根烤串后，欧伦便将其中的一串递给了剑姬，并表示：“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风花也终于露出了高兴的表情，并在感谢完欧伦后，便随他一同前往了不远处的喷泉，开始享受起了手里的美食。在一口咬下去后，那浓郁的香味也让剑姬立即露出了一脸幸福的表情。看到这里，欧伦则对其询问道：“好吃吗？”而风花则用连续点头的方式给予了回应。看着眼前这人畜无害的少女，谁又能想到她会是 S 级队伍赤瞳晚霞的王牌，来自大陆东部的岛国极东，拥有剑姬称号的顶级探索者。然而就在她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风花已品尝完了美食，并再次向欧伦表达完感谢后，便一直盯着他。看到这里，欧伦则一脸疑惑地询问风花怎么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送你一份谢礼吧，你想要什么？”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又不是什么大事，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不过我没想到会在街上碰到你，上次见面还是联合讨伐行动的时候吧？”对于这一点，风花表示确实如此，你后来好像碰上了不少事呢。听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脸苦涩地回道：“是的，现在想起来仿佛过去了很久。3支 S 级队伍联合讨伐龙的行动，是在我被赶出勇者队伍1个月前展开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风花是如何战斗的，他行动敏捷，剑术精湛，明显和其他探索者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对其询问道：“对了，你也要参加比武大会吧？”对于这一点，风花表示了肯定。然而话音刚落，他便好似想到了什么，并一脸认真地回道：“虽然很感谢你今天帮了我，但比武时我可不打算手下留情，所以请你届时务必拿出所有实力与我一较高下。”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让他不用担心，自己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不然可没法当剑姬的对手。对于他的讲话，风花并没有回应，而是望向了另外一边，这也让欧伦一脸疑惑地询问他怎么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有人要抢东西。听到这里，欧伦瞬间猜到应该不是抢了，而是即将要抢了。毕竟风花的异能可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预测未来。风花冬云不仅拥有精湛的剑技，而且他所持有的异能还是无比逆天的预测未来。这不，此时风花正使用这一能力，精准地预测到了抢劫的发生。看到这里，欧伦也立即对着劫匪的方向施展了锁定目标。这是欧伦原创的魔法，该法术不仅可以让他迅速地掌握几公里内的情况，而且还可以锁定目标人物的位置。欧伦使用这一魔法，很快便从人群中找到了劫匪。然而就在他准备抓捕对方时，却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这也让他立即警戒了起来。而风花在发现欧伦并没有要行动后，便打算亲自出手。看到这里，欧伦虽然立即对其表示等等风花，但是却以为时已晚。只见剑姬早已一跃而起，快速地跳到了房顶，并在锁定劫匪位置后再次发力，以极其迅捷的速度精准地落到了劫匪的前方。这显然出乎了对方的预料，并让他慌慌张张地说道：“干嘛？你想坏我的好事吗？”而此时欧伦也已来到了后方，切断了对方的退路。对于风花竟在没有使用辅助魔法的情况下便追上对方一事，欧伦多少有些意外，并让他不禁地感叹道：“这身体机能未免也太强了吧！”为了尽快脱身，劫匪也掏出了腰间的小刀，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风花。然而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攻击，剑姬却丝毫不慌。只见他瞅准时机，一个侧身躲过了劫匪的小刀，并趁机抓住了对方的胳膊，随后更是借助劫匪的力道，顺势给了他来了一记重重的过肩摔。如此行云流水的动作让欧伦都不禁地看傻了眼，而剑姬则是一脸淡定地拿起了被抢的物品，并潇洒地表示：“你就老实地在这里等军队过来吧。”欧伦这边搞定了，被抢走的东西也拿回来了。在称赞对方的同时，欧伦也不禁地再次诧异道：“看那威力肯定不是普通的过肩摔，但他刚才完全没有使用魔力，在没有任何增益的情况下，他的身体机能居然还能这么的强悍。”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两人的耳中：“风花，终于找到你了，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呀？这是出了什么事？怎么会有个人倒在地上？”对于这一点，风花则一脸无辜地表示：“我是正当防卫，把那个抢劫犯抓起来了。”听到这里，卡蒂娜也不禁地吐槽道：“那你倒是用绳子把人给绑起来呀！”眼前的一幕让欧伦直接看傻了眼。他本以为剑姬会以一套华丽的剑技解决对方，但是没成想风花竟直接给劫匪来了一套朴实无华的过肩摔。随后更是在卡提娜的吐槽下，风花又将劫匪捆成了一个大粽子。事情告一段落后，欧伦便找到了卡提娜，并与其寒暄了起来。
而对方听完后也随即表示真的好久没见了，没想到风花竟然和你待在一起。然而话音刚落，卡缇娜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并急忙说道：他有没有给你添麻烦啊？听到这里，风花则嘟嘟起了小嘴，表示你这话有点过分了呀，我才没有给人添麻烦呢。对于这一点，欧伦则表示我刚刚碰巧遇到他，于是便跟风花聊了一会，接着突然有人抢东西，他就跑过去把人抓起来了。事情就是这样。话音刚落，风花便气鼓鼓地表示还有你不要带着我的钱走丢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哪有走丢啊，明明是你自己跑丢的，而且我之所以拿走你的钱，那还不是因为你毫无节制地吃东西啊。对于这一点，风花则毫无悔意地表示我会注意地把钱还我吧。听到这里，卡缇娜只能一脸无奈地拿出钱包，并再次嘱咐风花注意点，毕竟钱是会花完的。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又是被人教训，又是被没收钱包，这是在闲逛的时候吃了多少东西啊。好了，说回主题，这个抢劫犯就交给军队处理吧。至于受害者，然而话音刚落，一个陌生的声音便传入了众人的耳中，那个包是我的，谢谢你们帮我拿回来。听到这里，卡缇娜便询问风花被抢的人是他吗？对于这一点，风花表示我一直看着确实是他。在确认完身份后，卡缇娜便将包还给了对方，并表示下次当心点，不要再被抢了。然而就在卡缇娜专心与对方交谈时，风花却偷偷地靠近了欧伦，并尝试用手背触碰了几下对方。看欧伦没有躲闪后，他便直接握了上去，这完全出乎了欧伦的预料。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命犯桃花时，欧伦却突然注意到风花的手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并且还交给了自己。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风花则小声地对其说道，是刚才的钱，要是被卡缇娜发现你帮我付了钱，她肯定又要骂我了。谢谢你请我吃烤串，真的很好吃。听到这里，欧伦只能尴尬一笑，并表示其实不用那么客气，让你费心了，你可别再被没收钱包了呀。而此时卡缇娜那边也已经完事了，施主在表示完感谢后便打算转身离开。看到这里，欧伦才想起来现在可不是感受人情冷暖的时候，这也让他叫住了对方，并表示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不是什么大事，你是从国外来的吗？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就行了，我不会问国名的。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回道，是的，这样回答可以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谢谢你。那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听说过弗洛克哈特商会吗？此话一出，对方明显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还是强装淡定地表示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个商会很有名吗？欧伦的一番话语让被抢劫的妇女始料未及，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问自己是否听过弗洛克哈特商会。慌慌张张下，施主只能连忙否认，并表示自己没听说过。这个商会很有名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样啊，没事，只是我跟他们比较熟，听说他们最近开展了国外的业务，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在其他国家的知名度。抱歉问了你奇怪的问题。对此，施主则回道，原来是这样啊，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先告辞了。通过刚才的对话以及对方的表现，欧伦已基本确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也让他找到了卡缇娜，并表示不好意思，我一会还有事，可以麻烦你善后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没有问题，我们会负责把人交给军队的。在感谢完卡缇娜后，欧伦便独自离开了广场。然而没走几步，他便发现剑姬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如果他停下脚步，对方也会跟着一块停下来。看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脸无语地对其询问道，我记得我好像说了我一会有事吧，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听到这里，风花则一脸呆萌地回道，没什么理由啊，你不用管我，继续办你的事就行。这让欧伦更加无语了，感觉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继续跟着我，照这架势赶也赶不走，而且我完全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利用一下他的异能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帮忙。想到这里，欧伦也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并开口说道，好吧，不过你要发誓绝不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说出去，能做到的话我就同意你和我一起去。然而话音刚落，风花便回道，我发誓。如此随便的态度让欧伦瞬间感觉对方有点不靠谱。听到这里，风花则拿起了自己的佩剑，并再次表示我用这把刀发誓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这把刀对于剑姬的意义，欧伦自然明白，这么做的话确实很有说服力。在达成默契后，欧伦也将自己接下来要前往的目的地说了出来，那正是露娜父亲的商会弗洛克哈特的总店。风花以武器为约束，定下了誓约，绝不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说出去。听到这里，欧伦才终于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并说出了他要前往的目的地弗洛克哈特商会。听到这里，风花则好奇地询问欧伦，是不是有什么生意要去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看起来像是要这么做的样子吗？刚才发生的那起抢劫案的背后，也许和另外一起事件有关联。当时广场上因抢劫而发生骚乱时，附近有个可疑的家伙趁机绑架了一名孩童。听到这里，风花立即表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和最近在这条街上发生的多起儿童绑架事件有关联吗？对此，欧伦认为有这种可能。虽然当时他在施展完锁定目标后立即侦测到了绑架，但是为了确认对方的藏身之处，自己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使用魔法对其进行了标记，任由他逃离现场。而犯人最终消失的地方，
正是弗洛克哈特商会的总店。对此风花则表示，但是这个商会的知名度很高，在国内不仅是排名前5的存在，而且也是勇者队伍中回复术士露娜·弗洛克哈特的老家。对于这一点，欧伦当然清楚，他在勇者队伍时也受到过这个商会的照顾，所以他才会想先自己确认一下，毕竟也有可能会是因某种错误导致的误会。但如果商会真的参与了这件事，那么露娜她看欧伦有些犹豫不决，于是风花便询问他是否要回去，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进去吧。和深层比起来，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在下到商会的地下室后，欧伦惊讶地发现，对方的门不仅没有上锁，而且也没有安排守卫的迹象。为了以防万一，欧伦提醒风花进去后尽量不要发出声音。随后他便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门，发现目标捕捉的反应此时就在下方，而且里面似乎还不止一个人。在下到底部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也很快传入到了欧伦的耳中。不管怎样干得好，和往常一样，那个被抓的负责吸引注意力的诱饵，我会让福格斯公爵设法将他救出来的。听到这里，周围的人立即表示谢谢，那就拜托你了。而刚才讲话的人正是弗洛克哈特商会的会长露娜的父亲帕斯卡·弗洛克哈特。眼前的一幕出乎了欧伦的预料，他没想到露娜的父亲帕斯卡竟然真的跟儿童绑架案有关联。至于他口中的诱导人员，很有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抢劫犯，并且听他的口气，侯爵也牵扯其中。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震惊时，房间内却再次传出了交谈的声音。即便如此，最近绑架的委托是不是未免也有点太多了？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能拿到丰厚的报酬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帕斯卡则表示这是侯爵的委托，我也不太清楚其中的细节。这句话让欧伦更吃惊了。冷静下来，首先判断下现场的状况吧。被绑架的孩子看起来虽然已陷入了昏睡，但似乎并没有遭受到粗暴的对待。但是背靠着这一点很麻烦，那4个男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的人。不过一会就算闹出纠纷，以他与风花的实力应该也能应对。内部的房间并没有其他被绑架的孩童，也就是说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关押场所。现在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应该可以质问帕斯卡了。想到这里，欧伦便让风花与自己一块进入内部房间，而此时帕斯卡他们并没有发现两人仍在那里交谈。在下一个指示到来之前，你们先在这里待命吧。然而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打扰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吗？听到这里，帕斯卡立即一脸慌张地看向了后方，并喊道是谁？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好久不见了，帕斯卡先生。对方是露娜的父亲，所以可能的话，欧伦想尽可能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件事，而不是使用武力。这不是被驱逐出勇者队伍的小鬼吗？擅自闯进我的商会想要做什么？虽说有段时间没见了，但对方的讲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因为在我的眼前发生了绑架案，所以为了掌握事态而进行了调查，其结果便是跟到了这里。听完后，帕斯卡则一脸阴沉地回道，原来如此，既然被看见了，就不能放你们活着回去，现在就在这里将你们两人处理掉。居然想都没想就立即做出了决定。帕斯卡先生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吗？门锁也是，对于他这种神经质的人来说，未免也太粗心了，感觉和以前的帕斯卡先生哪里有些不对。帕斯卡先生，请你冷静一下，我们并没有要交战的意思。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住口，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即使没有交战的意思，你们也会利用这件事来威胁我，我不能给侯爵带来麻烦，所以你们今天必须死在这里。听到这里，欧伦便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果不其然，话音刚落，帕斯卡便开口说道，杰弗里追加委托，杀了他们。听到这里，风花立即询问欧伦是否要战，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是的，我可不打算在这里毫无收获的死掉，所以能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吗？风花。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可以哦，我也对这次的事件感兴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让我们共同战斗吧。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意外，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哪来的自信，竟然想要杀死拥有剑姬与龙杀称号的他们两人。看到这里，欧伦只能一脸无奈地对风花说道，那我们就一起并肩作战吧。这让帕斯卡更加不爽了，被勇者队伍开除的垃圾竟然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杀死他们。听到这里，4名杀手也立即杀气腾腾地冲向了两人，而风花仅只是瞪了对方一眼，他的异能便立即预测到了4人接下来的行动，这也让他立即提醒欧伦，对方接下来会分成2组对我们发起攻击。果不其然，下一秒杀手们便如风花预料的一样行动了起来。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佩服道，风花的预测未来果然很厉害，因为事先知道了对方的动向，所以欧伦也提前构筑了能力整体增强以及3重叠加，随后便对着来袭的两人施展了风击魔法。这完全出乎了对方的预料，并让他们不禁地诧异道，这家伙难道是魔法师吗？然而话音刚落，他便惊讶地发现欧伦已杀到了跟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击闷拳便直接招呼到了对方的胸口上，这也让杀手当场破防，在吐出了一口老血后便直接晕了过去。而另外一个杀手则趁着欧伦攻击的间隙，试图从背后对其发起偷袭，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早有准备。只见欧伦直接使用扫堂腿攻击杀手的脚步，成功使得对方重心不稳摔向了前方。还没等杀手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欧伦竟又一把抓住了他的狗头，顺着对方的力道猛然发力，伴随着一声轰然的巨响，杀手脸部也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看着地上那一动不动的两人，欧伦也不禁地吐槽道：这两人也太好对付了吧。话说风花那边怎么样了？看起来似乎比我还要轻松啊，竟然还有时间将对方五花大绑起来。想到这里，欧伦也走向了风花，并感谢起了他的帮助。与两人的表情不同，此时帕斯卡则一脸不敢相信地开口说道：你这个因为实力不足而被赶出勇者队伍的人，为什么还能打败他们？听到这里，风花则在一旁调侃起了欧伦，他被你吓到惊慌失措了。在叹了一口气后，欧伦也随即开口说道：你误会了，我的确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赶走的，但并不代表我的实力不济。虽然这话由我自己来说可能不太合适，但在所有探索者中，我的实力还是位于前列的。看已无计可施，帕斯卡只能急忙表示，就算你现在将我交出去，我身后还有福格斯侯爵，他肯定会立即帮忙把这件事压下去，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没用。听到这里，欧伦更加疑惑了，并让他再次感觉这次的事件哪里有点奇怪。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感到了奇怪，他还在勇者队伍的时候没少与帕斯卡会长打交道，但在他的印象中，对方遇上事的时候明明很少会激动，但到目前为止却已出现了许多次不对劲的地方，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想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对其说道：我从进门时就已经说了，我只是来确认情况的，并没有想要告发你。弗洛克哈特商会是支撑这个城市的大商会，他说的没错，侯爵一旦施压，那么自己的告发恐怕没什么意义。但是假如不管他导致事态升级，那么说不定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或成为受害者，这让欧伦有些左右为难。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对策时，风花的异能却突然有了反应，这也让他立即对欧伦说道：有人要来了，有军人，还有一个像是贵族的男人。这出乎了欧伦的预料，为什么会有贵族来这里？难道是福格斯侯爵吗？而风花接下来的话让欧伦更纳闷了。不过跟他一起来的军人不是负责感谢祭警卫工作的领地军，因为他们盔甲上有王室的徽章，应该是隶属于禁卫军的。听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诧异道：如果风花说的贵族真的是福格斯侯爵，那他为什么会和王室的禁军在一起？看欧伦迟迟没有下达指示，于是风花便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就算躲起来也没什么用了吧？然而还没等欧伦做出回应，门外便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与此同时，大量的士兵也冲进了房间里。我们是禁卫军，所有人都不许动。话音刚落，第4军团长莱斯特·赫斯顿便发现了欧伦与风花，这也让他随即对其质问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是同伙吗？正当莱斯特准备拔剑时，却突然被一旁的福格斯侯爵拦了下来。这未免也太失礼了吧，他们可是替你们打头阵的人啊。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诧异道：果然是福格斯侯爵，但是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与欧伦的表情不同，福格斯侯爵则一脸坏笑地说道：欧伦·杜拉，难道你也掌握了这个商会所做恶事的相关情报吗？果然厉害呀！福格斯侯爵的一番话语显然出乎了帕斯卡会长的预料，这让他一脸不敢相信地望向了对方，而福格斯侯爵则是直接选择无视，继续对欧伦说道：看来让你离开勇者队伍这一做法可能的确是太草率了。听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他怎么还装起傻来了？话说侯爵的说辞怎么感觉像是在背稿啊？不过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这跟帕斯卡先生说的不一样啊。想到这里，欧伦也将计就计地回道：所以侯爵你那边也收到商会作恶的风声了吗？方便跟我说一说具体的内容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问题。其实我在不久前听说了弗洛克哈特商会一些不好的传闻，我和他们友好合作了这么多年，觉得或许是有人出于嫉妒散播了谣言，因此展开了调查，但结果下属刚刚告诉我，这个商会其实参与了人口贩卖。听到这里，帕斯卡立即一脸震惊地表示：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一切难道不都是你的指示吗？眼前的一幕让帕斯卡震惊不已，他没想到福格斯侯爵这个老六居然把罪权推到了他身上，这也让他立即回怼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一切难道不都是你的指示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是说我下达了这种灭绝人性的指示？岂有此理！你是在侮辱我吗？为了脱罪，你居然能这么若无其事的撒谎，说我命令你做出这种不把人当人看的事情，一想到我竟然和你这种人有来往，就觉得实在是惭愧。听到这里，一旁的莱斯特则再次确认道：他说这是侯爵你的指示，这确实是撒谎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是当然的，根本就不可能。帕斯卡，既然你要诬陷我，那肯定有证据吧？对于这一点，帕斯卡则支支吾吾地回道：只是全都是你口头下达的。在呵斥完对方所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后，福格斯侯爵便立即询问一旁的莱斯特：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还相信我也有参与吧？他这明显是一派胡言。听到这里，第4军团长莱斯特也只能表示行吧，会长绑架儿童证据确凿，将他当场逮捕吧，倒在地上的人也一起带走，商会内部也要搜查。对方的一番骚操作让欧伦直接看傻了眼，他没想到福格斯侯爵居然会抛弃弗洛克哈特商会。为了尽可能从对方的口中套出情报，欧伦也主动走上了前去，并对其说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这次你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突击来取缔商会的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哼，你觉得我会什么都不考虑就行动吗？当然不是了。听他的口气，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要舍弃弗洛克哈特商会了吗？但抛弃一个常年跟他有友好合作的商会有什么好处吗？在我离开勇者队伍的这段不长时间里，难道发生了什么颠覆性的变化吗？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福格斯侯爵则露出了一脸坏笑，并开口说道：好了两位，6天后的比武大会再见吧。说罢便转身离开了现场。看到这里，欧伦也对一旁的风花表示，那我们也出去吧。按理说事情顺利解决，欧伦感觉自己本来应该松一口气才对，但结果闹成这样实在是太让他糟心了。现在欧伦最担心的是，露娜今后很有可能会作为嫌疑人的女儿受到怀疑，现在的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尽管令人痛心，可帕斯卡先生犯下的罪行是不争的事实，但欧伦并不认为露娜跟这件事有关联。开庭应该要等感谢祭结束之后，那么在那之前收集必要的证据就是自己现在最该做的事情。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风花的声音却突然传入了他的耳中。听到这里，欧伦急忙表示抱歉，我刚才在想事情，我一会就直接回去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按照之前说好的，千万不要说出去。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好的，我明白，我已经看见了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所以满足了。风花的一番话语让欧伦有些始料未及，以至于他只能呆呆地回了句是吗？对于这一点，风花并没有回复，而是在表示完那下次再见了欧伦后，便转身离开了商会。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纳闷道，刚才的那一幕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到满足呢？虽然感谢祭刚开始不久便发生了弗洛克哈特商会事件，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节日的正常举行。这不，2天后的街道上，卡罗琳正焦急地穿梭于人群之中，并时不时地询问一旁的索菲亚，你找到合适的吗？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没有你呢。对此，卡罗琳则一脸纠结地表示，我也还没，真不知道师傅到底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会开心呀。在中午去跟洛根会合之前，一定要想出一些备选才行啊。对此，索菲亚也一脸苦恼地表示，挑礼物真的好难啊，我还没怎么给人送过生日礼物，有点紧张啊。听到这里，卡罗琳也随即附和道，就是啊，不过师傅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们为了感谢欧伦先生平日的照顾，模仿着某一个国家的习惯，准备给他送生日礼物。原本计划是这样的。越想越消沉的索菲亚也不禁地叹息道，欧伦先生到底有什么爱好，喜欢什么东西啊？早知道平时就应该问问他了。而一旁的卡罗琳则要比他乐观许多，别担心索菲亚，这段时间商店里正好有些平时不卖的东西，礼物的选择要多少有多少。听到这里，索菲亚也振作了起来，并表示对呀，现在后悔也没什么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跑几家店，多找一找。话说我们还有很多店没逛过，接下来该去哪一家呀？然而话音刚落，卡罗琳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竟忽然跑向了某处，这让索菲亚有些疑惑不解。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卡罗琳此时则已跑到了某人的面前，并一脸担心地表示，大姐姐你还好吗？是不是不舒服啊？听到这里，对方也抬起了头来，并呆呆地望向了卡罗琳。此人正是勇者队伍的回复术士欧伦的前队友露娜。不过此时的索菲亚并不知道，她只是觉得对方长得好漂亮啊。而卡罗琳更是直接对其关心道，我就是看你有点难受的样子，是因为人太多了吗？听到这里，露娜也随即感谢起了卡罗琳的关心，并表示我只是在想事情而已，原来是有烦恼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烦恼着呢，我们正在思考要给师傅送什么生日礼物，但是完全想不出好主意。听到这里，露娜也不禁地重复道，送给师傅的生日礼物吗？话说你们不是……原来是这样啊，说起来马上就要到6月了呀。听到这里，卡罗琳急忙表示就是呀，我们前天才刚刚知道师傅的生日月是6月，所以才急急忙忙地想要选一个礼物。师傅也真是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这样就有时间慢慢想了。听到这里，露娜也随即表示，你们对哦，不，你们的师傅可真上心啊，好羡慕他有这么可爱的徒弟。对此，卡罗琳则一脸开心地表示，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师傅，所以才想送能让他高兴的礼物。看对方是认真的，于是露娜也随即表示，让我想想哦，你们的师傅应该很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现在这个时期会有很多国外的商人出现，我想如果送他一本别的国家出版的书籍，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听到这里，两人才恍然大悟，对啊，师傅平时空闲的时候总是在看书，而且感谢祭时欧伦先生似乎也很忙的样子。姐姐告诉我，第一天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有空，结果又遇上了突发状况，所以还是没能好好逛一逛，因此他已经从国外商人手里买到书的可能性非常低。想到这里，两人也随即决定就买这个做礼物吧。在露娜的建议下，索菲亚与卡罗琳终于想好了要送给师傅的生日礼物，这让两人喜出望外，但同时他们也非常好奇，为什么对方会知道师傅喜欢看书。对于这一点，露娜则嘿嘿道，是精灵告诉我的。听到这里，卡罗琳立即一脸疑惑地询问索菲亚，你知道那是个啥吗？而得到的回复则是不知道，但听起来好像很漂亮的样子。看两人居然相信了自己的鬼话，露娜也不禁地笑出了声来，并表示要是想知道的话，就去问问你们的师傅吧，他一定比我解释得更通俗易懂。这句话让卡罗琳那是立即茅塞顿开，并随即表示我们一定会问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大姐姐。
听到这里，露娜也随即回道：“我才是。跟你们这么充满活力的孩子聊过后，我也多少打起一点精神了。谢谢你们。”这让卡罗琳十分的开心。虽然还想多聊一会，但因为还需要给师傅买礼物，于是两人也只能与露娜道别，并再次逛起了街来。不过此时卡罗琳的心情明显美丽了不少，并一脸开心地说道：“那个大姐姐好像真的打起精神来了，实在是太棒了。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要送给师傅的礼物。”听到这里，索菲亚则笑着回道：“卡罗琳，你真的好温柔啊。”听到这里，对方也立即一脸不好意思地表示：“哪有啊，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做的，又不是为了别人。”索菲亚分不清卡罗琳她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为了掩饰害羞，但为了别人着想这一点确实是她身上的美德，自己该向她学习才对。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快点去找书吧，毕竟去晚了说不定就被别人买走了。这句话让索菲亚如梦初醒，的确现在还不是闲聊的时候。说罢，他便拽着索菲亚开始了狂奔。感谢祭第6天的早上，欧伦一早便忧心忡忡地赶往了某处，并在心中犯嘀咕道：“没想到他们几个会在感谢祭期间找我，看起来是出门干活前特意抽时间过来的，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幸好是在比武大会之前。”说到比武大会，今天的早报上已经公布出了对阵表，参赛者一共有16人。夜空银兔这边由自己和威尔参加，假如能顺利挺进决赛，那么自己可能遇上的对手首轮肯定是翡翠疾风的王牌劳雷塔小姐，而第2轮恐怕是勇者队伍的德里克，半决赛估计是剑姬风花。虽说这么想可能挺对不起威尔的，但决赛应该就是奥利弗没跑了。根据比武大会公布的对阵表，欧伦已基本推算出与自己对战的所有对手，还有比赛时虽然规定禁止使用魔法，但似乎可以使用异能。虽说这样挺好，不过欧伦不太想用，毕竟比武大会的初衷是比试武艺，算了，还是先专注于眼下的事情吧。想到这里，欧伦也推开了房门，并随即向众人打起了招呼，但是却发现索菲亚他们3人正在鬼鬼祟祟地做些什么，并一脸心虚地回道：“早上好，不好意思突然叫你过来。”听到这里，欧伦也忐忑地回道：“没关系，现在距离上班还有点时间，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其实是我们有东西要给你。”听到这里，欧伦先是一愣，并随即重复道：“有东西要给我吗？”“没错，听说师傅你的生日是这个月，所以请收下吧，这是我们3个送给你的礼物。”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3人也异口同声地说道：“欧伦先生，祝你生日快乐！”眼前的一幕让欧伦有些意外，并让他不禁地感动道：“谢谢，抱歉，我都没想过你们会帮我庆生，不过我真的很高兴。我可以拆开看看吗？”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当然可以，希望你会喜欢。然而当欧伦打开包装后，却惊讶地发现里面装的竟是3本书，这也让他不禁地再次诧异道：“这些难道全是国外的书吗？”对于这一点，索菲亚表示是的，因为你平时总是在看书吗？听到这里，欧伦也立即两眼放光地回道：“我很喜欢，这可不是客套话，谢谢你们，好想快点开始看啊，但是我待会还有工作。”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纠结时，卡罗琳说出了一件让他十分在意的事情：“师傅，其实啊，我们是听了精灵姐姐的建议才选了这份礼物的哦。”听到这里，索菲亚急忙解释道：“是的，我们在挑礼物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大姐姐，她说是精灵告诉她你喜欢什么的。”听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难道说是？”想到这里，欧伦立即询问索菲亚他们那个人的年纪是不是和我差不多，还留着一头蓝色的长发。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是的。”你认识他吗？听完后，欧伦也低下了头，并回道：“是的，我跟他很熟。”原来是这样，果然他好会推荐啊。露娜并没有讨厌我啊，太好了。我之前拒绝了他的请求，没有答应回到勇者队伍，还有最近的帕斯卡先生被捕一事，虽然并非我直接导致的，但自己多少也参与了其中。我认为就算他会恨我也不奇怪，可无论他怎么看待我都无所谓，我都想要尽力帮助他。在得知露娜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情讨厌自己后，欧伦也不由得松了口气。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思考时，卡罗琳突然对其询问道：“师傅，精灵是什么啊？”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抱歉，我还没跟你们说过啊。精灵简单来说就是魔力的一种变体，特征是拥有系统的分类。”听到这里，索菲亚则立即追问道：“就像攻击魔法可以分成水系和火系那样吗？”没错，精灵一共有6种，分别是土、水、火、风、冰、雷。比如使用火系魔法时，往术士中加入火精灵后可提高效率，发动魔法所需的10成魔力不仅可以减少到8成，而且还可以在魔力量不变的情况下使魔法的效果与威力变得更强。听到这里，索菲亚也不禁地感叹道：“原来如此，那对魔法师而言是个很大的助力啊。”而洛根则诧异地表示：“可是感觉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啊，就连我也是头一次听说。”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也正常，因为人类本就无法感知到精灵的存在。这句话直接给索菲亚与洛根整无语了，而卡罗琳更是后怕道：“那个大姐姐说的是精灵告诉我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她能和魔力对话吗？又或者说她根本不是人类？”看到这里，欧伦只能急忙一边让她冷静一点，一边解释道：“虽然精灵和魔力基本没什么区别，但其实也有例外，偶尔会出现拥有自我意识的精灵，他们被称为妖精，你们应该也听说过吧？”
听到这里，三人也随即回道：“难道说是传说中在童话里和勇者一起讨伐邪神那个妖精吗？”对于这一点，欧伦表示了肯定。不过似乎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从太古之初存活至今。听到这里，卡罗琳那是立即两眼放光的佩服道：“大姐姐好厉害啊！她居然还能和妖精对话，但她是怎么对话的？”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抱歉，这个问题不能由我来解答。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等下次上课时我再跟你们详细讲讲吧。再次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我会认真看完的。”就这样与众人道别后，欧伦又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而随着第二天的到来，感谢祭的重头戏比武大会终于开始了。而此时那竞技场内也早已挤满了观众，并焦急地等待着比试的开始。如此人声鼎沸的场景让欧伦都不禁地感叹道：前来观看的人也太多了吧，气氛也好热烈啊。然而就在他还在为此而左顾右盼时，一个澎湃的声音突然传入到了众人的耳中，并开始响彻整个会场：比武大会高级探索者赛场现在开始！比武大会高级探索者赛场现在正式开始！到决赛为止的4天赛程都由我尼尔·普兰特来担任主持人和解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次大赛的主办方斯特莱尔的领主福格斯侯爵来发表赛前演讲。听到这里，对方也拿起了话筒，并开口说道：每年的比武大会都热闹无比，我想各位一定都非常好奇，每天与各种魔兽展开殊死搏斗，为国家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级探索者们究竟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我也不例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大显身手的消息，我都会想象他们究竟是如何战斗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亲眼见证高级探索者战斗的英姿了。为了感谢这16名愿意参赛的选手，我已经为胜利者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请你们务必以夺冠为目标，拼尽全力去战斗吧。如此一派胡言的讲话让欧伦都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心里明明就是想让自己赞助的勇者队伍里的奥利弗获胜，竟然还好意思说出这些话来。而此时一旁的索菲亚则询问欧伦：今天你是最后一个比赛啊？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是的，在那之前我打算和大家一起观战。话音刚落，主持人尼尔便宣布了比赛开始，下面有请第一轮比赛的选手入场。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他便是现任勇者队伍的队长兼王牌探索者，其在剑术方面的强大实力被公众所认可，因此被赋予了剑圣的称号。他就是 S 级团队黄金曙光的勇者奥利弗·卡迪夫选手，与他对战的则是枪术的顶级选手，在攻略大迷宫的过程中崭露头角，获得大批赞助人的青睐。隶属于 A 级团队深红烈火的伯特拉姆索斯选手，在听见对方的武器居然是枪后，洛根也瞬间来了兴趣，并表示要是很厉害的话，那么自己可得好好学习才行。看双方似乎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尼尔也随即示意敲响场边的锣鼓，而伴随着那一声清脆的响声，第一轮第一场的比试也正式开始了。只见奥利弗率先对其发起了攻击，这让伯特拉姆有些意外，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从正面进攻。不过话虽如此，但跟魔兽比起来，这点雕虫小技。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伯特拉姆便惊讶地发现奥利弗竟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与此同时，一道残影也出现在了他的侧后方。看到这里，伯特拉姆只能急忙使用枪柄挡下了对方的攻击，但是其霸道无比的力道让他几乎快把持不住手中的武器。只听砰的一声，伯特拉姆竟被奥利弗直接击飞了出去。虽然心有不甘，但伯特拉姆认为当下还是先与对方拉开距离比较好。而奥利弗显然已猜出了他的想法，为了不让对方有丝毫喘息的机会，奥利弗竟一个鹰踏追上了伯特拉姆，并再次对其展开了猛攻。虽然伯特拉姆也在积极防御，但无论是谁都能看出，此时他除了疲于防备外，根本没有任何手段从奥利弗的剑雨中逃脱出来。而反观剑圣那边则瞅准时机，抓住对方防御的间隙，挥出了全力的一击，其凶猛无比的力道瞬间便将伯特拉姆连带他的武器一起震飞了出去。当他回过神的时候，奥利弗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看到这里，伯特拉姆便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剑圣的对手，这也让他随即表示了认输。与此同时，尼尔也宣布了奥利弗的获胜。勇者果然名不虚传，甚至没有给对方一丝进攻的机会就赢得了胜利。虽然一级队伍深红烈火的伯特拉姆拥有不俗的枪术，但是在勇者奥利弗的猛攻下，他竟毫无还手之力，连一丝进攻的机会都没有就败下了阵来。如此恐怖如斯的实力让观众们都不禁的诧异道：他这不是强的可怕吗？到底是谁说奥利弗很弱的啊？听到这里，菲利也不禁的笑出了声来，并表示真不愧是奥利弗。对此，安涅利也一脸兴奋的附和道：这还不算什么啊，他的实力可不止这么一点而已。对于这一结果，赤瞳晚霞的修一与风花并不意外。大家之所以会认为奥利弗很弱，那完全是因为与侯爵对立的贵族们最近正在通过各种方法试图破坏勇者队伍的名声。而看完比赛后，洛根则一脸失望地对欧伦说道：师傅，刚才的那个人还比不上跟你战斗的我。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啊，要跟奥利弗战斗的话，你或许能比他坚持得更久。听到这里，洛根立即一脸兴奋地追问欧伦：师傅，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于这一点，欧伦则再次表示了肯定。你通过和我的模拟训练已经很熟悉那种近身战的方式了，但是你也不要误会了，这只是代表你在近身战方面比他更有经验。从整体的枪术来看，当然还是伯特拉姆比你更胜一筹。不过刚才的那场比赛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听到这里，洛根也随即回道：谢谢师傅，我很清楚，人外有人这个道理。听到这里，欧伦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而就在他的视线重回赛场时，欧伦却惊讶地发现，奥利弗那个家伙怎么突然停了下来。就在他还在为此而纳闷时，奥利弗竟回过了头来，并死死地瞪着他，就好似两人拥有血海深仇一般。这让欧伦有些无法接受，并在心中喃喃自语道：不要用那种眼神瞪我啊，奥利弗。就这样，在剑圣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奥利弗卡迪夫顺利晋级到了第2轮。在那之后，紧接着就是下一场的比试，而威尔也不出意外地赢下了比赛，成功晋级。而此时欧伦也站起了身来，因为他感觉是时候该走了。看到这里，索菲亚立即询问欧伦：你这是要去休息室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对，虽然早了一些，但我想先平复一下心情。听到这里，三人也立即为欧伦加起了油来，并表示待会观众们就会知道你才是最厉害。在感谢完索菲亚他们后，欧伦也前往了选手的休息室。然而好巧不巧，正好碰上了一个熟人。看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在心中犯嘀咕道：糟糕，没想到居然碰上了他，勇者队伍的守护者德里克。眼前的一幕让欧伦大呼糟糕，他没想到居然会在选手休息室里碰到勇者队伍的德里克，而对方也不出意外地开启了疯狂的嘲讽模式。哟，这不是那个废物探索者吗？你竟然敢来参加啊，特意跑来出洋相，还真是辛苦你了，我要是你可干不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在心中吐槽道：这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烦人。随后他便快速走到了登记处，并开口说道：好久不见了，德里克，你还是那么爱挑衅人啊，还是稍微稳重点比较好。欧伦的回怼，德里克显然没有想到，以至于让他气急败坏地咆哮道：什么？我不过是在说实话而已。德里克的行为让欧伦更无语了，并再次在心中吐槽道：你这是在给别人添乱，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话说这家伙原本就是个直性子，但现在更变本加厉了。我记得他以前不会当着外人的面随便嚷嚷起来的。等等，我最近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感受过同样类似的违和感。对了，是帕斯卡先生，他也是突然性情大变。这两人都和勇者队伍有关系，难道是勇者队伍里出了什么问题了吗？看欧伦一直没有鸟自己，这让德里克更生气了，并随即咆哮道：你倒是给老子说话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抱歉，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比武大会对吧？因为这是福格斯侯爵要求的。原来是那个大叔要求的，所以你这个无名小卒就是来凑数的呗。不想继续搭理他的欧伦随口说了一句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后，便打算前往室内休息。而此时接待员也提醒德里克，你该去后场了。看终于摆脱了对方的纠缠，欧伦也长舒了一口气，累死我了，他到底怎么回事啊？算了，不想了，还是看一看索菲亚他们昨天送我的书来平复一下心情吧。其中一本是历史书，里面记录了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家喻户晓的某个童话故事也是以这些事为原型创作的。那个童话故事概括起来就是，距今数百年前，史上最凶恶的魔兽，俗称邪神的家伙突然现世时，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之中。此时一个人类挺身而出，经过一番激战，与同伴和妖精一同击败了邪神。他的英勇行为受到世人的称赞，被冠以勇者之名。之后勇者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以该国为中心平息了各地的混乱局面，带领人类走向了和平。据传勇者晚年被誉为异能者之王，为如今这个时代奠定了根基。然而就在他观看的正入神时，一旁的接待员突然对其提醒道：欧伦先生，比赛快开始了，请你准备一下。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好的，并在心中喃喃自语道：新定做的这2把剑终于可以试试水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过后，接待员也终于提醒欧伦，让他准备一下，比赛快要开始了。听到这里，欧伦也放下了手中的书籍，并拿上了新打造的2把武器，随后在接待员的引导下走向了赛场。然而就在此时，走廊的尽头突然传来了观众们的欢呼声。就在欧伦还在猜测德里克是不是已经比完了时，突然一个头痛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你也真惨啊，竟然要成为仅有的一个首战失利的 S 级探索者，想必到时候在兔子内部也会饱受非议吧。听对方的口气，欧伦便已猜出德里克应该是赢下了比赛，这也让他随即回到：不劳你费心了，我会赢的。然而得到的却是德里克轻蔑的一笑：就你这样一个废物赢得了吗？就算首轮侥幸赢了下一轮的对手，可是本大爷绝对会被淘汰的。听到这里，欧伦再也忍不住，不跟你一般见识，咋还蹬鼻子上脸，不停地找我麻烦起来了？这也让他随即冷冷地回到：闭嘴吧，吵死了，你说什么？区区废物竟然也敢还嘴。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德里克也转过了身，并抡起了拳头。看到这里，接待员急忙上前阻止，并表示：请你住手，选手间禁止私斗。虽然这让德里克十分的不爽，但他也不得不遵守赛场的规则。杂鱼，你给我等着！在目送完对方后，欧伦也立即向接待员表示了感谢。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别这么说，这也是我的工作。我看他在休息室里也是这样，你可真不容易啊。
对此，欧伦则回到他以前并不是这种人。老实说，我不想和现在的他有所牵扯。然而话音刚落，走廊的尽头便传来了主持人的声音：好了，今天就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有请首轮最后一场比赛的选手入场。首先是因独自击败92层层主首领黑龙而震撼世人的话题人物，他即是夜空银兔的王牌探索者，也是本次大会的头号种子选手。有请屠龙者欧伦杜拉选手，而他的对手则是上个月以惊人速度成功攻略下大迷宫87层、88层，被视作为下一个最有可能晋升为 S 级的队伍——翡翠疾风的王牌探索者劳雷塔威巴选手。你好，龙沙，没想到第一场就碰上了夺冠热门，我这运气未免也太差了吧？但换句话说，只要能战胜你，我们便能一举成名，所以这场比试无论如何我也要赢下来。对此，欧伦则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你们的知名度应该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你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早就引来了许多关注。听到这里，劳雷塔也随即回道谢谢夸奖，不过这还不够，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超越目前的3支 S 级队伍，夺下勇者之位。虽然很想支持你，但我也有不能输的理由，所以抱歉，这次的比试我是不会输的。在与其对话的同时，欧伦也在收集着对方的情报。二刀流的招式需要有相当大的力气，她作为一名女性，在没有增益的情况下真的能驾驭吗？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怀疑时，主持人尼尔的声音也再次传入了众人的耳中。两位似乎都准备好了，那么我在此宣布，首轮第8场比赛正式开始。就在主持人尼尔宣布首轮第8场比试正式开始的瞬间，翡翠疾风的王牌劳雷塔也立即对欧伦展开了攻击。只见他先是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对方的跟前，随后又出其不意地挥出了横劈。不过话虽如此，但是他的突袭并没有伤到欧伦分毫，因为在他看来对方的动作实在是太慢了。这也让欧伦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劳雷塔使用的剑跟他的体格根本不搭啊。想到这里，欧伦便打算趁着对方攻击的间隙一招制胜。然而就在他靠近对方的瞬间，劳雷塔的剑竟突然朝他刺来，这让欧伦有些始料未及。看到这里，他也只能放弃攻击，紧急躲向了后方。劳雷塔左手挥完剑后，右手立即用另一把剑捅过来，身体核心不够稳定的话根本做不到。他刚才是故意装作用不好剑的。而此时劳雷塔也更换了持剑的姿势，并开口说道：居然反应过来了。正如欧伦所猜想的一样，劳雷塔本想凭借刚才那出其不意的一击一举打败欧伦，但是眼下既然计谋没有成功，那也只能硬碰硬了。想到这里，劳雷塔也再次对欧伦发起了攻击，而这次无论是速度还是攻击的力道，都要比之前强上好几个档次，以至于让主持人尼尔都不禁的惊讶道：这还真是意料之外的展开，欧伦选手竟然完全没有攻击的机会，光是防御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吗？看到这里，急的卡罗琳直呼师傅不要输啊！而此时洛根也在惊讶对方的速度虽然没有师傅那么快，但是因为手持2把剑，所以出招的次数要多上很多，外加上他那与外表不符的惊人体力和肌肉力量，最大程度的利用出了二刀流的优势。而此时另外一边的劳雷塔也是越攻越顺手，竟一时间压制住了欧伦，让他不得不摆出防御的架势。看到这里，劳雷塔立即在另外一侧对其发起了偷袭。虽然欧伦及时发现了对方的意图，并挥刀挡下了攻击，但是这也使得他的门户大开，而劳雷塔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就在他以为自己已胜券在握时，欧伦这个老六竟掏出了腰间的短剑，并再次挡下了劳雷塔的攻击。这显然出乎了对方的预料，没想到吧，其实我也是二刀流。眼前的一幕让劳雷塔始料未及，他没想到欧伦这个老六竟然也会二刀流，使用短剑挡下了自己的致命一击。看到这里，威尔也不禁地佩服道：不愧是欧伦，竟然能在如此高强度的攻击下察觉出对方的动向，并且已经找出了应对的方法，真是惊人的观察力啊！也正如威尔所说的一样，通过刚才的交手，欧伦已察觉出了对方的破绽。劳雷塔频繁出招完全是为了弥补剑速较慢这一弱点，但是他的攻击节奏几乎一样，所以非常容易理解。此时欧伦已经看穿了对方的攻击范围，还有就是他的攻击起点总是先从右手开始，只要针对这一点进行应对，那么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解他的招式，这样你就不能再使用右臂了。然而出乎欧伦预料的是，劳雷塔非但没有放缓进攻，反而是更加凶猛地朝他冲来，身体变得轻盈了，反倒是更加容易行动了，而且还有左腕可以使用。看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佩服道：不仅没有失去斗志，而且攻击还比刚才更快更重了，在紧急情况下爆发出身体潜能了吗？为了打乱对方的攻击节奏，欧伦也随即对着空中的劳雷塔掷出了手中的短剑。看到这里，他也只能急忙改变姿势，虽说是勉强躲过了欧伦的攻击，但是下一秒一道黑影便从他的侧面袭来，这也让他不得不再次改变姿势，反手挡下了欧伦的攻击。不过因为此时对方双手持剑，其力道要比他强上许多，这也使得劳雷塔逐渐处于了下风。很快欧伦便赢下了这场力量的比拼，成功击飞了劳雷塔左手的武器，这让看台上的众人高兴不已。而伴随着劳雷塔武器的落地，欧伦已完全占据了这场比试的主导权，这也让劳雷塔不得不在长叹了一口气后承认是自己输了。
听到这里，主持人尼尔也立即宣布，第8场比赛的胜者为夜空银兔的欧伦选手。不愧是拥有龙沙称号的男人，果然很强啊。而此时劳雷塔也再次叹息道，果然还是没能赢啊，毕竟对方可不是那种不用任何增益临时想出的战斗风格就能轻松取胜的对手。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表示，你刚才的战斗风格和平时不太一样啊，算是吧，虽然这听起来只是借口。而此时欧伦也注意到了对方身体上的异常，道歉，你的右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用道歉，我会让负责的人好好治疗的，那么祝你明天比赛加油，夺得冠军。我明白，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打算的。至此第1轮的所有比赛全部结束了，感谢所有参赛的选手，今天为我们贡献出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试，辛苦了。伴随着主持人尼尔讲话的结束，也象征着比武大会第1天的比试落下了帷幕。翡翠疾风的王牌劳雷塔虽然拥有不俗的战力，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敌过欧伦的攻击。至此比武大会第1轮比试全部完成。就这样在走出赛场后，欧伦本想查看一下其他场次的情况，但是就在此时3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师傅恭喜你成功晋级第2轮。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话音刚落，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边传来，欧伦辛苦了，刚才的比赛很精彩啊。在看见是莎曼与艾斯黛拉后，欧伦也随即回道，你们也来看比赛了。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碰巧有点时间。话音刚落，艾斯黛拉便跳了出来并开口说道，小欧你可真厉害啊，简直太帅了。莎曼刚才也兴奋得不得了。听到这里，莎曼立即满脸通红地表示，我只是正常给他加油而已，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恭喜你通过第1轮比赛。欧伦听到这里，他也随即对其表示了感谢。对于比赛成绩，欧伦并没有感到骄傲，因为毕竟这只不过是第1轮而已。而通过首轮比试晋级第2轮的有8人，分别是第1场胜者奥利弗卡迪夫，第2场胜者威尔克斯塞维利，第3场胜者悠人天童，第4场胜者奥拉夫福斯特，第5场胜者风花冬云，第6场胜者基隆艾恩斯，第7场胜者德里克莫兹利，以及第8场胜者欧伦杜拉。激烈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比武大会第2天赛场内，今天将进行第2轮比赛，总共分为4场。看着那人声鼎沸的赛场，威尔也哈哈道，今天又是还没开场就很热闹啊。对此欧伦并没有评价，而是对其提醒道，威尔你今天的对手是奥利弗吧，千万别逞强啊。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表示当然了，我还参考第1轮比赛开展模拟训练了，肯定会赢的。这句话让欧伦更担心了，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参考那场比赛吧，虽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用，但奥利弗昨天只攻击不防守简直太让人意外了，而且他和我拥有同一种异能，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啊。对于这一点，威尔则表示我知道魔力收束对吧，可惜比赛期间使用的这把双刃没法抵挡他的异能，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忠告欧伦，跟他比武时我会仔细观察。在讲完这句话后，威尔也前往了赛场，而随着2位选手的登台，比武大会第2轮比试也正式开始了。在摆好架势后，威尔率先说道，还请手下留情，勇者先生。听到这里，奥利弗冷漠一笑，手下留情吗？别说傻话了，我会使出全力将你彻底击溃的。奥利弗虽贵为勇者，但面对同为比赛选手的威尔，他却冷笑一声，手下留情吗？你放心，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击溃你的。看到这里，卢克雷也不禁地在心中祈祷，希望威尔五运昌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选手休息室内，欧伦正在观察着赛场上的2人，但是就在此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今天我们和你在同一间休息室啊，你最近好像大放异彩啊。在看见来者是赤瞳晚霞的2位后，欧伦也立即回道，悠人先生你谬赞了，我那也是多亏了身边人的帮助。而此时风花则走上了前来，并盯着赛场上的2人。看到这里，欧伦也好奇地对其询问道，风花你预知到这场比赛的结果了吗？听到这里，对方也随即回道，结果是。然而还没等他讲完，悠人便急忙将手里的章鱼塞到了风花的面前，喂可不能这样啊，还有你啊，怎么真的打算老实说出来啊？听到这里，风花则一脸无辜地表示，因为他问我了。这给悠人气得差点当场抽过去，他问了你就要回答吗？这人可是我们的对手啊。听到这里，风花则满脸疑惑地表示，欧伦不是什么对手啊。这句话让悠人瞬间怀疑起了自我，看风花竟倒反天罡反客为主，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吐槽道，在这件事上悠人先生才是对的吧，毕竟我刚刚是想要确认风花的预测未来能够预知到多遥远的事情，所以他们当然得瞒着，毕竟迟早会碰上身为对手的我。然而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思考时，赛场上传来了主持人的声音，第2轮第1场比试现在开始。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赛场上的2人此时却纹丝不动，谁也没有率先发起攻击。看到这里，威尔也不禁地在心中嘀咕道，他这次不像第1轮那样一开场就发起攻击了吗？在一番权衡利弊后，威尔猛然发力，打算使用出其不意的方式抢占先机。这次2人都使用了与昨天截然相反的战术，而面对威尔那来势汹汹的攻击，不知道是奥利弗没有反应过来还是其他原因，他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威尔以为得手时，忽然砰的一声，
他手中的长枪竟撞上了一面坚硬无比的东西。这突然的变故让威尔始料未及，不只是他，就连赛场上的观众以及主持人都没有想到，勇者奥利弗竟然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就挡下了对方的攻击。这也让众人不禁的好奇道，那束光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一幕让众人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勇者奥利弗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竟挡下了同为 S 级队伍夜空银兔的守护者威尔的攻击。这也让他们不禁的好奇起了那缕光到底是什么来头。而看台上的欧伦则是一脸惊讶道，那缕金光是奥利弗的异能，他是立即通过魔力收束将魔力聚集起来形成盾牌，借此挡下了威尔的攻击吗？然而就在众人还在为此而好奇时，战场上的形势陡然巨变，只见奥利弗借助威尔攻击的间隙对其发起了猛攻，虽然对方立即反应了过来并做出了相应的应对，但是还是不免的受到了一定的伤害。看到这里，奥利弗打算趁他病要他命，丝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即发起了下一轮的猛攻。看到这里，威尔只能使用武器挡在身前，但腰间的伤口让他根本无法承受住奥利弗的一击。此时威尔只感觉对方的攻击犹如泰山压顶一般，让他感到了沉重无比。很快他便在这场力量的比试中处于了下风，被奥利弗震飞了出去。但是还没等威尔站稳脚跟，奥利弗竟又再次发起了猛攻。虽然在此期间威尔也发起了几次击，但就连场外的主持人都能看出，此时的威尔虽然能勉强抵挡住对方的猛攻，但也只能一味的防御。而这一窘境威尔自己当然心知肚明，我原本以为自己早就明白剑圣奥利弗难以战胜，可我和他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吗？就在威尔逐渐丧失斗志时，突然场外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喂，别怕他，银兔家的小兄弟，你争点气啊，加油啊威尔，别输给他啊。观众们的加油打气让威尔瞬间回过了神，没错，我怎么还放弃了呢？哪能让大家见到这么没出息的样子啊？就算赢不了，至少也要留下点印记。想到这里，威尔猛然发力，这突然的变故显然出乎了奥利弗的预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威尔竟再次发力，硬生生地将奥利弗击飞了出去。这一幕让看台上的众人都惊讶无比，不只是他们，就连奥利弗自己都没有想到，太出乎我意料了，还以为可以就这么不停地攻击到最后一刻呢。听到这里，威尔则喃喃道，我才觉得意外呢，话说我的攻击竟然对他完全没有效果。就在威尔还在为此而思考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既如此，那我也不用在手下留情了，不知作为夜空银兔的盾牌能否接下我的一击。看到这里，欧伦大感不妙，那家伙难道想对人类使用天闪吗？深知这招不妙的威尔立即对奥利弗发起了攻击，试图在对方的剑气彻底汇聚之前将其中断，而这恰恰中了奥利弗的圈套。只见就在威尔接近的瞬间，奥利弗切换了攻击的姿势，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快速挥舞出了手中的武器，正中威尔的腹部，其力量之大竟将他斩飞了数米之远。眼前的一幕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料，而威尔的伤口如不及时处理恐会伤及性命。为了安全起见，主持人也随即宣布了奥利弗获胜，并让医疗队赶往了现场。听到这里，威尔也不禁的在心中不甘道，这样啊，是我输了吗？这家伙真的很强，欧伦你要小心了，欧伦小心了，那个家伙真的很强。在与勇者奥利弗战斗中落败的威尔被紧急送往了医务室，而欧伦也焦急地赶往了那里。威尔，请问他怎么样了？对于这一点，急救员则表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可能断了几根肋骨，现在正要给他检查一下。而此时卢克雷也跑了进来，并着急地喊道，威尔还好吗？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放心吧，他虽然受了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这句话让卢克雷松了一口气。是吗？那太好了。不过话虽如此，但看着病床上那伤痕累累的威尔，卢克雷还是不免的有些担心。想到这里，他也随即询问一旁的急救员，我可以为他治疗吗？所得到的回复则是，你是夜空银兔的恢复术士卢克雷莎吧，由你来诊治当然没有问题。随后他便将检查报告交到了卢克雷的手上，在简单查阅后，卢克雷便来到了威尔的身边，并开始吟唱起了恢复魔法。伴随着那神圣符文的亮起，整个房间也沐浴在了一片祥和的柔光之中。随着那恢复的持续，威尔的表情也渐渐回归于平静。看到这里，卢克雷终于放下了心，这样暂时应该就不要紧了。听到这里，欧伦则识趣地说道，谢谢你，那我就先回休息室去了，可以麻烦你照顾威尔吗？因为也只有你能照顾他了。在偷瞄了一眼威尔后，卢克雷也随即回道，真拿你们没办法，包在我身上吧。欧伦，你比赛要加油哦，替威尔拿下胜利。在答应下对方后，欧伦与急救员便离开了医务室，而此时房间里也只剩下了卢克雷与威尔两人，这也让他终于不用在意别人。想到这里，他也凑到了威尔的身前，并轻声说道，辛苦了，最后那一下真的很帅气哦。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欧伦则加快步伐赶往了休息室，因为威尔之后就轮到幽人比试了。现在休息室内应该只有风花，或许有机会可以套出一些情报。但是当他走进休息室后，却发现风花正在一脸享受地品尝着各种美食。看到这里，欧伦则一脸无语地吐槽道，那么娇小的身体能吃下这么多吗？
而此时风花也发现了欧伦并打起了招呼。听完后欧伦也随即回道：“我回来了，你这是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吃午饭啊，因为接下来就轮到我上场了，所以我想在比赛前吃一点东西。”听到这里欧伦则无语地表示：“你这吃的也太多了吧，这样比赛的时候不会觉得难受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只是这一点不会难受的，放心吧，你的胃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啊？可恶，还以为能套出点情报，结果只是发现这家伙是个我行我素的大胃王。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吐槽时，赛场上突然传来了欢呼声，幽人与奥拉夫的比试开始了。欧伦本想从风花嘴里套出点有用的情报，但没成想除了发现对方是个我行我素的大胃王外一无所获。就在他还在为此而吐槽时，突然赛场上传来了主持人的声音，幽人选手打出了一拳，和第一轮比赛一样破坏掉了对手使用的武器，这样双方就都是赤手空拳了。幽人选手是否会占据优势呢？听到这里欧伦也不禁地在心中喃喃自语道，这么说来他的确是不使用武器，只靠拳头来战斗的攻击者，他这一拳的力量与他那轻柔的身姿简直大相径庭。果不其然，仅仅只是一击竟将奥拉夫重伤到无法起身的地步，这也使得他不得不举手认输。看到这里，主持人才从刚才的惊讶中回过了神来，胜负已分，幽人选手一举扭转没有武器的不利局面，拿下了胜利。不愧是 S 级探索者该有的实力。虽然幽人刚才挥出的一拳看似普通，但欧伦觉得那种攻击方式应该存在着某种机关，可他现在还看不出具体是什么。比赛结束后，幽人也直接返回了休息室。哎呀，真是累死了。听到这里，欧伦也随即回道，恭喜你晋级半决赛，谢谢，我怎么能输给一个平日里习惯了腹语术士的人呢？这句话立即引起了欧伦的注意，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习惯增益吗？听到这里，幽人则邪魅一笑，你就自行想象吧。然而还没等他帅过3秒，角落里便突然传来了沙沙的声音，这也让他一脸无语地说道，话说你在做什么呢？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看不见吗？我在吃午饭呢。听到这里，幽人也跟欧伦一样开始了疯狂的吐槽。1个小时后，风花选手、基隆选手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比赛准备，那么第2轮比赛的第3场现在开始。然而话音刚落，基隆便突然倒在了地上，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直接给主持人看傻了眼，更不知道该如何解说这种情况。如此迅捷的手法，就连欧伦都感到了吃惊，1秒就结束了比赛，简直前所未闻。不，甚至都不到1秒。就在众人还在为风花那逆天的实力而看出神时，他却转过了身来，朝着那鸦雀无声的台上说道，还要打下去吗？听到这里，主持人才回过神来，并随即宣布风花东云晋级半决赛。还要打下去吗？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观众台上也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而此时主持人也回过了神来，并随即宣布获胜的是赤铜晚霞的风花选手。比赛结束，简直是瞬杀啊，我完全没看出他究竟做了什么。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欧伦则感慨地说道，比赛开始后，风花瞬间便让对手失去了意识，这战斗方式和昨天根本不一样。在我昨天旁观的第1轮比赛中，虽说风花也是只用1招就取得了胜利，但那1招说到底只是反击，而我今天甚至看不出他做了什么。为了避免错过他的一举一动，我甚至发动了4重技能增强和视力增强以及听力增强。就在欧伦还在为此而疑惑时，突然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他怎么连气都用上了？听到这里，欧伦猛然回头并对其询问道，幽人先生，气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听力真好，居然听到了，气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一种技法，仅此而已。这样啊，不好意思突然问你这个，谢谢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后，欧伦便打算等下一场比试完便去查一查。就这样1个小时后，比赛时间到了，接下来是第4场比赛，由勇者队伍的德里克莫兹利对战夜空银兔的欧伦杜拉选手。在看见这次的对手竟然是欧伦这个被逐出勇者队伍的杂鱼后，德里克也自信爆棚地嘲讽道，你这废物虽然昨天侥幸赢了，但是那份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你这次的对手是本大爷。对于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小丑，欧伦根本不屑于回复，此时他只想速战速决，尽快查明气为何物。但德里克仍在那里碎碎叨叨，你那把破剑是什么鬼啊？听到这里，欧伦再也忍不住了，吵死了，不关你的事。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你是想拿剑当输掉比赛的借口吧？真没出息，你废话真多，能不能快点就位？你再怎么拖延时间也赢不了我的。这句话让德里克暴跳如雷，明明是个被我们逐出队伍的废物，竟然也敢在这大放厥词，看老子不把你打趴下！看气氛已经烘托到位，主持人尼尔也随即宣布第2轮第4场比赛正式开始。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与德里克也同时冲向了对方。不过就在德里克发起攻击的同时，欧伦却突然停了下来，并躲向了后方，随后更是一个鹰踏，快速切到了德里克的后方。而此时对方也反应了过来，并强行转动身体。欧伦之所以没有立即发起攻击，等的就是这一刻。随即他便一脚踹到了对方的腿上。虽说这点攻击对身为守护者的德里克来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却让他重心不稳，
而欧伦则趁此时机一拳招呼到了对方的嘴上，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碎碎叨叨，当日把我逐出队伍以及平日里的冷嘲热讽，今天一并算清吧。欧伦这结结实实的一拳直接给德里克打蒙圈了。不过话虽如此，但是因为对方实在太硬了，实际上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德里克那个家伙躲避攻击的时候总是习惯先动左脚，而欧伦刚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看对方似乎还有些不服，欧伦也对其警告道：你不投降吗？再打下去可不仅仅只是脸受伤这种程度了。听到这里，德里克立即一脸愤怒地嘶吼道：你个小瘪三，少得意忘形了。看到这里，观众席上的安涅莉也对其提醒道：德里克，你冷静点，再这么下去你可真的会输给那个泛而不精的家伙，别再受他的挑衅了，赶紧把那个废柴打倒，真是太丢人现眼了。此话一出，场外的观众们立即议论纷纷了起来。龙莎会是泛而不精？那个女人到底在胡说什么呢？而此时德里克虽然仍然异常的愤怒，但安涅莉的讲话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让他架起了盾牌，摆出了防守反击的架势。没错，这就对了，你本来就是守护者啊，防御才是你的优势。德里克的力气比那个家伙大，所以只要先接下所有的攻击，等对方累了后再进行反击，就能一下子扭转局面。在看见对方已经冷静下来后，欧伦也转为了常规的进攻方式，利用速度快速冲到对方的侧面，并对其发起攻击。但德里克早有防备，在接下这一击后，对方又再次自信爆棚了起来。呵呵，就这种水平吗？这种软绵绵的攻击无论来多少次都没用。看到这里，安涅莉也嘚瑟了起来。没错，你的对手可是勇者队伍里的守护者，你怎么可能赢啊？白费力气也是活该。对于两人的冷嘲热讽，欧伦只是淡淡的回了句：是吗？那就来试试这招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掏出了第二把武器，并突然提高了攻击的速度以及频率，这让德里克只能疲于防备，再也没有了刚才嚣张的气势。而这眼花缭乱的攻击让主持人都不禁的惊呼道：欧伦选手用长剑和短剑一通乱打，德里克选手只能全力防御抵挡。处于此等险境的他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呢？而看台上的观众也起哄到吹牛吹成那样，结果就这表现，喂，拿盾的你倒是反击一下。这些嘲讽的话语让安涅莉烦躁不安。就是啊，他怎么不反击啊？而拥有实力的选手此时则在惊叹，这也太吓人了吧，那可不是在乱打啊。对于这一点，风花也是同感，无论对方怎么防御，他都会不停地通过死角击中对方。在如此高强度的致命攻击下，德里克那坚如磐石的防御很快便遭到了瓦解。此时他的注意力以及体力已明显跟不上对方的速度。看这里，欧伦也随即对其质问道：你还要继续吗？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不可能，你不就是个除了有点小聪明外一无是处的三脚猫吗？为什么呢？看对方仍冥顽不灵，欧伦也懒得再跟他废话，我没必要告诉你，给我滚吧。伴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欧伦也不再手下留情，直接使用长剑招呼到了对方的脸上。这一幕显然把安涅莉吓得不轻，其他选手们也各自露出了不同的表情。在留下了一句你实在是太没用了后，欧伦也在那热烈的欢呼声中潇洒地离开了赛场。往日恩怨今日一并结清吧，你实在是太没用了。虽说赢下了与德里克的比试，但此时欧伦的内心却毫无波澜。就在他准备离开赛场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欧伦，恭喜你进入半决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在看见竟然是威尔与卢克磊后，欧伦也惊讶道：你已经没事了吗？对此威尔则一脸不好意思地表示多亏了卢克磊的恢复魔法。听到这里，欧伦也松了一口气：是吗？那太好了。而此时威尔也继续说道：还是要好好恭喜你，你可一定要保持这个势头，一口气拿下冠军哦。放心吧，我会带着你的那份一起努力的。就这样，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中，比武大会第二天的比试也正式结束。其结果为：第一场胜者奥利弗卡迪夫，第二场胜者悠人天童，第三场胜者风花冬云，第四场胜者欧伦杜拉。次日武斗会场外，看着那哼着小曲头发一上一下的风花，悠人也好奇地对其询问道：你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啊？然而得到的回复则是因为今天是半决赛啊，终于可以和欧伦比试一场了，也许能看到他的真本事，所以我很期待。在犹豫了片刻后，悠人略带委婉地说道：很遗憾，我觉得你所期待的事情并不会发生。他连气的存在都已经不记得了。真的吗？是的，我昨天尝试着在他面前透露了这件事，结果他竟然问我气是什么。听到这里，风花也随即回道：可是上次他身体机能的封印应该解除了一些啊。对于这一点，悠人认为欧伦以前不是赋予术士吗？那次应该是用了某种援助魔法才对吧？然而话音刚落，风花便十分肯定地回道：不，那不是援助魔法能够激发出的能力，所以今天只要和他比试一番就有可能知道答案。你也去加油迎战奥利弗吧。这句话让悠人瞬间压力山大了起来。一段时间过后，让各位久等了，比赛已经进入了第3天，今天要进行的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是由勇者队伍的奥利弗卡迪夫对战赤瞳晚霞的悠人天童选手，这是一场 S 级团队的领队之战，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听到这里，悠人也在心中盘算道：
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和奥利弗交手。要是因为小乔的比赛而掉以轻心的话就完蛋了。首先要破坏掉他的剑。伴随着主持人尼尔宣告比赛的开始，双方也同时冲向了对方。就在幽人按照原定计划准备破坏掉奥利弗手中的武器时，对方却突然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幽人也察觉到了一丝违和感。还没等他搞明白这股感觉的来源时，突然他的前方亮起了一团耀眼的光球。看到这里，欧伦立即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他属实没想到奥利弗居然会用上这招。而此时幽人虽然也察觉到了些许的端倪，但还没等他搞清楚光球的作用时，那炸裂的声音便突然响彻于赛场之内。眼前的一幕完全出乎了 S 级队伍赤瞳晚霞队长幽人的预料。他没想到勇者居然会突然停下了脚步，并召唤出了一个光球。还没等他搞明白这团能量体的作用时，那炸裂的声音便突然响彻于整座赛场之内，威力之大，甚至就连场外的观众席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看到这里，欧伦也在心中为幽人捏了把冷汗。那是通过魔力收束引发的爆炸。虽然奥利弗应该已经有所收敛了，但幽人如果没有躲开正面挨上这么一下子，肯定会伤得不轻。而此时主持人也惊慌地表示，这是奥利弗选手的异能所引发的爆炸吗？看起来威力非常的强劲。然而随着硝烟的逐渐散去，幽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帘。太危险了，刚才那个就是魔力收束吗？而在看见他安然无恙后，主持人也激动地喊道，幽人选手竟然想办法避开了，真不愧是 S 级领队之间的比赛，战况才刚开始就变得激烈了起来。听到这里，幽人也随即在心中吐槽道，激动个屁啊，我这边可是在用命比赛好吗？然而话音刚落，幽人便突然察觉到了不对，这也让他立即俯下了身体。下一秒，一道寒光便从他的上方一闪而过。看到这里，主持人也不禁的惊讶道，奥利弗选手竟从一阵烟雾中发起了攻击，而幽人选手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居然躲过了。此时幽人已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有所保留了。想到这里，他也随即将气环绕于拳锋之上，并趁着奥利弗攻击的间隙，一拳干到了对方的脸上。其力量之大，甚至将奥利弗震退了数米。而反观幽人那边，则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好险好险，这结果出乎了欧伦的预料。而主持人更是一脸吃惊地解说道，怎么会这样？迄今为止在比赛中毫发无伤的奥利弗选手脸上竟然有了伤，他竟然打中了奥利弗，不仅2次躲开了他的攻击，并且进攻还能命中。幽人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想到这里，欧伦也突然记起了昨天的对话，那个难道说是气吗？与此同时，赛场上的幽人也再次摆出了攻击的姿势。此时他所散发出的气场完全与之前判若两人。只见幽人一个鹰踏，竟一瞬间消失在了奥利弗的视野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那重重的一拳便再次砸到了他的身上。幽人所使出的招式正是气，而所谓的气则是人类内所蕴含的能量，只有很少一部分经过勤学苦练的人能够将其激活，用于大幅度增高身体的技能，就像是援助魔法那样。想到这里，幽人也不禁的在心中吐槽道，可恶，对方是怪物吗？我还以为刚才那一下子能打败他呢，看样只能一点一点慢慢来了。然而话音刚落，幽人突然发现此时奥利弗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这也让他随即对其调侃道，打了你是我不好，但你也不用这么凶神恶煞地盯着我吧。勇者大人，这场比试的结果到底会走向何方？勇者奥利弗又能否破解幽人的招式？那名为气的神秘能量